为了能延迟开学，我黑进了龙国最高系统保密局，而得知信息的国家瞬间进入紧急状态。可当找到幕后主使竟是10岁的我时，众人全部懵了。此时此刻，我缓缓地将嘴里的棒棒糖拿出，随后举起了小手，一脸无辜地看向他们。那个其他省份都发布延迟开学通知，我来看看我们什么时候能发布。我眨巴着大眼睛，一边说一边露出了害怕的表情。在外人看来，我只是犯错的小孩子，此刻我内心却是平静如水，因为我是个穿越者，还穿越成了一个10岁的小正太。不过好在不久前觉醒了金手指黑科技系统，随后系统给我出了2个难题，选择1，黑进外国系统找到川普的私房照，获得奖励子弹事件；选择2，黑进龙国保密局内，往获得奖励人类极限 IQ 值以及黑科技金手指。我看到2个任务后直接懵逼了，最后无奈只好选择了第2个。大厅内特工们呆立原地，手足无措。谁能想得到黑进内网的幕后黑手居然是一个只有10岁的熊孩子？于是他们立刻将这条消息转告给了上级。龙国高层听到这个消息也是震惊全场，一个熊孩子居然比他们花费重金的科研人员还强，这上哪去说理？当天晚上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夜晚，许多人都得知了北城封城消息，但是都不知道内情。第2天，当地新闻媒体报道说是军方在进行军事演练，虽然众人都不太相信，但毕竟没人有内部消息，于是生活也回归了平静。第3天，此时特殊部门负责人皱眉看着玻璃里啃着棒棒糖的我，性别男，年仅10岁便父母双亡，现在上小学5年级，身世悲惨，好在被邻居收养。还有个读高中的姐姐，头大，把魔都高层折腾了一个晚上的元凶居然是个小屁孩。保密局那伙人现在脸都丢光了，问题是抓住的是个熊孩子，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他年龄太小了，不可能是外国派来的老大。接到上头的命令，这时一位身姿妖娆、穿着黑色秘书装的美女走了过来，将手中的纸张递给了负责人。接过单子，不一会负责人就笑了。龙国高层的指示很简单，那就是将我收为己用，交给他们北城特殊部门接管。毕竟像我这种智商接近人类天花板的少年，潜力极高，还精通电脑，未来说不定就成为某领域的领军人物，所以必须将其内为国家所用。高层还要求对我进行一定的管控，防止我再做出黑进保密局的这种骚操作。于是几分钟后，我就被送回了家。虽然表面平安无事，那个特殊部门的主管还对自己笑眯眯，但我很快明白，龙国高层不可能当做无事发生。我没被当场切片研究就已经算万幸了，此时自己应该已经上了高关注的名单，而且特殊部门还会派人来监管自己，说不定等我一长大就会被招揽进去打工。但我现在才10岁，说那些还为时过早。而事实上，我想的特殊部门也想过，对于这种天才少年，是不是应该直接让他加入到特殊培训营去？最后高层们否定了这个想法，毕竟我还是个孩子，龙国是不会做出这种拔苗助长的事情，一切都等其长大成年后再说。同时，上面下令封锁一切有关我的消息，我也被他们标记为重点保护对象。傍晚，我沐浴完后躺在床上研究新获得的黑科技，这是除了 IQ 获得的第2个奖励，可以用它推演任何事情的可能性演化，可以让老年鸡变成智能鸡，让鸡蛋可以变成战斗机。这一技能让我很是激动，那我是要发财了。我家有好些物件有些老旧了，不过我还要每天上学。我一脸麻木地端坐在椅子上，别看我现在只有10岁，但却是2世为人了。你让我再读一次小学，纯粹是折磨人，尤其是我 IQ 已经达到了188。各位同学，安静一下，这是你们的老师。就在这时，教导主任一脸笑意地走了进来，跟随着一位极品美女出现，这是新来的苏老师，以后由她来当你们的班主任。随着此话一出，我直接懵逼了，因为我认得此人，前几日被带到特殊处理部门的时候，这妹子就跟在那个特殊部门总管身后。很显然，我被监管了，这也正常，毕竟我曾黑进过保密局。若是不让人看管，下次再黑进核弹系统，那怎么得了？而且也算是一种保护，防止我被不法分子拐走，借此来做出危害公共安全的事情。苏兰自我介绍完后，也是忍不住看向了下方的我，她感到有些吃惊，因为我明明是个10岁的小孩子，为何看上去有种少年老成的感觉？难道超级天才小时候都是这样的？她此次的确是被派来监管我的，但若是没有紧急情况，她不会出手干预。周末一家快餐店内，养父养母得知我被误抓后，也是急忙从外地回来等我。虽然是被收养，但他们却视若己出，这么多年来早就将其当成了自己的孩子。随他们前来的还有一些亲戚，不过他们一脸的阴阳怪气。大嫂啊，我看你脑子纯粹有病，收养一个孩子也就算了，还是个傻逼儿童。上学以来，每次家长会不被单独拎出来教育，每次考试都是不及格，丢死人了！你给我闭嘴！他们听闻后很是愤怒，当即呵斥道：就算再傻，也是我们的孩子，容不得任何人羞辱。与此同时，北城机场发生了一件紧急情况，因为系统自动升级，导致地面的通讯系统全面瘫痪，这将引起巨大的灾难，因为将无法与空中的航班取得联系。届时一旦燃油耗尽，他们将全部坠机。特殊处理部门接到求救后，也是立刻展开了救援。不过很可惜，他们部门内的计算机专家都无法解决。如今距离最近的一架航班到达只有20分钟，若20分钟内还无法恢复通讯，这架航班将一时间全部坠毁。这让特殊部门负责人很是焦急，要不我们去求求那个小天才。这时苏兰开口道，负责人一愣，很快就反应过来，小天才是谁？那肯定是我啊！虽然才10岁，但却精通黑客技术。随着此话一出，全员震动，虽然有些冒险，但也是没有办法。于是众人开着警车鸣笛一路开道，直接杀到了我所在的地点。快餐店外很快就挤满了7、8台警车，路人无比震惊，纷纷拿出了手机拍照，还以为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毕竟连警车都过来了，难道有犯罪分子？苏兰下车后直接对着快餐店冲了进去，现在有一件紧急事件需要你帮忙。看到喝奶茶的我后，苏兰气都没喘，就无比焦急的开口道：你们这是要做什么？他们还以为我是惹了什么大祸，肯定是这傻逼儿童干了什么，现在警车都来抓人了。一旁的众亲戚也是开始嘲讽起来，甚至开始推卸责任，我与他们并未任何关系，这让苏兰感到很是震惊。他是傻逼？你们特喵不是在开玩笑？他要是傻逼，那全世界还有聪明人吗？
这时我直接开口道：“带电脑了吗？”苏兰听后立即让人将笔记本送了过来，我则直接开始操作起来。我的 IQ 高达188，加上黑科技手指的帮忙，很快就黑进了机场的通讯系统。随即在黑科技手指的帮助下推演出了解决办法。这条航线推迟5分钟，众人看着我的操作直接看傻，一个小屁孩连桌子都够不到，这操作手速快的都看不清。搞定了，我敲了下键盘，随即开口道，一时间全场沉默，随即爆发出了无比热烈的掌声。这10分钟，围观的众人也是知道了机场发生的事情，而眼前的这位10岁小男孩就是此次事件的救世主，他成功挽救了几十架航班数千人的性命，怎么可能？这一幕让之前的那些亲戚全都傻眼，就连养父母都震惊不已，完全想不到这个经常被班主任批评的孩子竟然是个电脑天才，他的一顿神操作竟然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和财产损失，我也是彻底火了。北城机场的领导亲自出动，给我颁布了锦旗和666块奖金，表示衷心的感谢，诸多媒体更是纷纷报道，最后北城电视台更是想策划一场专人采访栏目，不过被我拒绝了，毕竟我现在只是个10岁孩子，太过暴露在聚光灯下不好。不过这也不影响我火爆全网，毕竟一个10岁刚刚读5年级的孩子，竟然是个计算机天才，此次更是成功解决了机场系统的危机，一时间全网爆火，纷纷议论起来，甚至不少科技巨头公司都萌生了想法，100万年薪聘请我当技术安全顾问。据闻这一晚无数孩子哀嚎连连，纷纷记恨上了我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就连给我讲雨后故事的姐姐都震惊了，小弟，真想不到你居然是个天才。他一脸吃惊的张着樱桃小嘴惊呼道，毕竟我曾经考试就没及过格，转眼却成为天才，这无疑是啪啪打脸。就因为这个，现在的我全网爆火。我看着锦旗加666块钱的奖金，北城机场也是真拿得出手，后来还直接送我一火车练习册，我真是想谢他18辈祖宗。那些亲戚也一改之前的丑陋嘴脸，嘴里不停的拍我马屁，什么从看到他的第一眼就知晓这个孩子不简单，是超级天才等等，这让家里的养父看了后忍不住嫌弃，真不要脸。他可不会忘记前2天在快餐店的事情，这些亲戚可是一嘴一个煞笔儿童，如今为了利益脸都不要。对此我无辜的眨了眨大眼睛。接下来的生活都比较平淡，我偶尔也会受到各大高校或者公司的求助，让我帮忙维修一下系统。直到今天新闻正在播放的内容，由于最近太过干燥炎热，龙国山区地带爆发了大规模的山火，全国消防紧急响应，派遣了无数人前去救援。当我看到新闻后，内心却突然咯噔一声，因为自己之前帮助北城机场后获得了固态灭火技术这个奖励，若不是看到此次火灾，我都快忘记了。固态灭火技术的原理类似于核聚变，吸纳空气中游离的水分子，然后压缩，依附于空中灰尘之上。就在这时，系统冰冷的提示音再次响起，支线任务启动，前往山区救火，获得奖励纳米生化防护服。闻言我想都没想直接接受，不过在此之前，我得先弄出固态灭火这玩意。与此同时，西方外网也报道了一件事情，声称将是全人类的福音，研究出了一套科技化的灭火技术，这能大大减少人力和物力以及危险程度。此事一出，也得到了各国的高度重视，毕竟灭火技术太重要了。龙国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外交接触，不过雄鹰国却借此狮子大开口，声称可以提供这项技术，但需要龙国降低1半进出口贸易的关税，这让龙国感到很是愤怒。接着谈判不了了之。随后龙国联邦也向特殊处理部门下达了一项死命令，必须研究出一套科技化灭火技术。邻国洞得知后有些头疼，毕竟这玩意就像发明药剂一样，不是想弄出来就弄出来的。此时龙国边境火灾发生第3场，无数人都在哭泣自责山火太过巨大，加上气候因素导致火势越来越严重了，现有的人员根本不够，全国各地再次响应起来，有消防大队刚刚结束一场救援，又拖着疲倦的身躯快速行动起来。这一幕发生在全国各地，新闻媒体也是在实时跟进报道，但目前来说情况不容乐观，西方外网也是时刻关注，再次发表了报道，希望龙国能好好考虑他们的科技化灭火技术。但龙国联邦依旧沉默，毕竟关税降低1半，那损失太过巨大，而且会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反应，他们承受不起。一筹莫展之际，老大，刚刚唐风打来电话说他发明出了最新的灭火技术，但是需要实验验证。苏兰一脸焦急的小跑进来，看向邻国洞会报道。随着此话一出，整个部门的人都不淡定了，这小子难道真的是个救世主？他们缺啥赖啥。会议室内，国栋一脸激动的看向我，但内心也存在怀疑。虽说我之前炒股着实惊艳了一把，但我很快就宣布退伍，所以无法判断我是否在金融领域也有天赋。妈妈说过不能骗人，我眨着大眼睛嘀咕道。邻国栋闻言顿时兴奋地拍了拍桌子，随即他直接离开了会议室，立马将这件事上报组织，请求他们的决定。你需要什么东西尽管说，我们举全国之力都会帮你办到。很快，他们就为我安排了一间研究室，同时他们也谨遵我的告诫，将试验区划为了禁区，禁止任何人靠近。研究室内，我确定了没有摄像头后，随即开始行动起来。另一边的山城，这一日全城哀悼，无数人纷纷走到了街道上，全都一脸悲伤。前方警车开道，所有人都一脸悲哀，因为火灾蔓延速度太快，导致一位灭火战士不幸遇难。无数媒体也是纷纷报道，表达了沉重的哀悼。他们出的那位战士遇难前的最后画面，视频内漫天火焰遮天，他用尽了各种灭火资源，最后却并未选择退缩半步，直到被火海吞噬。这就是英雄，肉体虽已不在，但精神永不磨灭。此时，特殊处理部门的邻国栋现在的压力很大，若是再不想办法解决，怕是灾情影响会承担不起。而眼看着3天的时间就快到了，研究室内，随着一颗水柱状的固态水晶球缓缓地漂浮在空中，我呼出一口浊气，成功了。这一颗固态水晶球足以覆盖方圆上百里，完全能消除山城的此次山火。随即我走出实验室，所有围在外面焦急等待的工作人员都向我看了过去。邻国栋双手紧握成拳，很是激动忐忑，不负众望。顿时整个部门都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当下，邻国栋立马安排了直升机带着我火速赶去灾区，然后当我们赶到时，却等来了一句：我们已经决定放弃了。北城负责人沉重道：对于我这位10岁天才，他们也是早有耳闻，但他不认为我能发明出科技化灭火技术，而且此次山城的火灾太过凶猛，就算是使用雄鹰国的技术，也不见得
会成功。林国栋听闻后直接忍不住爆哭，事情没有到达最坏的一步，怎敢言绝望？接着林国栋看向了我，一切都交给你了。我沉重的点了点头，随即我提着铁箱，在消防战士的带领下朝前方走去。林国栋目视那道小小的背影，鼻子有些发酸，随即缓缓的进了队。街道两旁的人群也是同样望向了我，自发的朝这位小英雄敬礼起来。在众人的注视下，我踏上了直升机，朝着山火的最为浓郁的中心地带出发。直升机盘旋在山火上空，我将这个水晶球启动，然后丢了出去。只见液态水晶球遇到高温，瞬间爆炸开来，肉眼可见那片虚空在坍塌，无数水分子被汇聚而来，形成了核聚变一般的化学反应，随即能量波动向四周迅速扩散，所过之处寸火不生。这一切都在电光火石之间，让人根本反应不过来。无数人皆被这一幕震慑住，前一秒山火还铺天盖地，后一秒就没了，不过很快就欢呼起来，全都在疯狂的庆祝。林国栋也是懵逼不已。就在这时，他接到了上层的紧急电话。片刻后，林国栋脸色变得严肃起来，随即他连忙通知下去，封锁所有消息，禁止任何媒体报道我灭火一事，只字不能提。不过我灭火的事情，龙国高层都一清二楚。就在灭火结束之后，我收到了龙国中科院院士，被誉为联邦的核弹之父杜老的邀请，此次山城灭火，因为我所使用的那颗固态水晶球造成了巨大的轰动，里面涉及到了核聚变反应方程式，有些东西就连他这位物理学泰斗都弄不清楚，所以联邦才会如此重视，封锁了所有消息。接着，我被杜老激动的牵着手进入了会议室内。这东西你到底是怎么研究出来的？杜老激动得如一个小孩般全无了物理学泰斗的身份。我听闻后有些汗颜，随即按照系统的解释将其说给了杜老听。妙啊，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最后，杜老高兴的手舞足蹈，他通过我的解释瞬间悟通了其中的原理。就在此时，系统的声音再次传来，支线任务启动，将液态灭火技术赠送联邦，获得奖励魔都汤臣别墅一套。没有犹豫，我直接将这项技术主动赠送给了联邦，这让杜老更是震惊不已。看到仅有10岁的我竟然有如此觉悟，喜极而泣。虽然你才10岁，但担当得起一声唐先生。山城事件告一段落，我也恢复了平静的生活。此时，我咬牙切齿，正在和姐姐夏诗柔争夺遥控器的使用权。一个想看科幻大片，一个想看泡沫剧，在外你是大英雄，在家你就是个弟弟。夏诗柔摸了摸我的脑瓜子，一脸嘚瑟的开口道：“这让我想抓狂，但没办法，我只有10岁，力道拼不过这下是非。”可就在我们争论之时，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道惊天巨响，即使隔得很远，也能感觉到整栋建筑都在颤抖。随即，一团巨大的火焰腾空而起，宛如核弹爆炸一般。这让我和姐姐夏诗柔也是懵逼了，随即连忙朝阳台跑去。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我俩震惊了。只见郊区方向一座巨大的蘑菇火焰腾空，赫然是发生了大爆炸。爆炸带来的冲击波蔓延到了整座城市，小区下方汽车在不停的鸣叫，甚至有人的玻璃都被震碎。此时，郊区外石油公司漫天火海，18号油管联通的油桶已经炸了，波及到了一旁的其他油桶。片刻后，随即爆发第二次冲击，北城再次颤抖起来。无数人从梦中惊醒，赶紧给消防队打电话。驻守的负责人一脸惊恐，当下吩咐道：“必须要马上灭火，否则一旦波及开来，整个石油厂就将变成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届时所产生的威力不亚于一颗核弹。”与此同时，特殊处理部门林国栋等人也是第一时间得到了通知，石油厂火灾都是小事，距离他不远处的核电站才是大事。一旦核电站遭受冲击，那后果将无法想象。林国栋一脸凝重，此事已经被上层高度重视了，务必想尽一切办法灭火，杜绝核电站危机，否则核燃料一旦泄漏，别说整座北城了，方圆数百公里都要受到牵连。正因为如此，都不敢动用我发明的固态灭火技术，因为该技术也是核聚变反应效果，害怕会引起核电站共振后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就在这时，电话又响了起来，然而接通后下一秒脸色大变，1号核反应堆遭受了重创，墙体出现了裂缝，目前还无法探知核反应堆的具体情况，若是里面的铅块受到波及，那真是彻底完了。无数媒体也纷纷跟进报道，形势不容乐观，一时间北城一片死寂。若是核电站真的遭受波及，那就必须要疏散全城了，但这样会引起巨大的恐慌，遭受的损失也是难以估计，而且他们也无法确定，暂时不敢做出抉择。但消息还是传遍开来，至此无数人恐慌不已，纷纷都在准备跑路。郊区石油厂内，一辆辆消防车驶入，上面下了死命令，就算用身体去堵，也要把火给我灭了，绝不能让其蔓延到旁边的核电站。3公里外的核电站，特殊处理部门也是奔赴而来。你是核电站的负责人，现在什么情况？林国栋低沉道：“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弄清楚核电站遭受的程度如何，是否不排除会产生核泄漏。”核电站负责人陈克一脸纠结，目前情况他也说不准，只是透过外围看到墙体冰裂，然后核电站里面的保护装置被触发，开启了自我封闭，冷却阀门开启水源倾泻给核反应堆降温，但因为不确定因素太多，导致他们也不知晓保护装置是否有效。闻言，林国栋有些气急，要想知道里面具体是什么情况，除非派人进去。陈科也是急了，最后低沉道：“即使没有产生核泄漏，但因为遭受波动，自动启停失效，最后还是要派人进去手动关闭，这也意味着必须要有人站出来完成这个任务。”一时间，临时指挥所死寂一片。如果说没有产生核泄漏还好，穿着防护服进去或许能捡回一条命，但若是产生了核泄漏，必死无疑。就在这时，对讲机传来的紧急汇报：“不好了，检测到室外核辐射数值已经超过1个瑞了。”随着此话一出，陈科身躯猛地一颤，完了，核反应堆泄漏了。另一边的我皱了皱眉，没有言语，只是深深地看向远处的爆发区域。小冯，快收拾东西！姐姐夏诗柔收到通知后，也是连忙收拾起来。我最后望了一眼郊区的方向，内心很是凝重，全程进行疏散。说是石油厂的问题，我才不可能相信，绝对是核电站出事了。但林国栋并未通知我，想必他们能解决吧。北城上空，一架架直升机盘旋而来，核电站发生泄漏，引起了上面的高度重视，专门派遣了专家前来救援。为首的便是当今物理学的泰斗杜老。随着他的到来，众人也是长松一口气。然而，杜老听闻了陈科的汇报后，苍老的脸上泛起了凝重。如今核泄漏已成定局，只能祈祷核反应堆里面的铅块没有冰裂了。最后，杜老忍不住叹息一声，目前来说，除了运用大量沙子隔绝核辐射外，
最好的办法还是派人进去查看情况，然后进行手动关闭，但这基本上意味着必死无疑。前方已经传来了许多噩耗，诸多消防战士在给核反应堆降温的时候，纷纷出现了头晕、呕吐等现象，显然已经被辐射了，必须得抓紧处理。这件事最后落在了林国栋头上，让他感到一阵窒息。谁敢选？选谁去？这是一个很难的选择，毕竟每个人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外面雨水疯狂倾泻下，一队战士整齐划一地站在前方，所有人脸色坚毅，眼眸中充斥着视死如归的表情。为了联邦，为了人民，他们悍不畏死，语气铿锵地开口道：“独生子的初恋，年龄最小的初恋。”林国栋目视这群人鼻子发酸，接着颤抖着开口道：“然而却无人出列，他们都是一群英雄，都愿意选择自己执行这次必死的任务。最后有3位战士被选中，你们都是联邦的英雄。”林国栋强忍着哭腔开口道，亲自替他们穿上了防护服，随即敬了个礼，身后所有人皆是如此。3位战士穿着厚重的防护服，隔着眼罩看向前方，随即敬了个礼，然后头也不回地进入了核反应堆。林国栋等人很是难受，强忍着眼泪，他们很清楚，这3位战士此次一去，很可能就是永别了。随即3人深入核反应堆深处，准备手动关闭。不过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堵厚重的铁门拦住了去路，而且上面的核辐射已经达到了骇人的100倍。而这3位战士也开始咳血，为了联邦，为了人民，他们完全靠个人的钢铁般意志在坚持着。3人并作一人，互相扶持，直接伸手去推那铁门，瞬间皮肤绽开，鲜血淋漓。外面看到这一幕，杜老等人也是一脸悲怆，但成败在此一举。片刻后，奇迹终究没有发生，3位战士支撑不住了，接二连三有人倒下，落入水中。这一幕让杜老等人都哭泣了，但更大的危机还在等着他们。若是不能推开铁门，他们将无法关闭核反应堆。最后只剩下1位战士了，他呼吸艰难，干脆摘下了防护服的头盔。此刻的他不停吐鲜血，身体机能遭受到了巨大的破坏，随时都可能死去。对不起，我愧对联邦，愧对人民。那位战士艰难地开口道，忍受着非人的剧痛，眼泪滚落而下，话语还未说完便昏倒在地。这一刻，全联邦的人都在哭泣。林国栋，你个王八蛋！我通过视频看到这一幕，顿时怒不可遏，随即直接拨通了苏兰的电话，让他马上过来接我。小峰，你要去哪？姐姐夏诗柔有些焦急，而我没有理会，只是挥了挥小手，直接钻进了红旗车的副驾。此时林国栋脸色悲怆，看向前方的核反应堆。就在这时，苏兰带着我赶来了。林国栋看到后顿时皱眉不已，当下他就想质问苏兰，可我跳下车后直接冲了过去，然后借力高高跃起，直接伸出小手捶了林国栋一拳。刹那间四周的人都惊了，不过好在他们都认识我，知道我是山城的灭火英雄，所以只是感到疑惑，这林国栋怎么招惹到小天才了？林国栋，你怎么回事？核电站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情，竟然都不通知我一声，若是告诉我，那3位战士岂会死在里面？这是什么话？我就算告诉了你又有何用？面对核灾害，人类太过渺小了。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没再说话，随即朝着远处的临时指挥所走去。唐风，你怎么来了？杜老看到我后顿时有些吃惊，让我进去吧。杜爷爷，胡闹！随着此话一出，杜老和林国栋同时坚决反对。你这不是去送死吗？核辐射就目前科技来说，没有人能做到完全防护，你更是联邦的栋梁之才，不能有闪失。相信我，我据理力争，严称自己有办法。不信我，难道要继续派人进去送死吗？我真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让我进去吧。林国栋脸色纠结，嘴唇不断张合，他还是想劝诫我放弃，不过我拒绝了。随即我直接朝前方走去，准备通过坍塌的裂缝钻进去。望着我的身影，众人沉默不语。他才10岁啊，救北城机场，灭山城山火，如今悍不畏死奔赴核反应堆，让人动容。诸多媒体也是实时报道，很是凝重。西方媒体也是一阵沉默，随即表达了最为真诚的敬意。他们对我这位10岁天才很是敬佩，当得起一国之魂。姐姐夏诗柔通过视频看到这一幕，顿时哭得撕心裂肺。都弄得这么悲情干嘛？给我准备一份韭菜盒子，我出来后吃，记住多加辣条。站在裂缝外，我突然回头，隔着头盔大声笑道。这一幕瞬间让人泪奔，这个小鬼真是让人讨厌。苏兰早已哭成了泪人，他知道我此次一去是要用生命关闭核反应堆啊。林国栋等人也是彻底崩溃了，不愿意继续看下去。这一刻注定是联邦的巨大灾难，他们很有可能失去一位联邦的栋梁之才。杜劳也是暗自落泪，哭得像个小孩子。全国的人也是如此。核反应堆内冷却系统彻底失效，冷却水源已经淹没1米多深了。我穿着厚重的防护服直接跳了进去，借助头灯慢慢朝前方游去，随即直接启动了纳米生化防护服，否则我肯定完蛋。饶是如此，刚才的那一瞬间，我也觉得有些头晕，核辐射检测器不停鸣叫，没过多久就已经超标快上千倍了。随即我连忙汇报外面，让他们赶紧撤离。核反应堆温度在持续升高，谁也不知道何时会崩塌。倒是千块一出，神仙来了都无救。随后我继续往前游去，很快便来到了铁桥上，看到了那3位昏倒的战士。我顿足原地，接着向他们致敬了3秒，然后继续深入，很快就看到了阻拦前路的巨大铁门。巨大的铁门卡在了核反应堆上，难以将其推开，而且不能动用蛮力，否则很容易造成核反应堆颤动，加速里面的压强爆炸。唐凤，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杜老颤抖着拿起对讲机，你进去没多久，虽然结局还是注定了，但至少还能活几年，只是会忍受巨大的折磨，但总比马上死去要强。我沉默不语，环视了一眼四周，发现下方有一处空隙，凭借我瘦削的身躯应该可以挤过去，但代价就是要用血肉之躯完全接触核辐射。此时我也不知道纳米生化防护服能不能完全隔离，但必须赌一把。随即我深呼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摘下了头盔，并且开始褪去厚重的防护服。这一幕直接让临时指挥所炸，他要干嘛？你疯了！唐凤，我命令你马上出来！杜劳等人一脸震惊，脱掉防护服以血肉之躯接触核反应堆，那样的痛苦根本无法用言语形容。林国栋见状也是直接冲了出去，他要穿防护服亲自进去将我拉出来，可惜已经晚了。我彻底脱掉了厚重的防护服，若不是里面视线太过暗淡，外面的人肯定会发现这一幕。此刻我的肌肤在不停变化，有一层黑色的东西在扭动，那是无数纳米机器人在形成保护层，从而隔绝外面的核辐射。我能明确感受到自己没有遭受任何辐射，就是不知晓紧密接触核反应堆有没有效果了。随即我在无数人疯狂的咆哮下直接跳了下去，然后用身躯去摩擦，摄像头
头瞬间失效，临时指挥所失去了所有联系，顿时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在颤抖。片刻后，杜老颤抖着开口道，整个身躯都在摇晃，若不是有人及时搀扶，他将跌倒在地。下一秒，一道巨大的声音响起，赫然是核反应堆被关闭了，但却没有人欢呼。全国也是如此，因为他们的10岁天才联邦英雄唐风离他满腹。小风，夏诗柔看到后，撕心裂肺的哀嚎，随即彻底昏厥过去。夏氏夫妇也是痛心疾首，一脸呆滞的说不出话来了。他才10岁啊！核电站，所有人全都走向了核反应堆，随即全部垂头默哀。核电站，林国栋等人站在核反应堆外，一脸悲怆，泪水都早已哭干了。今天的损失太过巨大，无法估量。他们10岁的天才少年，联邦未来的栋梁之才，唐风为国捐躯了！砰砰砰，为唐风小英雄致敬！身后一队武装战士大吼，全都携着朝半空鸣枪，恭送唐风先逝。全联邦无数人泪奔。这一刻，没人将唐风当成10岁的天才，而是将其当做了全联邦的孩子。夏父夏母也是第一时间被接走，急速飞往北城。他们作为唐风的亲属，必须得到优待。上层得到汇报后，也是久久不能言语，随即传话下去，要以国事葬礼对待唐风，并且授予联邦爱国者勋章，追封其家庭为荣誉家庭，享受联邦最高资格的待遇。可这些都没用，还不回唐风的生命。西方外网也是沉寂一片，对唐风送上了最为高贵的赞词。所有为了各自联邦牺牲的人，都是值得歌颂的。这一刻，他们放下了对唐风的嫉妒。扑通！就在这时，前方的核反应堆突然传来了一道声响，随即一道瘦削的身影缓缓出现。他用尽了吃奶的力气，扛着一位战士的身躯爬了出来。哗！刹那间，全都在垂头默哀的人懵逼了，随即疯狂无比。唐风没死。林国栋狠狠地揉搓了一下双眼，感到难以置信和震动。一旁的杜老也是如此，毕竟那里面的核辐射可是严重超标，而且唐风还以血肉之躯紧密接触核反应堆，就算是超人也要嗝屁。他才10岁，却能爆发出滔天的意志，在倒下的那一刻关闭核反应堆，已经让人佩服了。结果他竟然没有死去，活着爬了出来。天啊，是唐风！下一秒，人群沸腾了，他们看清了那道瘦削的身影。镜头下，他浑身是血，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战士的。他咬牙切齿，用尽全身力气，扛着比他高大许多的身躯往外爬。1次、2次、3次，当他将3具战士的身体扛出来的时候，他看着众人笑了笑，随即彻底昏厥在地。唐风太累了，快！医护人员！直到现在，众人才反应过来。随即林国栋猛地冲了过去，顾不上四周的核辐射。他们看着浑身是血的唐风，再次哭了。这个小小的少年承担了太多。紧接着，一队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走来，直接将唐风和几个战士抬上了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唐风没死，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不过喜极过后，再次陷入了悲怆。毕竟唐风在核反应堆内待了很久，还以血肉之躯接触反应堆，已经早已超标了。就算现在还活着，估计也活不了多久，而且将会在无尽的痛苦下逝去。不惜一切代价，哪怕动用全国的资源，也要让唐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平静度过。杜老清醒过来后，浑浊的双眼闪烁泪花，语气铿锵道：“他会直接请求龙国高层，请求动用最高级的资源。”北城人民医院外面早已站满了主治医生和护士，全都一脸感动。虽然此刻的唐风就是一具行走的核辐射载体，但他却是联邦的英雄，没有人会惧怕，而且以此为荣。医院四周也围聚了众多人群，全都是来看望唐风的，更有人直接跪倒在地，祈求上天不要如此无情，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唐风平安无事。片刻后，救护车火速赶来，等候的医生等人连忙跑了过去，然后将唐风紧急推往重度监护室，并且疏散了人群。随即有专业人员立刻赶来，进行每一寸地方的防护，隔绝核辐射。联邦高层得知唐风没死后，也是很震惊，随即喜悦无比。当下有高层想连夜乘坐专机赶往北城，要去看望这位联邦的小英雄，不过他们被阻止了，因为唐风现在的情况很严重，还未苏醒过来，过去了也无用，况且那边核辐射超标，还未完全控制下来，太过冒险。不过这位高层态度很是坚决，英雄悍不畏死，他们躲在舒适的地方成何体统，绝不能让英雄寒了心。北城市人民医院重度监护室内，凡是进去的人员都是自愿的。不过很快他们就震惊了，因为唐风身上的确带有核辐射，但身体却并未遭受重创，这让他们感到难以置信。同时更加骇人的一幕出现了，因为他们看到唐风的肌肤在蠕动，有一层黑乎乎的东西浮现而出，他好像并未遭受核辐射。唐风并未遭受核辐射，这一发现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医护人员，而且他们还发现唐风之所以昏厥了，并不是被辐射所重创，纯粹是因为精疲力尽了。此刻有人正在给他吊盐水，更让他们震惊的是，
其肌肤表层涌现出的一股股黑色物质。曾有人拿手术刀去触碰了一下，那东西没有攻击性，但具有保护性。这是什么？他们很是不解，实在是超出了他们的专业认知。随即主治医生连忙走了出去，要将此事汇报给特殊部门。你说什么？走廊外，杜老被众人搀扶着，他听到汇报后顿时惊愕不已。这显然是不科学的，毕竟核反应堆里面辐射数值严重超标。那3位战士就是列子、唐风同样深入其中，还褪下了防护服，以血肉之躯和反应堆亲密接触。如今却告知他们，并未遭受核辐射，这不亚于死人原地复活了。表层覆盖的黑色有机体。下一秒，杜老再次震惊，随即顾不上这么多，穿着防护服就走了进去。当他看到床上躺着的唐风，其肌肤涌动的那层黑色有机体后，瞬间脸色大变。他是物理学泰斗，自然知晓那是什么东西。纳米有机体就是他保护了唐风，完全隔绝了核辐射。这一现象让杜老为之动容，苍老的身躯都在颤抖。不过唐风还处于昏厥状态，一切原因都要等他苏醒了才知道。随即杜老颤巍巍地走了过去，想要研究覆盖在唐风身上的纳米有机体。与此同时，他也将这件事情汇报了上去，引得龙科院震惊不已，当下就乘坐专机连夜赶来。纳米技术运用到了如此程度，世间罕见，甚至绝无仅有。这位小小的10岁天才，到底还隐藏了多少秘密和惊喜？市人民医院也被全线封锁，禁止任何媒体进来报道。2个多小时后，专机抵达北城机场，随即一群龙科院院士直接坐车火速赶来，重度监护室内，一群老家伙围聚在唐风身旁，不时查看其身上的纳米有机体，一个个都为之震撼疯狂。天哪！虽然目前人类早已发明出了纳米技术，但掌握的还很狭窄，根本无法大面积应用。唐风身上的这套纳米防护服，其技术至少领先了世界科技几10年啊！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一群人很是不解，毕竟他才10岁啊，而且纳米技术属于超科技领域，就算雄鹰国也是很多年没有突破了。这唐风给他们的震惊太多了，一个 IQ 高达188的超级天才，初步展现于计算机领域，后又在物理方面崭露头角，发明出了固态水晶灭火技术，如今更是发明出了纳米防护服，将其运用到了极致，太可怕了！他简直刷新了人类对于天才的固有认知，这一点杜老深有体会。别看他是物理学泰斗，但让他去研究其余领域，不见得会成功。要不要抽血切片研究研究？就在这时，有一位疯狂的院士嘀咕道，顿时引得无数人愤怒指责，这简直就是胡闹。毕竟爱因斯坦去世后，就有人将其大脑切开研究，最后屁结果都没有。而且唐风可是联邦的英雄，谁敢做这种事，不怕被全联邦唾弃死？最后以杜老为首，直接汇报了上层，选择封锁这一发现。具体事情等唐风清醒过来再说。夏父夏母等人得知唐风没死后，也是长松口气，不过身躯依旧发软。他们内心发誓，等这次事件过后，一定要好好陪在他的身边，让其快乐地度过剩余日子，并且不会让他再如此冒险了。他终究还是个10岁的孩子啊。2天后，唐风终于清醒了，这让守在一旁的护士很是激动，当下跑出去汇报。一时间，杜老等人全都涌了进来。他们并未提纳米防护服一事，毕竟那样太不厚道了。如今之计是让唐风先恢复，以后再说。唐风虽说没有遭受核辐射，但还是被强制住院了一段时间。1个星期后，确定身体各项机能都恢复正常，才被放行。老旧小区，夏父夏母看到唐风回来后，顿时热泪盈眶，直接冲过去将其紧紧抱在怀里。一旁的夏诗柔也是几度哽咽，他们不想要什么联邦英雄，只想看到唐风平平安安的长大。3天后，苏兰上门来了，夏父夏母并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只知晓其是唐风的班主任。爸爸妈妈，老姐，我出去一趟。唐风知晓苏兰前来的目的，当下朝夏诗柔等人打了个招呼，然后跟随苏兰离开了小区。他昏迷的那段时间，纳米生化防护服肯定被别人看到了。对于杜老等人并未马上询问，他也感到很是暖心。特殊处理部门，当唐风过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一脸恭敬地朝他敬礼。别看他只是个10岁的小孩子，但却是联邦的英雄。没有他悍不畏死地进入核反应堆，就没有现在的北城，方圆数百公里都将化为禁区。会议室内，欢迎我们的英雄回归！林国栋等人齐刷刷地站了起来，全都看向唐风，恭敬道。鼓掌声此起彼伏。杜老在京都等你。随即林国栋开口道，亲自将唐风护送到了专机上。纳米技术事关最高机密，整个部门也就他知道一点点。魔都龙科院，随着唐风现身，四周的人全都沸腾了。这位可是他们龙国的英雄，他们全都对其无比尊敬，目视他进入院落深处。你来了！杜老等人早已等候在此，看到唐风后，一个个老家伙纷纷上前，激动地与唐风握手道。随即一群人围着会议桌坐下。
你们是想询问关于纳米生化防护服的事情吧？唐风端坐椅子上，看着一群老者眼巴巴地望着他，当下有些哭笑不得地开口道。一时间，所有人皆齐刷刷地点了点头，显得很是饥渴。毕竟能将纳米技术运用到如此境地，简直领先了全世界几十年啊！而这竟然是一个10岁小孩子弄出来的，着实让他们这批教授级人物感到汗颜。就在这时，系统冰冷的提示音突兀响起，这让唐风愣住了。叮，支线任务启动，选择1，将纳米技术赠送给联邦，获得奖励第6代隐形战机技术。选择2，拒绝将纳米技术赠送给联邦，获得奖励现金1个亿。随即他想都没想就做出了决定，再次无条件将纳米技术赠送给了联邦。在场中人，除了杜老稍微淡定点外，其余人全都很是震惊。毕竟这种纳米技术交与不交，他们都没有权利过问。而且若是换做其余人，肯定就注册专利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因为这种科技一旦推广出去，世界首富的位置唾手可得。唐风虽然只有10岁，但这种胸怀无不让人感到钦佩。3天后，联邦高层下令赐予了唐风爱国者勋章，本人及家庭都将永久享受最高待遇，赐予龙科院最为年轻的院士称号。随即在魔都广场下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以此来表彰他对联邦、对人民做出的贡献。北城也做出了表率，奖励唐风家庭一栋崭新的别墅以及数十万奖金。没有人会嫉妒，因为这是唐风该得的。西方外网也是进行了报道，对唐风表达了最真诚的敬意。他们不知晓唐风没有遭受核辐射的事情，还以为他活不了多久了，随即对唐风进行了招纳。他们以最为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待遇为诚意，并且雄鹰国的科技是最为发达的。唐风若是能来进修，成就会远比在龙国来得大。一时间，引得龙国联邦的人很是愤怒和担忧。毕竟这不是没有先例，曾有龙科院教授跳槽，接受采访时说道：“别人开出10倍年薪，我为何不走？我虽然是搞科研的，但我也要养家糊口。”对此，唐风表示：“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我在联邦过得很好。”瞬间引得无数人赞赏不已，这才是他们联邦的魂。即使唐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但西方外网依旧没有放弃对他的招纳，因为他们觉得龙国隐藏了许多秘密，尤其是唐风。别看他只有10岁，但 IQ 高达188。不说此次北城的核电站事故，山城灭火就很离谱。他们曾仔细研究过泄露出来的灭火视频，绝对没有半点造假，这让他们感到震撼。毕竟漫天火焰，顷刻间就被覆灭，太过诡异了。数日后，门萨俱乐部向唐风发来了邀请函。这是一个神秘的社团，以接收高智商人才而出名。凡是能进去的 ，IQ 最少都是140，全球99%的人都无这个资格。不过唐风拒绝了，按他的话来说，这组织没鸟用。一时间，这让西方外网很是尴尬。随即，门萨俱乐部也发表了声明 ：IQ 188的确让人震撼，远超爱因斯坦等人，但天才终究也是人。随即表示，门萨俱乐部的各种优点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培养提升智商。言下之意就是，你唐风也算不了什么。对此，唐风回对道：“努力有用的话，还要天才干嘛？”北城育才小学特殊处理部门早已向校长那边打过招呼了，告知了他们唐风并未遭受核辐射的事情，可以放心让其回归校园。当然，必须严格保密，因为联邦并不想让纳米技术泄露出去。老旧小区虽说北城奖励了夏父夏母一套别墅，不过他们并未搬过去，毕竟老宅才是根。唐风刚从医院回来那几天，每天都有无数人赶来看望这位小英雄，后面也渐渐趋于平静。不过这一天，林婉父母却来了，这让正在看电视的唐风吓了一跳，以为是自己上次欺负林婉的事情暴露了。不过好在他们此行目的不是这个，这也让唐风松了口气。但下一秒他直接懵逼了，因为他偷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林婉老妈竟然笑着建议让林婉和唐风订个娃娃亲。一时间，这让唐风不知道是该高兴呢还是沮丧。虽说和林婉订娃娃亲，他也很高兴，但我婚姻大事就这样被敲定了，不好吧？怎么着也要问问我的意见吧。年纪轻轻故作老成，该打。一旁的夏诗柔看到唐风的沉思的表情，当下伸手按了一下他的脑门道。最后，夏父夏母还是婉拒了，毕竟孩子现在还小，订娃娃亲太着急了，而且以后的事情谁说得准？后来也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林婉父母过后，有无数人纷纷赶来，都想把自己女儿和唐风订娃娃亲，这让夏父夏母很是无语，无奈之下只能言称唐风是他们家的童养婿。一时间，这让夏诗柔傻眼了，什么时候我成了弟弟的童养媳了？唐风则是笑得人仰马翻。与此同时，北城新娱媒体公司此刻的总编很是着急，因为全城人都知道，现在唐风就是热点，谁能给他开场独家专访，谁就能爆红。不过所有人都失败了，被夏父夏母直接谢绝，他们不想让唐风继续暴露在镁光灯下，求他们放过这个孩子。对了，江菲菲
下一秒，总编突然一拍脑门，想到了一个人。上次唐风能接受独家采访，就是这位实习生的功劳。当下他将其叫了进来。育才小学校门外，唐风刚刚背着书包跨出校门，一眼就看到了远处的江菲菲。对于这个美女，他是很有印象的，毕竟就是她第一个用奥特曼忽悠自己接受了采访。小姐姐找我。当下，唐风迈着小步伐走了过去，抬头问道。江菲菲看到唐风后，有些激动，不过很是犹豫，毕竟人家父母都说了，不要打扰她的正常生活。此次她着实难以开口。你是想找我采访吗？我可以答应你。唐风知道她的目的，因为最近没少人来问过爸妈啊。一时间，江菲菲很是震惊，她完全想不到自己什么都没说，唐风就答应了。为什么？因为你是光啊，若是不答应你，光就不会存在了。唐风调皮地眨了眨大眼睛道。唐风虽说接受了采访，但并未和江菲菲前往公司，毕竟答应了老妈，不会暴露在镁光灯下了。江菲菲对此也不介意，毕竟能答应采访就很高兴了。当下拿出手机，就在人行道上进行了一番简单的采访。回去后，总编虽说有些失望，但还是很激动，这也算是独家采访了。当下吩咐下去，让人开始剪辑，准备预热播报。江菲菲则是回到了工作台，打开电脑搜了一下，我们都会变成光，若是这世上没人相信光了，迪迦也就不会出现了。片刻后，江菲菲苦笑不得，原来唐风说的话是这个含义。老旧小区，夏父夏母看到了新于媒体播放的新闻，对此虽然皱了皱眉头，但还是释然了。他们内心很清楚，唐风这个孩子太过耀眼了，不可能完全压下去。不过他处理的也很好。距离北城核电站出事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唐风的校园生活也很平静，顺利的升入了6年级。3天后，西方外网发布了一段视频，瞬间引爆了全世界。雄鹰国经过多年的研究，终于发明出了第5代战机隐形技术，实现了巨大突破，这让全世界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因为目前科技格局来说，战机隐形技术将是未来的主流，谁能领先一小步，谁就能在未来的格局中占据绝对的优势。龙国也是第一时间下令，让龙科院抓紧时间研究，绝不能落后太久。这一次，北城特殊处理部门林国栋吸取了教训，也是立刻询问了唐风，想问问他对此有何看法，是否又会带给人惊喜。唐风听后摇了摇头，他的确获得了第6代战机隐形技术，但不会马上公布出来了，因为这会形成一种拔苗助长的趋势，会导致联邦科技就此中断。毕竟若是什么事都要靠它，那么谁还会努力呢？而且龙国最为全世界的大国之一，战机隐形技术一向并列前茅，第5代隐形技术一直在研究中，重压之下，相信要不了多久也会突破。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唐风不会出手，这一点杜老也很是认同。他在会上直接点名，我们不能什么事都指望唐风，自己也必须努力啊。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在杜老的带领下，龙科院便完成了突破，龙国也是成为继雄鹰国后第2个研究出第5代战机隐形技术的大国，这让唐风很是欣慰。澜沧市育才小学组织了一场野炊活动，地址就选择了澜沧市的森林公园内。森林公园占地很是宽广，也是目前联邦境内最大的没有开发过的原始森林地带，最深处更是有一座火山，誉为平顶火山，不过是一座死火，已经有上千年没有喷发过了，成为了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唐风站在森林下方，眺望向远处，风景更为秀丽。这时他突发奇想，想用黑科技手指推演，看看这平顶火山还会不会喷发。片刻后，唐风脸色大变，因为根据推演，他震惊地发现，这座1000多年都没喷发过的死火山，竟然有一定几率会爆发。具体时间目前还推演不出来，但绝不会很遥远了。一时间，唐风内心悚然，黑科技手指不会出错的。那么森林公园必须关闭，毕竟此地是联邦5A 级旅游禁区，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旅客前来游玩。一旦平顶火山爆发，那后果将难以想象。唐风，你在干嘛？就在这时，远处的林婉走了过来，他伸出小手在唐风眼前晃了晃。没什么。唐风从震惊中清醒过来，语气有些凝重地回应道，这件事无论如何也要通知一下林国栋，让他们带领专家前来查探一番。此次野炊是在几百公里外的澜沧市，育才小学预计是2天游玩时间，所以林国栋目前也无法通知林国栋，加上这种事肯定要当面详谈才行，而且黑科技手指也无法确定具体的爆发时间，只是有一定几率，也许是自己多虑了呢。老师让我们去捡点柴火。林婉咿呀道，直接拉着发呆的唐风就朝远处走去。森林公园有专门的野炊地方，所以不用担心会引起山火。巨大的杨树林立，叶子洒落一地，很是美丽。林婉，你知道吗？你妈妈想把你送给我当童养媳。一处山坡下，四野空旷无人。唐风看着面前的小妮子，突然坏笑道，他可没忽悠，的确是亲耳偷听到的。不可能。走在前方的林婉顿时转过身来，
一脸难以置信的回怼：“他妈妈才不会这样做呢！还有，谁想嫁给这个整天知道欺负自己的熊孩子？”唐风听后没有言语，脸上一直泛着笑。随即他小跑向一旁，摘取了一些花草，然后编成了一个花圈。我的小公主，气了！唐风走过去，直接将花圈套在了林婉的头上。女孩子就喜欢这种可爱的东西，这不，一个花圈就将其收拾得服服帖帖了。林婉没有言语，只是羞涩地低着头。她虽然只有10岁，但现在不比以往，各种资源都比较发达，学生也较为早熟。她不懂什么是爱，但知道自己有些喜欢唐风。就在她发呆的时候，唐风突然靠过去，一把抱住了她，引得尖叫不断：“你就是我的童养媳了，不信你回去问问你妈妈。”唐风坏笑道：“反正四野无人，而且他这也不算是欺负。”片刻后，唐风心里很是激动，看来自己以前天天带木瓜给他吃，也是小有成就了。等野炊结束后来我家，我有惊喜送给你。最后，唐风一脸坏笑道：“既然要实施女神养成计划，自然要开始甄别她的类型了，是乖巧型还是女王型。”为此，他悄悄使用夏诗柔的账号，在网上购买了一些萝莉服，这林婉穿上肯定好看。2天后，野炊结束，众人乘坐包车返回了北城。分别前，唐风不停对林婉眨眼睛，并且递了张纸条给她，随即背着书包朝家里跑去。明天他会想个办法把老姐支出去，然后让林婉过来。老旧小区，当唐风心情激动地返回来后，顿时傻眼了，随即一股不祥的预感在滋生，因为他看到老姐夏诗柔就这么坐在沙发上，此刻一脸怒意地瞪着他。嘿嘿，老姐这是咋了？当下，唐风一脸笑意的心虚道：“不知道发生了啥，这是你偷到我账号买的吧？”夏诗柔气得直咬牙，这熊孩子盗用自己账号也就算了，问题是你买的啥？当下他伸手戳了戳茶几上的快递，哦豁！刹那间，唐风脸色大变，随即都快哭了。天杀的快递员，不是叫你别这么热情，不要送货上门吗？现在好了，直接被老姐逮个正着。说说吧，你买这些来干嘛呀？好家伙，萝莉服、猫耳服、护士服、教师服，你玩大派对啊？我寻思着你也没这方面的癖好吧？想当女孩子啊？夏诗柔手中挥舞着苍蝇拍，这件事必须要弄清楚。这小子肯定没有心理障碍，否则也不会带木瓜给女同学吃了，所以排除了他自己穿的动机。难道？下一秒，夏诗柔脸色大变，随即唰的一声站了起来。你个臭小子，你该不会是想给林婉穿吧？夏诗柔更加气了，手中的苍蝇拍都在剧烈摇晃。上次给人家木瓜吃，人家父母就很生气了。虽说后面来提过娃娃亲一事，但显然说笑居多。如今这唐风还买这些服装给人家穿，打的是什么主意啊？别人也是才10岁的小女孩，屁大一点，思想邋遢。夏诗柔咬牙道：“今天非得好好教育教育这熊孩子。”老姐，你误会了，我是买给你的。唐风连忙解释道：“要是承认自己是给林婉穿的，爸妈不得削死他。屁大点年龄就玩得这么花里胡哨，估计又得被老爸安排生理知识讲课了。你觉得我会信？”夏诗柔听后，不停地挥舞手中的苍蝇拍。他承认自己喜欢汉服，但可没说喜欢萝莉服、猫耳服等，而且送给自己是几个意思？屁大点就知道调戏老姐了，该揍！最后唐风还是免不了一阵收拾。这下好了，原本想看看林婉以后适合走什么路线的计划也泡汤了。不过他最后也饱了一下眼福，夏诗柔从中挑选了一件水手服穿上，就是小了点，但将其身材完美的呈现了出来。这时候唐风才知道，原来自己老姐如此有料，失算了啊！而且还别说，自己老姐的确很漂亮，听说还是班上班花，追求的人蛮多的。嘿嘿，老姐你可是我的童养媳，别被其他人勾走了。一时间，唐风忍不住坏笑道。夏诗柔听后错愕了几下，随即黑着脸，又拿起了茶几上的苍蝇拍。万恶的臭弟弟，熊孩子，育才小学。这一天林婉都没理他，因为自己放他鸽子了，说好了那天下午来找他的。对此唐风也是无奈，没办法，被夏诗柔发现了，最后还被削了2顿。女孩子生气起来不管年龄大小，唐风也是没辙。放学后，他找到了苏兰，让其带他前往特殊处理部门，毕竟通过黑科技手指推演出平顶死火山有可能会爆发，必须让林国栋重视起来，最好派遣专业人员前去查探一番，杜绝后患。特殊处理部门会议室内，你可有证据？林国栋听闻后很是凝重，这事可开不得玩笑啊！他不可能光凭唐风一句话就大动干戈。你不相信我吗？唐风一脸认真地回应道。他是真不好解释啊，毕竟不能说我获得了系统吧，那样就真会被龙科院拉去抽血切片研究了，不是信不信的问题啊。林国栋很无奈，唐风这人他是知道的，虽然才10岁，但做事很认真，不会造假。但你单凭一个直觉告诉我平顶死火山也许会爆发，你让我怎么汇报？而且森林公园是澜沧市的重要经济来源，没有100%确认的情况下，
那边是不会同意关闭的。而且不单单是关闭森林公园，整个澜沧市都要进行全城疏散，这动作可就大了。要是到时候来个乌龙，这损失谁来承担？反正我话说这了，若是到时候真爆发了，可别怪我没通知过。最后，唐风也不想多说了，撂下这句话后便离去了。会议室内，苏兰等人都看向了林国栋。对于唐风的话，他们也不是不相信，但毕竟没有确切的证据，不好做出决定啊。先汇报上去吧。片刻后，林国栋开口道，随即拨通了电话。联邦高层听闻后也是很震惊，得知是唐风汇报后，他们也迟疑起来。一方面，唐风的确是个神通，不能以10岁来认知，但另一方面，他单凭一个直觉，未免有些太草率了。不过为了稳妥起见，他们还是通知了龙科院。他们得知后同样震惊不已，随即派出了地理学家，组成了专门的研究小组，前往了澜沧市平顶死火山。这火山都1000多年没有爆发了，每隔一段时间也会探查，不可能爆发啊！地理研究小组忍不住嘀咕道。他们承认唐风这位10岁神通的厉害，但在这件事上认为他太过多虑了。毕竟一个直觉就否定他们之前的科研查探结果，让人难以信服。不过上面下达了命令，他们还是要仔细查探一番。数日后，结果出来了，所有人都松了口气。这座死火山不存在爆发的可能性。唐风这位10岁天才第一次失算了。不过这也怪不得他，毕竟他终究只是个10岁孩子，看到火山这种危险存在，内心产生无限遐想和恐惧也是正常反应。北城，林国栋得到检测结果后也是放心下来，随即通知了唐风。唐风听闻后只是眉头皱了皱，黑科技手指不会出错，但具体时间还推演不出来。也许是他多虑了吧。这座死火山的确存在爆发的可能，但也许是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后。当下他也不再理会，而且此刻心情很是不错，因为夏诗柔告诉他，老妈打了一笔钱过来，让其周末的时候带他去魔都玩玩。魔都是国际化大都市，自然要比北城那座工业化城市好多了。因为年龄原因，唐风无法买票，所以两人只能乘坐大巴前来。虽说唐风是穿越而来，但这处平行世界的规划和原来的蓝星没有太大的差别。前世他就是魔都人，如今重回魔都，显得很是感慨。酒店，因为到达魔都后已经是下午了，所以必须得先将住所搞定。唐风上次将技术赠送给联邦，获得了奖励，就是魔都一套别墅。不过他并不打算过去，和夏诗柔同开一间房不好吗？虽然是自己老姐，但两人并无血缘关系，他是被收养的。对此，夏诗柔倒是没啥想法，毕竟唐风屁大一点，才10岁能懂什么？开好房间后，他便按照老妈的要求，带唐风好好逛逛。夜晚的魔都的确要比北城热闹多了，各种霓虹灯闪烁，很是漂亮。街边小吃也是让两人流连忘返。随即夏诗柔带着唐风前往了商场，准备给他买点新衣服。唐风作为联邦的英雄，也是很快被人认了出来。一时间无数人围观过来，纷纷与其合影留念，托他的福。两人购买东西都是没有花钱，毕竟唐风现在自带流量，是行走的摇钱树，谁家能和他沾点关系，那都不愁销量了。因为唐风太过耀眼，完全无法好好逛街了。一时间夏诗柔只好带着他返回了宾馆404号房。你先洗还是我先？夏诗柔活动了一下身躯，随即看向唐风道，老姐你不爱我了，以前你都帮我搓背，现在开始嫌弃我了。唐风坐在床沿上，一脸委屈地看向他道，这让夏诗柔满脑门黑线直冒。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因为爸妈常年在外打工，她是又当姐姐又当妈。但现在唐风都10岁了，多少都懂点事了，还让自己帮他，尤其是这次网上购买萝莉服，让他不得不忌惮。屁大点，就知道让女同学天天吃木瓜了，赶紧的，不然我削你了。最后，夏诗柔双手叉腰，恶狠狠地开口道。无奈之下，唐风长长的叹了口气，独自没落地走进了浴室。这种故作老成的模样，让夏诗柔哭笑不得。洗漱完后，夏诗柔直接关掉了电视和台灯，督促唐风乖乖睡觉。老姐，我能和你一起吗？人家怕怕。唐风眨着大眼睛，一脸害怕的嘀咕道，言称自己来到陌生的地方，晚上睡不着。这让夏诗柔忍不住直翻白眼，最后还是摆了摆手，答应了他的要求。一时间，唐风很是激动，光着脚丫就跑了过去。别尿床哈！夏诗柔威胁道。不过他很快就皱眉起来，因为他发现这熊孩子竟然死死地抱着他，怎么推都没用。回头一看，都开始打呼噜了，这让他极度无语，最后只能强忍着睡下了。澜沧市森林公园，虽说因为唐风的告诫，让联邦着实提心吊胆了一番，但最后检查下得出，死火山没有爆发的可能性，这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森林公园也将结果告知出去，让群众不用担心。夜幕，公园即将关闭，巡逻小队驱车开始四处检查，提醒还在里面的游客及时离开。就在这时，正在巡逻的小队突然感到一阵颤抖，周围的古树都在摇晃，甚至有许多液鸦啼叫。
动物奔腾，但他们并未太过在意，因为平顶地势原因，常年会发生一些地壳运动，导致地震出现，这是很常见的现象，而且很快就归为了平静，所以他们也没有上报。魔都游玩，唐风和夏诗柔一点都不开心，虽说白拿了很多东西，但全程都被无数人围堵，整得跟看动物园大猩猩一般。当下就提前返回了北城。虽说林国栋告诉他，地理专家前往平顶查探过了，死火山不会爆发，但唐风还是有些不放心，所以和学校请了半天假，独自一人坐车前往了澜沧市森林公园。唐风眺望远处的死火山，再次使用了黑科技手指。这一次，他整个人都震惊了，因为根据推演得知，这座死火山复苏爆发的几率大大增加了，但具体时间还是无法推演出来。平顶死火山爆发几率大增，这让唐风很是震撼。当下他连忙返回了北城，要将此事告知林国栋。特殊处理部门会议室内，你多虑了。林国栋听闻后并未有什么反应，反而劝解唐风道：毕竟龙科院那边已经派地理专家小组过去考核过了，平顶死火山不会爆发，而且唐风也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单纯就是直觉，这怎么能信？你都算是搞科研的了，怎么能迷信呢？林国栋没有在意，笑着欢送唐风出去。天才终究也是孩子嘛，想象力丰富，看到可怕的东西就会滋生出恐惧，很自然的现象。这让唐风很是无奈和愤怒。黑科技手指肯定不会出错的，但他又不能泄露出去，否则全世界都想抓他去研究。新宇媒体公司，这本是一家小公司，在业内不怎么出名，但因为2次拿到了唐风的独家采访，所以备受关注。此刻，唐风离开特殊处理部门后，便打车赶来了，顿时引起了轩然。你怎么来了？江菲菲得到消息后，连忙坐电梯赶了下来，在大厅休息室看到了唐风。话不多说，能为我马上召开一次发布会吗？唐风摆了摆手，现在情况危急，特殊处理部门无视了他的劝告，只能选择通过媒体告知众人了。至于大家信不信，他就不知道了，反正做到问心无愧就行。现在幸福来得太过突然，江菲菲觉得有些不太现实，直到唐风拧了一下他的讥讽，他才反应过来，随即连忙带着他上了15楼。总编收到通知后，直接下令停止了目前的所有工作，全力准备即将召开的发布会。他完全想不到，唐风这位10岁天才竟然主动找上门来了。各个部门的效率很快，瞬间就将唐风要召开发布会的事情通知了出去，顿时吸引了无数人观看。镁光灯下，诸多摄像头对准了唐风，一旁的江菲菲还是有些紧张，笑不露齿地看向唐风，等待他的发言。大家好，我是唐风，今天召开发布会主要是有一件事告诉大家，澜沧市森林公园内的死火山将在不久后爆发，希望澜沧市能严厉对待，最好关闭森林公园，并且进行全程疏散。片刻后，唐风一脸严肃地对着镜头道：具体原因他不能说，但再三告诫大家，此事绝不会有假。哗！随着此话一出，江菲菲等人全都惊骇不已，完全想不到唐风召开新闻发布会，竟然是说这件事。因为前段时间龙科院派遣地理专家前往澜沧市调查，他们都知道不是什么秘密了，结果也是那座死火山不会爆发，让大家不要造谣，闹起恐慌。可如今唐风竟然当着全联邦的面告知那座死火山会爆发，一时间让众人很是懵逼，不知道该相信谁了。电视机前的众多观众也是如此，不过还是有部分人选择相信唐风，毕竟他虽然只有10岁，但这段时间以来他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而且真若撒谎也对他没好处啊，犯不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另外一部分人对此嗤之以鼻，言称唐风的确厉害，是10岁神童，但他不可能连地理都精通吧，况且已经有专家小组仔细调查过了，确认死火山不会爆发，所以他们猜测该不会是这位10岁小神童飘了，被资本利益所捆绑进行的一场炒作。面对铺天盖地的议论声批评声，唐风不再言语。事已至此，他已经尽力了。如此巨大的动静自然引起了龙科院那边的抗拒，尤其是那群地理专家，毕竟唐风这么做无疑是在打他们脸。一时间他们也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严厉指责唐风的这种熊孩子行为，痛批他背后的炒作团队为了更大的利益简直连脸都不要了。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关闭森林公园，疏散全城，这得耗费多大的人力资源和经济损失。北城特殊处理部门，林国栋对此也头疼不已，这小子还真是熊孩子一个啊！上层命令他前去劝说唐风，并让其对外道歉，否定平顶死火山将要爆发的谣言。毕竟现在澜沧市舆论都快炸毛了，而且再过2天就是他们澜沧市1年1度的庆典。森林公园作为当地的摇钱树，将会举办丰盛的盛典。此次谣言无疑是让他们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一时间，唐风从之前的联邦英雄沦为了人人指责的熊孩子。对此，唐风只是冷笑连连，拒绝对外道歉，言称自己句句属实，并称
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那就随便你们好了，我溜了。只不过，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可不要来找我，这事和我唐风一分钱关系没有。唐风第一次感到了寒心，他觉得自己的确吃饱了没事做。网络上对此次事件吵得无比火热，有人认为应该选择相信唐风，虽说他只有10岁，但无论是山城大火还是核电站事件，他都处理得很好，不可能撒谎。也有人认为，就是因为他只有10岁，所以会犯下熊孩子事情，尤其是现在钱权社会，估计是被利益熏陶了。老旧小区夏父夏母对网络上指责唐风的人十分愤怒，他们不断对外回怼，言称自己孩子不会撒谎，但他们的反驳就如同大海中的浪花，很快就被各种各样的声音淹没了。甚至还有一些之前就看不惯唐风的激进分子跑来小区外闹事，公然指责唐风肯定是加入某个团队或者工会，为了更大的经济利益，脸都不要的带节奏，还造谣平顶死火山会爆发，太不负责了。还好特殊处理部门及时过来解决，才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哎，要不你小子还是对外发表一个道歉声明吧。林国栋对这次的事件感到很是头疼，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也蛮心疼唐风的，毕竟他才10岁，而且从之前的全网追捧到现在的漫天指责，换做谁都无法接受。不过这也是正常现象，因为一个人太火了就容易招黑，尤其是10岁属性的加持下，对此唐风直接拒绝了，他表示问心无愧。夏父夏母也对特殊处理部门表现出了剧烈的抵触。北城郊区，为了不让唐风受到影响，夏诗柔特地带他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出来散散心。诗柔，这就是你的那位弟弟吗？天啊，我竟然亲眼看到了小天才。夏诗柔在学校人缘不错，毕竟是校花级人物。此刻有许多朋友前来，而且他们都是唐风的忠实拥护者。唐哥，您大腿还缺挂件吗？一群年龄比唐风大很多的人纷纷围了过来，不断的打量着唐风，这让唐风很是无语。你们以为我是国宝吗？与此同时，他也在观察这些人，看谁对自己老姐图谋不轨。毕竟他与夏诗柔没有血缘关系，自己老姐这么漂亮，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可，这些人也知道唐风目前处境艰难，幼小的心灵可能遭到了打击，所以都识趣的没有提及网上的事情。之后一伙人组织了烧烤、野炊、玩游戏等活动，一伙人倒是玩得不亦乐乎。与此同时，几百公里外的澜沧市，今天是澜沧市1年1度的盛典活动，举办地就在森林公园，此刻热闹无比，有无数游客前来参观度假，更有大型的歌唱晚会和各种杂技表演。平顶死火山上方，嗡嗡嗡，直升机在低空盘旋，里面坐着诸多媒体记者，此刻在对着死火山跟进报道。死火山边缘，澜沧市负责人穿着花裤衩，他一手拿话筒，一手对着天空的直升机不停摇晃。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澜沧市，今天是1年1度的盛典活动，希望各位玩得尽兴。澜沧负责人神色激动说道，年度盛典会给澜沧市带来无数经济利益，所以他才会对唐风没有证据的预言感到愤怒。森林公园内的游客也是纷纷高举手中的酒瓶，不停地欢呼。我现在身处平顶死火山边缘，这是我们澜沧市的标志性景点。不过各位放心，它是一座死火山，上已经1000年没爆发过了，更何况前不久农科院的地理专家刚来仔细检查过，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保证这十分安全。所以网上那些熊孩子的言论，我们大可不必当真。某些人啊飘了，就让我们大度一些，原谅他好了。澜沧市负责人对着诸多摄像头开口道，语气有些阴阳怪气，顿时引得无数人尖叫，因为谁都知道他这是在嘲讽唐风。我们都知道唐风这位北城的10岁孩子，嘿嘿嘿，他是个天才无疑，也是联邦的英雄，但他毕竟是个孩子，人嘛总会犯错，更何况是个孩子，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过多嘲讽他，毕竟我们是成熟的大人，要学会包容。澜沧市负责人继续带节奏，瞬间将场上的气氛推到了极致。此次前来旅游度假的大部分都是网上的喷子键盘侠，他们根本不相信唐风的预测。到最后，澜沧市负责人更是在火山口跳起了骑马舞的舞蹈，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这座火山不会喷发。就在这时，地面突然剧烈的颤抖起来，有许多飞禽走兽躁动不安，从林子里窜了出来，不停地飞走或是逃跑。但因为现场氛围太过火热，完全将这些异动给掩盖了。就算有人发现了，也只当作是当地的节目，甚至还去逗弄那些小动物。毕竟澜沧市地理位置的原因，经常会出现轻微的小震动。唐风啊，10岁的小天才，我真诚地邀请你来参加我们的盛典活动，嘿嘿嘿，让你来看看他到底会不会。轰隆隆，就当澜沧市负责人对着摄像头隔空喊话唐风的时候，异变发生了。只见死火山突然剧烈颤抖起来，随即一股滔天的岩浆喷涌而出，瞬间将跳舞的某人淹没。轰隆，滚滚浓烟四起，伴随着火山灰，嗡嗡嗡，这是怎么回事？盘旋在低空的直升机里面的驾驶员看到这一幕直接吓傻了。随后
一股寒意瞬间他们的心里滋生而出。难不成死火山真如唐风所言爆发了？森林公园内，无数游客也是一片死寂。不过他们很快就再度欢呼起来，他们还以为这是盛典活动的惊喜，是澜沧特意安排的一场杂技表演，其目的就是为了讥讽唐风。联邦各地诸多新闻专栏，无数专家看到这一现象，也是如此认为，纷纷调叹澜沧真是会玩，而且这特效相当的不错啊，节目效果爆炸。按理说，接下来应该就是澜沧负责人突然出现，对着镜头疯狂欢呼，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不对劲，因为过了很久，澜沧市的负责人都没有出现，而且那座死火山颤抖得更加厉害了，无数飞禽鸣叫，诸多走兽窜入了人群中。这回人们才真慌了，轰隆隆，轰隆，隔着屏幕，大家都能清晰感受到森林公园在颤抖，火山上诸多碎石滚落，随即又是一股股岩浆喷涌而出。哗！看到这一幕，人群慌了，所有人都站了起来，脸色大变。这特么不是特效，也不是节目效果，是那座死火山真的复苏爆发了。澜沧市森林公园地面在剧烈的颤抖，死火山不停喷涌，岩浆伴随着火山灰冲天而起，如一朵蘑菇云般，瞬间遮蔽了巨大的天幕。无数火球弹射而出，朝着四面八方坠落下去。本是热闹的盛典，瞬间化为了火海地狱，无数人都傻眼了啊！救我！四面八方都是惨状，有人望着天空，直接被一颗火球砸中，瞬间化为火人，凄厉的在地上打滚惨叫。有人被冲撞过来的动物直接绊倒，在地上哭嚎。漫天火山灰洒落，带着炽热的高温，氧气瞬间被熄灭，引起了严重的窒息感。轰隆隆，上千年没有爆发过的火山，似乎被人们激起了怒火，狂暴而又炎热的气浪席卷着火焰，在空中飞舞。火山口周围的岩浆喷发，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地面在裂开，滚烫的岩浆窜了出来。远处澜沧市的情形也好不到哪去，街道上水泥路裂开，建筑在崩塌，无数火球坠落而下，砸到路边汽车上，往往就是一场爆炸。同时间，澜沧市的上百万人哀嚎，疯狂地开始逃命，而这一幕幕都通过直播放了出去，网上彻底沉默了，所有人都停止了争辩，全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原本只存于电影中的画面，如今在现实中出现，场面实在太可怕，用于拍摄的摄像头也是纷纷中断，无数人只能看到整座澜沧市都快被漫天的火山灰和岩浆吞没了。魔都龙科院会议室内，你们特么不是调查过了，确定那死火山不会爆发吗？现在谁来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联邦高层对此次意外事件表现得很是震怒，锐利的眼神恨不得把那些地理专家盯出个洞，更是质问他们：你们之前去调研检查的时候，是不是根本没细看？是不是出工不出力就走了个过场？对此，诸多地理专家也是纷纷喊冤，他们表示这种事情他们怎么敢敷衍？的确是认认真真的检查过了那座死火山，的确是不存在爆发的可能啊。可谁知道他真就爆了。这种解释让联邦高层越看越气，直接就摔门离去。事到如今，后悔也无用，特殊部门只能马上召开会议，商讨救援计策。于是第一时间，他们就将这批地理专家派遣到了澜沧市。澜沧市一处安全的会议室内，诸多当地高层汇聚一堂，所有人脸色都很难看。毕竟唐风早就发表过声明，言称平顶死火山会爆发，并让他们提前做好应对政策。可结果没人相信，杜老也是气得差点昏厥过去。当初他就是力挺唐风，但奈何别人更信任地理专家啊！如今看来，这些狗屁专家和专家还差不多，一群研究了地理几十年的人，还比不过一个10岁的熊孩子，简直搞笑。北城郊区，夏诗柔等人通过网络看到这一切，毕竟网上已经吵得无比沸腾了，众多网友纷纷刷屏，表示向唐风道歉。对此，唐风只是冷笑一声，随即叹息起来。他早就对外发了警告，尽力做了他身为一个孩子能做的全部，但却没有人相信。自大的后果就是如此。魔都龙科院联邦高层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此次澜沧火山爆发的救援计策。那批地理专家已经先行出发了，自己拉得详详，自己去擦。随行的还有联邦高层，直接接手澜沧当地大权，进行全城疏散等应急处理。如今最重要的是如何面对唐风。这位联邦的英雄在此次澜沧事件中不止一次地告诫众人，平顶死火山会爆发。可结果呢？没有人相信也就算了，他还被无数人谴责。有人甚至直言说他飘了，甚至还有人认为他是故意和澜沧市联合炒作。无论怎么说，唐风此次遭受了漫天谩骂，换做普通人都不一定能承受得下来这样的言论风暴，更何况他一个10岁的孩子，他幼小的心灵会不会留下阴影？你们说怎么办？联邦高层很是愧疚，有些发愁道。一时间，会议室的所有人都沉默了。这种事情他们没有经验，毕竟他们可是官方，何时又需要在意别人脸色？可是这次不行，还能怎么办？先去道歉吧。
最后，杜老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不满地看着一些人，这些人就是太过自大，选择了相信所谓的专家，又放任网络上的键盘侠攻击唐风，否则岂会发生这种事？唐风虽然只有10岁，但在物理领域的知识让他都感到佩服。毕竟发明的固态水晶球里面涵括的核聚变原理，给了他很大的灵感和方向。杜老是联邦的核弹之父，物理学泰斗，他的批评没人会反对。况且这件事的确是他们做错了，一时间全都纷纷附议。北城机场全场戒严，诸多特种部队站岗，禁止任何人进入，因为有从魔都过来的专机，里面是联邦重要的高层人员，此次特地前来，要亲自向唐风道歉。林国栋本想将唐风接到特殊处理部门，不过被高层拒绝了。联邦高层很明白，这次一定要登门道歉，才显得有诚意。老旧小区夏父夏母很是忐忑，毕竟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高层，竟然亲自到来，让他们很是慌乱。唐小友，这次是我们错了，我们代表联邦向你表达歉意，这次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一位龙国高层看向沙发上的唐风，一脸真诚道：“这声道歉，唐风担当得起。”沙发上，唐风看到这位大官后，内心虽然还是很气愤和寒心，但也是强笑着表达没事，毕竟联邦高层都亲自过来道歉了，他还能耍脾气不成？最后双方握手言和，只是谁都能看出来，唐风的笑比哭都还难看。全网也是纷纷道歉，承认之前误会唐风了，他是联邦真正的英雄。特殊处理部门，林国栋等人也是一脸愧疚，无言面对唐风，甚至他都私底下扇了自己几个耳光子。若是当初自己选择相信唐风，就不会发生澜沧市的惨剧了。唐风，对不起。随后，全部门的人都向唐风鞠了一躬。对此，唐风只是摆了摆手，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他此次前来就是配合特殊处理部门，研究如何解决澜沧火山爆发的事件。你们是脑子瓦特了？会议室内，唐风直接讥讽道，没有给林国栋等人留丝毫颜面。我之前给你们的固态灭火技术拿过去用啊。随即，唐风再次开口道，显得很是愤怒。尤其是魔都的龙科院，都是一群老糊涂了，派遣地理专家过去有个屁用，还不如多调遣一些消防队和紧急救援部队过去。此火山爆发已成定局，现在澜沧就是一片炼狱，化为了火焰山，不用固态水晶球还想啥呢？林国栋听闻后也是连忙反应过来，随即马上将解决办法汇报上去。最后，在几颗固态水晶球的使用下，澜沧市大火被彻底扑灭，此火山也停止了爆发，剩下的便是紧急救援，处理灾后事情。半个多月后，联邦媒体统一汇报了此次灾难的伤亡结果，整个龙国一片哀悼。魔都那边也为唐风准备了一场隆重的道歉仪式，不过被他直接拒绝了。现在的唐风已经幡然醒悟，表示自己就是个10岁孩子，的确不该过多暴露在镁光灯下。唐风的拒绝让联邦感到了悔意，他们觉得此次事件对唐风伤害太大了，的确不该再要求他做些什么了，甚至他没有像其余人对联邦感到失望而转投西方，就已经算是给面子了。虽说唐风没有前来，但道歉仪式还是如期举行，毕竟要给唐风一个交代，表示他们的决心和诚意。北城，杜老年岁已高，但还是坚持坐飞机前来。他和唐风畅谈了很久，就是想开导他，毕竟才10岁，本不该遭受如此伤害。小风啊，一个人厉害也终究是一个人的力量，不能让联邦对你过度产生依赖，否则他们就会变得不思进取了。这是杜老临走前对唐风的告诫。唐风明白杜老的意思，而且最近他也想了很多，有些事情他的确不该过多出手。虽说自己拥有系统可以获得超级黑科技，但每次出事都要让他帮忙。短时间来看科技是在进步，但长此以往就会让联邦对他产生依赖，科技研发就会中断，毕竟他一个人就能搞定了，其余人还研究什么？这一点西方就做得很好，他们也盛产天才，但从不会依赖天才，而是选择共同进步。再说了，唐风也是人，全世界每天都会有意外发生，他不是神，不可能每次出事都有时间和能应对的超科技。别想多了，你还是个孩子，你不是工具。这时，夏诗柔缓缓地走了过来，将唐风轻轻地揽入了怀里。此次澜沧事件也让他感到很寒心，毕竟唐风为了联邦付出了这么多，曾独自一人进入核反应堆，解救了无数人，但最后换来的是什么？他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啊！唐风闻言一愣，随后内心豁然开朗。对啊，我只是个孩子，我是人，我不是工具人。一时间，唐风彻底醒悟了，这世界还是要讲利益关系，做老好人是没好下场的，不然别人需要你时敬你为神明，不需要你时鄙视如垃圾。从今以后，他只做自己，就算有事故发生，他还是会出手，但不会当工具人了。就好比杜老的劝解，搞科研也是需要花钱的。唐风决定以后会成立自己的科技公司，将系统给予的超科技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自身强大起来，
才能去做更多的事情，才能让人给予你尊重。否则当老好人，当工具人，就算你付出再多，终究会被人认为是你理所应当的。沉默许久的西方外网也是针对此事发表了许多报道，其中他们就抓住了龙国将唐风当成工具人的做法，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拉拢示好。因为在西方，天才就该受到人的尊重，不应该菲薄批评，而且他们对天才也很是重视。举出列子，假如此次事件发生在西方，他们肯定会无条件听从唐风的告诫，从而杜绝澜沧事故。西方媒体的一系列操作也让龙国联邦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因为这件事上他们的确大错特错，而且能明显感觉到唐风在排斥他们。不过好在唐风并未对此发表意见，依旧坚持科学家是有国界的说法，让西方外网很是失望，但表示大门永远为唐风敞开。北城，唐风并未理会网络上的议论，他彻底回归了校园，回归了平静的生活，同特殊处理部门那边也很少联系了。林国栋也知晓对不住唐风，最后选择将苏兰调离回来，不再进行监管。林婉今天来我家玩啊。放学后，唐风背着书包追上了林婉，一脸笑意的开口道：老妈他们已经出去工作了，夏诗柔今天有事会很晚才回来，所以这是一个大好时机。不去。林婉摇了摇头，上次他就被放了鸽子，让他很不高兴。我给你准备了各种好看的洋娃娃。唐风不依不饶道，若是错过今天，就不知道何时才有机会了，必须将他忽悠过去。一听到有很多洋娃娃，林婉好看的小脸顿时纠结起来，最后还是点了点头。老旧小区，你先吃点水果。唐风让林婉在客厅等一会，随即他直接跑进了夏诗柔的房间，很快就在床底下找到了他之前购买的各种服饰。你不是说要给我洋娃娃吗？这些是什么？当林婉发现被忽悠后，顿时气得嘟嘴道。而且唐风给他的那些服饰虽然挺好看的，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毕竟他也才10岁，哪里知道 Casa， 你穿上就知道洋娃娃在哪了。唐风已经迫不及待看看小萝莉穿上这些衣服的模样，毕竟林婉可是他精挑细选出来的，要完成女神培养计划，现在就要看看他适合走什么路线。我才不要。林婉拿起了一件猫耳服，顿时羞涩地摇了摇头。他虽然只有10岁，但也看得出这些衣服不太对劲，加上之前被老妈讲解过一些小知识，他很快就明白了唐风的意思，和我妈妈说的一样，你毛都没长齐就知道欺负我。于是林婉嘟着嘴看向唐风道，显得很不高兴，这让唐风很是尴尬，内心不由得感慨，小丫头长大了，不好忽悠了啊。不过女神养成计划不可能就这样放弃了，其实这是买来送给我姐的，她马上要过生日了，我不知道她适合穿什么，所以就想拜托你试穿一下帮帮忙。想了想，唐风开始了大忽悠，并且许诺会带林婉去抓洋娃娃，他这才犹豫着答应了。随后就拿起这些衣服进入了夏诗柔的房间。嘎吱，片刻后，林婉穿着教师服走了出来。不过唐风摆了摆手，看来他不适合这种成熟风路线，换下一套。猫耳服不行，萝莉服不行。最后，当林婉穿着黑色的小恶魔装走出来时，唐风直接双眼一亮，那是一套带有暗黑风格的女王服，而且刚好合身，林婉穿起来格外惊艳，这让唐风忍不住咂舌。好家伙，完全想不到这妮子未来有女王属性，行了吗？林婉一脸扭捏，羞死人了，毕竟这套衣服太过成熟，让她很不适应，若是被爸妈看到，她就完蛋了。再等等可可。唐风摆了摆手，他还没欣赏够呢，简直绝了。林婉虽然只有10岁，但现在身高足足有1.4米了，以后肯定往1.6米7发展。大长腿，肤白貌美，加上他经常让其吃木瓜的缘故，身材那自然是可可。林婉也注意到了唐风的目光，这让他很不舒服，当下直接跑回了房间。哼，不和你好了。林婉出来后，直接瞪了唐风一眼，然后跑了。这妮子适合女王路线，那我得好好培养一下她的气质了。唐风也没阻拦林婉溜走，独自坐在沙发上傻笑道。随即他连忙跑向夏诗柔的房间，将床铺上的服饰整理好，否则被他发现那就麻烦了。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夏诗柔就回来了，正巧看到唐风从他房间里出来。你在干嘛？夏诗柔皱了皱眉头，看向唐风问道。这熊孩子熊主意一堆，准没干好事。当下他快速走进房间，查看一番，发现一切正常，不过他内心还是很疑惑。当他想继续追问的时候，却发现唐风已经溜走了。周末，唐风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当老好人和工具人。虽然他现在只有10岁，但也该为以后铺路了。于是，他准备注册一家科技公司，不过现在还太早了。当下任务是靠自己的努力赚钱，改善家里的生活。毕竟他之前帮助北城机场和山城火灾所获得的奖励都可以忽略不计，而且爸妈也不是那种爱占便宜的人，不愿意搬进联邦赠送的别墅内。按他们话说，不是自己赚的东西，用着不舒服，也不习惯那种大房子，多么朴实的思想。一想到夏父夏母，
唐风鼻尖就有些发酸。虽然他是被领养的，但是夏父视他如己出，将他当成亲儿子一样，从小吃穿都给予最好的，一度让夏诗柔很是嫉妒。他们文化都不高，只能在外省做些体力活赚钱。他记得自己的老爸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希望能有生之年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辆小车，这样就可以带全家出去旅游。奈何家里开销太大，而且他们一年也赚不了多少钱，所以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实施。想到这儿，一时间唐风下定了决心，准备给老爸一个惊喜。他有黑科技手指，拿去炒股再好不过了。不过在这之前，他得先搞点本金。最后，唐风选择了老本行，帮一些公司升级系统赚取佣金。然而，当他再次进入证券交易市场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看了过来。毕竟唐风之前曾宣布退股，如今又来了，这是否意味着他会有什么大动作？因为他之前初入股市，就凭借10几万赚了100多万，一度被人誉为龙国的小股神，连股神巴特都曾邀约他吃饭。证券交易市场自从唐风回归校园生活后，加上之前的蓝仓事件，网上就很少有关他的热点了。如今他再次回归股市，瞬间吸引了无数媒体记者，他们都很想知道唐风此次前来证券市场是否是想重新出山。如果是的话，那么明天的热搜就已经预定好了，你们不用费心思了。我的确是想炒股。看着围聚在身前的众人，唐风显得很无奈，直接摊牌。哗，这句话一出，一时间全网沸腾。之前宣布退股的小股神重新出山了，这一消息瞬间成为当天的热搜第一，并且讨论人数几秒破万，就连西方外网都参合了进来。他们还是抱着先前的态度，不认为唐风在股市上能有成就。毕竟龙国封锁了唐风发明了固态水晶球和纳米防护服的事情，否则西方外网绝对就不是这个态度了，估计会直接来抢人。毕竟所谓天才，不过是脑垂体发达，天生精通于某一领域罢了，这个限制不可能被打破。当然，唐风例外。为此，网上也是吵得不可开交。有人认为唐风之前是运气好，甚至不排除有暗箱操作，不相信唐风是所谓的股神。也有人认为唐风贵为 IQ 高达188的妖孽，精通计算机领域，股市上成功一次不代表次次成功，就当众人翘首以盼，想看看唐风此次会选择那只股票的时候，他却直接离去了，这让无数人感到不解。网上反驳他的人则感到很兴奋，认为自己的推测准确。上次他之所以能赚到100万，纯粹就是运气，此次肯定是怕了。然而唐风离去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使用了黑科技手指后，发现股市现在处于熊市期间，没有哪只股票是稳赚不赔的，这让他有些发愁。就在这时，系统冰冷的提示音突兀响起，叮，黑科技手指升级成功，叮，宿主可借此推演出未来半个月内将要发生的事情。熟悉的提示音让唐风直接愣住，随后便是狂喜。上次他推演平顶死火山，就是因为推演不出具体的爆发时间，导致死伤惨重。如今系统升级了，可以准确预测出半个月内发生的事情，岂不是相当于是神仙手段，预知未来啊？想想都让人疯狂，强忍激动，唐风连忙朝老旧小区的家跑去。你是不是又想炒股？回家后，夏诗柔直接看向唐风问道。炒股这玩意他不懂，但也知道和赌博没什么区别，稍微不注意就会跌入地狱。唐风虽说第一次炒股就赚了100多万，但正如网上争论的那番，这东西也许是运气呢。反正他是不怎么同意唐风玩这东西的，他爸妈也是如此。放心吧，老姐，我短期内是不会炒股的。对此，唐风快速的回应道，他都通过黑科技手指得知现在是熊市，谁炒谁是闹摊，我回房间喽。随即他跑回了房间，然后关门。黑科技手指，唐风盘坐在床上，直接使用了黑科技手指，想看看未来半个月内会发生什么事。几秒后，他脸色大变，因为根据推演得知，7天后，距离北城400多公里外的光城将会爆发大地震，而且还至少是4级以上的地震。这一推演让唐风很是震惊，4级以上的大地震，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恐怖程度不比澜沧的火山差。不过很快唐风就迟疑了，因为地震肯定是无法避免的，灾情过后，帐篷等物资需求量肯定会飙升。但问题就在于，他该什么时候将光城要爆发地震的事情通知出去？提前多久通知？这笔钱该不该赚？唐风陷入了沉思。片刻后，他下定了决心，决定后天就去公布这条消息。只不过，不知道这些人还信不信他的预言。念及至此，唐风直接离开了老旧小区。北城是一座工业化城市，最不缺的就是各种制造公司了。北城布料制作工坊，这是一家主要生产各种布料和帐篷的公司，但这个年代没人会大量需求这东西，加上很多人都喜欢进口货，导致效益年年降低，几近破产边缘。唐风虽然才10岁，但却是联邦的英雄，出了名的大网红。该工坊的老板见到他没有丝毫轻视的意思，不过得知他想要接手公司的时候，也是感到很诧异，毕竟工坊都快破产了，堆积的货物根本找不到卖家，
不过他也知道这位10岁的天才一向不按常理出牌，当下也没过问。说句实在话，他现在巴不得有人接手呢。最后在一番交涉下，他决定便宜出售公房，以友情价100多万打包卖给唐风。对此，唐风也没有丝毫意见，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计划会带来极其丰厚的回报。至于这100多万，他只能向爸妈打电话，让他们将之前炒股赚的钱先取出来用了。夏父夏母听闻后，虽然对唐风的行为有些疑惑，不过最终还是答应了。毕竟那100多万就是唐风赚的，虽然他这么小就学着创业做生意，难免让人觉得有些担忧，但他们想了想便释然了，因为他们的孩子似乎从来没让人失望过。不过唐风并未满足，这家工坊虽然规模还算可以，但远远无法满足地震后的需求，故此他再次和爸妈商量，想要继续扩大规模，所以想将北城赠送的那套别墅拿去银行抵押。这一次夏父夏母有些坐不住了，毕竟之前100多万也就算了，全当孩子拿去练练手，也没想着会赚钱，亏了也无所谓。但那套别墅是赠送的，他们一直没有搬过去，就是内心过意不去，觉得不是自己赚的，用着不舒服。爸妈，你们不用担心，我虽然才10岁，但我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吗？唐风苦口婆心解释半天，夏父夏母才同意了。况且那套别墅也是他拼命换来的，就算赔了他也没什么过意不去，而且房子不住放在那也是浪费，倒不如拿去抵押了，亏了还不是银行回收，也算是还给他们了。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这一次肯定不会亏。无奈之下，夏父夏母只好妥协了。随即他们返回了北城，代替唐风前往银行，将那套别墅抵押了500万出来。唐风拿着这500万继续扩大规模，又接连收购了2家作坊公司和1家快消品公司。这件事也很快被媒体得知了，网上再次沸腾起来。所有人都没想到唐风竟然没有炒股，而是选择了去创业。不过当众人得知唐风收购的公司后，全都愣住了。3家作坊公司，1家快消品，说实话在现在这个年头真没什么前途，否则那4家公司也不会濒临破产，最后贱卖了。一时间无数人都议论纷纷，觉得唐风这位10岁天才智商是很高，但经商却很下饭，此次创业多半要以失败而告终。对此唐风没有理会，而是请了2天假，一心扑在了作坊内。他许诺重金，让这些员工加班加点，不停生产布料和帐篷以及诸多快消品。与此同时，他悄悄地用黑科技手指将几台机器升了级，这样他生产出产品所需的成本降低了10%。5天后，光城就要爆发大地震了。唐风终于离开了作坊，前往了新娱媒体公司。镁光灯下，唐风面对诸多摄像头，一脸严肃地开口道：“大家好，我是唐风，今天我来通知大家，5天后光城将会爆发大地震，而且此次地震的等级将在4级以上。”此言一出，顿时引起了轩然。不过经历了上次澜沧事件后，几乎所有人对唐风的预言都深信不疑了。毕竟上次的火山事件太过玄妙，你说连地理专家都亲自前去查探过，确认不会爆发，但最后还是被疯狂打脸。几分钟后，唐风离开，此次预言也是很快便登上了热搜，并且热度一直在网上疯涨。西方外网见此也是横插一脚，他们表示对此感到很是好奇，他们接连发表声明，质疑唐风为何有这种神预测。这也是大多数网友的疑惑，毕竟上一次火山你可以用直觉来解释，那么第2次还是直觉，而且特喵的时间、强度等级都能预测出来，你以为你是人体地震仪？特殊处理部门会议室内，林国栋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召开了紧急会议。他们吸取了上次澜沧的教训，所以对于此次唐风的预测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就对高层进行了汇报。联邦高层对此也很震惊，侦测死火山会不会爆发，这存在难度，有不可预知的意外。但如今科技水平发达，提前预测地震还是能做到的。可地震局并未发现异常啊！诸多地理专家这次也学聪明了，表示他们也不知道咋回事，否则他们若说肯定不会发生地震，之后万一翻车，那到时不又得背锅了。不过联邦高层最后还是下达了指令，就按照唐风的告诫，提前进行了全程疏散，尽量将经济损失减小到最低。同时他们也苦笑起来，终于明白唐风为何要创业了，而且还是选择冷门的布料作坊。对此很多人对他的行为感到不满，联邦高层对此倒是表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以往来说，唐风是一个极度无私的人，无论是固态水晶球还是纳米技术，人家都是无偿捐献的。再者人家也够意思了，提前宣布光城要爆发大地震，若是他选择隐瞒，你们又能怎么样呢？难不成还要求他当老好人，当工具人把公司捐出来不成？他们配吗？光城此刻全程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疏散，诸多救援部队赶来，进行最大化的经济抢救。经过几天几夜的努力后，光城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如今就是等待地震的爆发。这一刻，全网都在关注着，想看看唐风此次的预测是否为真。
同时也有许多精明的商人知道了唐风创业的用意，也是疯狂的开始生产各种灾后物资，想要分一杯羹。但大部分人还是抱着观望态度，毕竟若是没有发生地震，那么他们就亏大了。说白了，他们还是没有彻底相信唐风。若是唐风拥有堪比预知未来的能力，他咋不上天呢？而且若真要发生地震，地震局肯定会有察觉的。北城，唐风告知光城将要爆发地震后，就没有再继续关注此事，而是将精力直接投入了作坊内。4家公司开始疯狂的生产，加上之前的存货，他估计承包半个光城都没问题。光城，晚上9点，全联邦甚至西方外网都在关注着。如今距离预测就只有几个小时了，预测的大地震还未爆发，甚至地震爆发前的任何征兆都没发生，这让无数人越发怀疑唐风的预测到底是不是真的。晚上11点，就当所有人都觉得唐风瞎预测，准备喷他时，异变突生，只见空无一人的光城突然剧烈颤抖起来。就在那电光火石之间，无数建筑开始摇晃崩塌。与此同时，地震局也是瞬间得到了讯息，光城果然爆发了地震，而且达到了6级，和唐风预测的一模一样。刹那间，全网死寂一片，所有人都傻眼了，随即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这唐风也太妖孽了吧！轰隆隆，光城爆发了大地震，最高级数一度达到6，堪称龙国数十年来最大的一次地理灾害，而且还是在夜间发生的。一时间，无数人都为之后怕和庆幸。若不是唐风提前预言此事并公布出来，恐怕此次光城损失惨重，联邦高层也是为之震惊不已，脊梁骨都在冒冷汗。还好他们这次吸取了教训，选择了相信唐风，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毕竟光城可是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大都市。随后不久，早已驻扎在光城附近的救援部队便紧急出发。虽说他们已经提前疏散了人群，但难不保会有不听话的闹摊留下来，必须要尽力做到零伤亡。同时，因为灾情缘故，光城上百万人也面临无家可归的地步，联邦也开始紧急调遣物资赶往光城。北城，唐风作坊生产的物资第一时间被预定而空，其他公司卖99块、100多块的物资盒，唐风这里却只要19块，便宜了将近5倍，直接打骨折。这件事情一经公布，网上无数人都对唐风大赞不已。之前有些说唐风发横财的人也是出来跪地道歉，毕竟在他们看来，唐风这是在亏钱做慈善，而他们之前居然还指责说他是在发灾难财，打不打脸？一群成年人连一个孩子的胸襟都没有，也因此唐风收获了国民小英雄的称号。与此同时，唐风也是偷着乐，因为黑科技手指，他的物资基本无成本，质量还高，既可以接近无偿援助灾区，同时又可以小赚一笔，岂不美滋滋？而那些跟随唐风的精明商人也是借此大赚了一笔，这让其余人很是后悔，只能眼睁睁看着人家赚得盆满钵满。与此同时，网络上唐风的风评也直接变了，那些跟风唐风的商人可没有黑科技手指，所以他们的物资价格都是正常的100-200。相对比之下，唐风19块的物资就显得极为可贵。但一想到之前一些人居然还在网上声讨唐风，许多网友自觉地道歉，并把那些骂过唐风的人挖了出来批斗。当然，还有一部分沙比说，既然唐风公司的物资价格已经降了这么多，那么为何不干脆降到底，免费送出去呢？当然，这种沙雕言论很快就被大部分网友喷飞了，沙比不需理会。魔都龙科院，关注此次光城大地震后，这些龙科院的科学家们对自己曾经信仰的科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所有人都在讨论唐风到底是如何做到精准预测地震的，毕竟这实在太过玄幻和妖孽了，简直变态。他们也是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唐风的这个直觉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难道世上真有超能力可以预知未来？还是说各位都相信这就是他所说的直觉？诸多院士对此感到难以置信，他们都是搞科研的，肯定不会选择迷信，但事实却又摆在眼前，他们无法用科学解释唐风的这个直觉。西方媒体对此也是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后通过门萨俱乐部的研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他们发表声明称，也许唐风这位10岁的天才少年，不单单是智商达到了188，他的大脑开发程度也是极其可怕的。随即他们借助一部超体科幻电影来做比喻，称当人的大脑完全开发的时候，他就不是人，而是神了。这一言论让全网关注此次事件的人都很是震撼，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虽说目前的科技发展得很快，人工智能、机器人都很强大，相比之下，人类的进化就很慢了。单单人体本身，人类都未研究透彻。譬如门萨俱乐部提及到的大脑开发程度，目前而言，人类大脑只开发了10%到15%左右，而其中代表智慧的左脑更是一丁点都没开发。如果真如这份声明所言，唐风的大脑开发程度远非常人，也不是没有可能。也许这就是他能预测未来的原因。一些神秘邪恶组织得知这个消息，更是偷偷的计划抓走唐风研究。对此，龙国联邦直接表明了态度，
声称谁若是敢打唐风的主意，就是与龙国联邦宣战。再说了，就算你把人家切片研究了，发现了什么东西，你就确定提取出来使用？龙国高层坚决的态度也是博得了国民的好感。发了，北城一切都如唐风预料那般，他此次的凭借黑科技手指成功赚取到了5000万，这让他很是激动。随后他直接将这4家作坊倒卖出去，毕竟他们已经没用了。老旧小区，夏父夏母也从外省赶了回来。他们虽然猜到唐风此次创业狂赚了一笔，但当听到具体数字后，也是惊讶的说不出话来。老爸，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唐风看向夏父，突然道：“对于这位养父，他是非常感激的。虽说自己是穿越而来，但若是没人收养，估计他就要成为史上第一个嗝屁的穿越者了。”小区外，当夏父看到眼前的小车后，先是震惊，随后喜极而泣。他虽然40多岁了，但还是难以控制激动、感动的心情，因为唐风竟然给他买了一辆好车，以后别买这么贵的东西了，要学会节俭。夏父嘴上这么说，手却已经摸上了车门，显得很是喜爱。一旁的老妈也很高兴，轻轻地将唐风搂在怀里，不住地说：“我们家风儿懂事了。”虽说老爸教育的是，但唐风此次可不会罢手，毕竟好不容易才赚了这么多钱，他肯定要好好奢侈一把。老爸老妈年龄也大了，为了养家糊口，都是常年在外省打工。如今有钱了，首先就要让他们辞职，开几个小店让他们管，享享清福，好好孝敬他们。随后，唐风将之前别墅抵押的钱还给了银行。不过老爸老妈他们还是不愿意搬离现在的小家，所以唐风也就放弃了买房的念头。况且他在魔都本来就有一套了，等以后长大了，再把老妈他们接过去住也不迟。之后，唐风带着老爸他们开始了疯狂购物，以前买不起、舍不得买的东西统统拿下，这让夏父夏母很感动。夏诗柔也是美滋滋，她现在读高中了，自然学着使用化妆品了。可惜以前家里不富裕，买不起好的，如今靠着老弟，她开心的拿到了自己馋了好久的化妆品。接下来的日子，夏父开着唐风送给他的车，带着一家人旅游了几天。不过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前往外地打工。按照他们话说，虽然现在有钱了，但他们还没太老，没事情干，不习惯。对此，唐风也是认真的点了点头，表示尊重父母的决定。育才小学，自从上次发现林婉适合走女王路线后，唐风就天天往这方面培养她，这让林婉很是害羞。不过还好这次没被他爸妈发现，否则又得告状了。去我家不？放学后，唐风提着书包追上了林婉，一脸坏笑道。林婉一脸的警惕，好看的眸子瞪了他一眼，这家伙又想忽悠我了。上次穿那种服饰，让他现在都没缓和过来，所以这次就算有洋娃娃他都不去。唐风撇撇嘴，很快就重整雄心，反正日子还长。嘿嘿嘿，老旧小区，嘎吱。当唐风推门进来的时候，竟然发现老姐夏诗柔不在，这让他很是疑惑。毕竟以往这个时间，他都会提前回来给自己准备饭菜的。老姐，唐风随手将书包往沙发上一扔，然后小声喊道。没人回应。可当唐风来到夏诗柔卧室的时候，他懵了，因为老姐在家，只不过他的脸颊布满红晕，目不转睛地看着笔记本电脑的屏幕，难道是在看学习资料？谁？卧室内，夏诗柔感受到了动静，立刻转身过来。当他发现是唐风回来后，俏脸上顿时浮现出了一抹羞意和恐慌，连忙啪的一声合上了笔记本。原来老姐你在家啊，看学习资料呢。唐风身为过来人，自然知道老姐在偷偷干什么。他装作什么都没看到的模样，招呼了一声便离开了夏诗柔的房间。但一出门，他内心却在偷笑，若是自己刚才没有眼花的话，老姐似乎在看不大的电影。天啊，想不到老姐夏诗柔竟然是这样的人，同道中人啊。卧室内，夏诗柔此刻一脸羞涩，身躯僵硬，有些紧张起来。她在纠结唐风到底有没有看到她在做什么，关键是这厮完全不能以常理看待。别看他才10岁，就已经学会忽悠女孩子，天天让人家吃木瓜了。念及至此，夏诗柔坐不住了，随即直接离开了卧室。她准备试探一下唐风，看看这熊孩子到底有没有看到他的小动作。客厅内，小风，你刚刚没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吧？夏诗柔出来后，扭捏地看向坐在沙发上的唐风问道。他的神情十分纠结，垂落的双手都忍不住纠缠在了一起。老姐，你不是在看学习资料吗？难道我看错了？唐风装作无辜，眨着大眼睛天真地问道。夏诗柔见此才放下了心，摸了摸唐风的头，尴尬地回道：呵呵，对，姐姐是在看学习资料。看着老姐一本正经地附和自己，唐风差点笑出声。不过他表面上依旧稳如老狗，表示下次也要和姐姐一起看学习资料。夏诗柔闻言脸上笑得更尴尬了。晚上，夏诗柔和以往大不相同，吃饭都心不在焉，而且也不看电视了，很早就回房休息。对此唐风心里清楚，估计是回去继续学习了。第二天，育才小学，
校门外，唐风。当唐风背着书包走出来的时候，早已等候的江菲菲连忙招手喊他。唐风之前预测了光城大地震，网上对此展开了激烈的探讨。如今唐风更是被列入神人的行列，所以诸多媒体公司都想邀约唐风进行一次独家专访。江菲菲就是被派出来找唐风说和的。你是想来采访我？唐风看到江菲菲后，顿时歪着脑袋问道。他今天不是很想去采访，新买的电脑上他刚下了几款游戏，还赶着回家玩呢，顺便再看看老姐还有没有偷看小视频，这可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你答应我吧，小风。这样吧，我们可以不去公司，你就让我单独采访一下，我给你做好吃的行吗？江菲菲也看得出今天的唐风没什么兴致，一脸撒娇的哀求道。没办法，总编那边逼得太急了，而且公司也承诺了，若是能采访到唐风，那么他就会升职加薪，他实在太难了。看到江菲菲都柔声细语的求自己了，唐风摸了摸头，对于这江菲菲他是很有好感的。第一次能接受他的采访，可不是因为啥迪迦奥特曼，单纯是觉得他长得很像自己初恋。如今看他撒娇的模样，简直能把人酥死。就是不知道将来要便宜哪个臭弟弟，要是爷再大个几岁，绝对追他。哼，答应我吗，小风风？江菲菲见唐风有些动摇，再次使用撒娇战术，并且将他揽入到了怀里，这让唐风直接懵逼了。这衣服真软，香大可可。好吧，最后唐风直接选择无条件投降，而且按照江菲菲的意思，应该是带他回家，还能吃到他亲手做的好吃的，美滋滋。江菲菲不是北城本地人，不过是在北城读的书，毕业后进入了媒体公司。他租住的地方也和唐风的房子一样，属于老旧小区，房子是一室一厅户型。小风，你先看会电视，茶几上有水果和糖块。江菲菲将唐风领进来后，招呼了他一声，就进入了卧室。他今天忙碌了一天，浑身都是汗，必须要洗个澡。哐！随着浴室门合拢的声音响起，沙发是唐风忍不住皱了皱眉。这算不算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按照小说剧本，沐浴完后肯定要发生一些美妙的事情，可惜他这万恶的熊孩子身啊！就当唐风心猿意马的时候，江菲菲沐浴完出来了，眼前的景象让他直呼来得直了。江菲菲一边用毛巾擦拭沾满水珠的秀发，一边对着他笑，完全不在意完美的身材呈现在他面前，这让唐风嘴角抽搐。这是完全没把我当男人看待啊！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江菲菲也知道这样穿着不太好，但想到唐风还是10岁小孩，也就算了，毕竟他就是个屁大点的孩子，除了聪明点还能干嘛？这房子是一户一厅，而且没有隔层，所以唐风坐在沙发上，稍微一转身就能看到在厨房里忙碌的江菲菲。此刻他正在炒菜，动作很是娴熟。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就穿了一件浴衣，肌肤如象牙般白皙，空气中到处弥漫着一股芳香。嘶！下一秒，唐风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江菲菲微微弯了一下身躯，顿时让唐风咳。唐风嘴角抽搐，年龄小也有小的好处，否则他也就不会看到这一幕幕的风景了。片刻后，江菲菲端着几个菜走了过来，她的俏脸上泛着尴尬的笑容。小风，我的厨艺一般，你将就着吃哈。对此，唐风也没在意，心想我又不是来吃饭的。但是吃了一口他就呆住了，这厨艺比老姐那厮好了几10倍。看着唐风狼吞虎咽的样子，江菲菲捂着嘴笑得很开心，边吃边聊。这还是唐风第一次和江菲菲单独相处这么久。同时，唐风还获得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江菲菲目前还没有男朋友，而且从未谈过恋爱，这简直绝了。不过可惜了，她肯定不愿意接受姐弟恋，不过也可以尝试就是了。可，哗啦，吃完饭收拾完，江菲菲将阳台的窗帘拉开，让房间显得明亮些。随即她取出了手机，准备开始采访唐风。此次采访的内容主要还是围绕为何他能预知到澜沧和光城会发生灾难，是否如门萨俱乐部所言那般，他的大脑开发的太强了。毕竟现在网上就这2个问题都快吵翻天了。呵呵，对这件事我只能说他们想多了，人类的大脑哪有那么容易开发？就拿某因斯坦来说，他被切片后，结果还发现他的大脑比普通人开发的还弱呢。唐风有些哭笑不得地回道，他之所以能预知未来，纯粹是借助了黑科技手指。当然了，这东西他肯定不会说出来。最后他只好直接编造了一个谎言，声称自己在晚上做了个梦，其中就包括这几次灾害。一个梦预测到光城要爆发大地震，江菲菲觉得这也太玄乎了。不过看唐风一脸真诚的模样，似乎也没撒谎。随后他收起了手机，结束了采访。临走的时候，唐风还加了他的扣。老旧小区，当唐风回来的时候，夏诗柔也没有问他去哪里了，看来他还处于尴尬中，毕竟偷偷看小视频还差点被弟弟发现，那是很羞人的事情。唐风洗了个澡便回房休息了。躺在床上，唐风掏出了最新款的智能手机，这也是赚了钱后爸妈特许他买的。秋，
发给江菲菲一个表情后，那边很快就回了：小峰，这么晚了还不睡吗？江菲菲发了一句消息过来，后面还配了一个笑脸表情包。小峰在想菲菲姐。唐风看到江菲菲的消息后，小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坏笑，随即回应道，接着又发了一个奸笑的表情包过去。熊孩子，不学好。江菲菲看到后，顿时有些无语，随即哭笑着回应，因为她能接连采访到唐风，所以在公司里的地位爬得很高，自然会引起许多人的嫉妒。加上她比较单纯，所以没少受到欺负，就算有些男性好友，也是在馋她的身子，因此她很少和别人聊天。今晚也是破天荒和一个10岁孩子聊了起来，并且吐露了心声，吐槽工作有多糟心。菲菲姐不怕，有小峰在，小峰会保护你的，么么哒。W， 菲菲姐早点睡，对皮肤好，晚安。唐风发完最后一句话后，便直接将手机丢到了一旁。对付江菲菲这种女孩子，必须要学会欲擒故纵，前世她这一套玩得老溜了。果不其然，此刻的江菲菲有些错愕，心脏都在剧烈的跳动。这熊孩子似乎是在撩自己，一时间，这让江菲菲有些哭笑不得。自己竟然沦落到被一个10岁孩子撩拨了吗？不过他也承认，唐风虽说才10岁，但无论是性格还是能力都让人佩服。可惜了，他终究还是个小屁孩，若是再大点就好了。第二天一大早，江菲菲骑着电瓶车赶往了公司，连忙将昨天的采访剪辑出来，然后递交了上去。当众人看了此次的采访后，全都傻眼了。人家做了一个梦，就预测到了光城大地震，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众网友显然不相信唐风的说法，觉得他肯定是在忽悠人。西方媒体也是如此认为。之后几天，唐风倒是不再冒泡，热度也渐渐消散了。育才小学，唐风现在除了日常培养林婉的女王气之外，最中意的事情就是和江菲菲聊天了。面对他的各种撩拨话，江菲菲也从一开始的惊愕变得习惯了，全当这位10岁天才又开始犯熊孩子病了。老姐夏诗柔经过这段时间的缓和，也恢复过来，这让唐风很是悲催，毕竟又要开始被他摧残，每天吃完饭后都得强行忍着看肥皂剧。这一天，江菲菲突然给唐风打了个电话，邀约他放学后去汉堡店，这让唐风感到很惊喜。莫非自己的撩拨计划成功了？毕竟劳资小事小，但也五脏俱全。汉堡店内，江菲菲早早等候在此，只是她的神情显得有些暗淡，看上去楚楚可怜。菲菲姐，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唐风急忙放下书包，站到了江菲菲身边。江菲菲看着唐风，心里苦，强颜欢笑给唐风点了一份儿童套餐。所以你要去和一个老男人相亲？唐风看着江菲菲，后者点点头，是个秃顶的大叔，仗着是个老板，总是高高在上的样子。所以那个小峰，你能不能冒充一下我的男朋友？片刻后，江菲菲突然扭捏地开口道，她知道这个要求很唐突，毕竟唐风才10岁，就让他这种事情很不道德和礼貌，但她实在没办法了，父母让她必须带个男友回去，否则就要逼她去相亲了。公司内虽然不乏男性，但那些人心思都比较龌龊，况且也只有唐风才让他不会抵触。噗嗤，正在喝可乐的唐风听闻后，差点一口喷了出去。这江菲菲没开玩笑吧？我才10岁，你让我去冒充你男朋友，你在逗我？虽然唐风发育得很好，已经1.6米了，江菲菲自身就属于娇小类型，穿上鞋也才1.65米，唐风和她倒是很搭，但是唐风脸太嫩了，怎么看也不像是大人。我不管，反正你要是不帮我，我就嫁给那个老男人好了。江菲菲红着脸道。唐风看着突然傲娇的江菲菲，一阵无语。就在这时，系统冰冷的提示音响起，叮，支线任务启动。选择1，答应冒充江菲菲的男朋友，获得奖励载人航天飞机技术。选择2，拒绝冒充江菲菲男朋友，获得奖励波音7471架。好家伙，刨除系统选择来说，就是冒充江菲菲男朋友，肯定是别的男人求之不得的。故此，唐风当下就做出了决定。行吧，不过我比较出名，不会被认出来吧？唐风一边喝着可乐，一边看向江菲菲道：“冒充男朋友倒没啥，他两世为人，也不怕被他父母震慑住。问题是，现在整个联邦谁不认识他？”对此，江菲菲嘿嘿一笑，表示他早就做好了准备，只要唐风能答应，他就有办法解决。看着江菲菲狡黠的笑容，唐风总感觉自己好像掉坑了。不过他也不亏，随即两人约定，就在这个周末跟他返回老家一趟。周末一晃就到，唐风告诉老姐，自己这周末有些事情，所以不会在家。夏诗柔眉头皱了皱，内心有些担忧，不过一想到这熊孩子比自己都还要聪明，也就放心了。江菲菲老家在山城附近，地处偏僻，两人乘坐绿皮火车前往，最后坐了几个小时的大巴才到达。这是一处经济较为落后的小镇，而且背靠大草原，所以有许多少数民族，大部分以放牧为生。接下来就要辛苦你了。江菲菲递了一瓶水给唐风，脸上带着歉意，因为他的家在山里，
所以要徒步一段山路。他有些担忧唐风会体力不支。唐风摇了摇头，表示不用担心，反正他们也不急，慢慢走，当做散步就行。而且山里四周的风景很是秀丽，难怪山城被誉为天堂小镇。1个多小时后，两人终于到了江菲菲的老家。这是一间坐落在田野上的瓦房，此刻有寥寥炊烟飘起。顺着泥泞小路，两人来到了宽阔的坝子里。爸妈，我回来了。江菲菲笑着开口道。小屋前站着一对夫妇，年龄约莫在50多岁。两人直接无视了江菲菲，全都齐刷刷地看向了他身后的唐风，随即露出了古怪的表情。这人就是他们宝贝女儿的男朋友，怎么总感觉哪里怪怪的？堂屋内，江菲菲的老爸正在烧柴，准备招待唐风特有的油茶。他老妈则是坐在一旁，不停地打量着唐风。他总觉得这男生哪里有些怪怪的，但一时间又说不出来。唐风虽说两世为人，加上智商超高，所以就算现在是10岁，也能装出老成的感觉。但奈何他的身体却跟不上发展，这也是梁老在意的地方。同时，唐风也知道他的身份不会暴露的原因了，因为家里居然没有电视，所以梁老就算听闻过唐风的名声，也不知道他的样子。你叫唐风啊？今年多大了？几分钟后，江菲菲的老妈终于坐不住了，笑眯眯问道。她倒是没有往其他方面想，毕竟联邦同名同姓的多了去了，而且人家小天才可是联邦大英雄，江菲菲哪有这种造化找到人家？是的，阿姨。唐风点了点头，丝毫没有显得腼腆害怕，看上去很是健谈开朗，因为懂得多。随后唐风更是和二老聊了起来，这让一旁的江菲菲看傻了眼，很是佩服，天才不愧是天才。一时间他都以为唐风不是10岁，而是20岁了。唐风把梁老聊得有些懵，不过也是连连点头。目前看来这小伙子人还不错。江菲菲见此也是长长的松了口气，看来此次危机算是成功解决了。不过很快他的俏脸就飞上了红晕，因为江菲菲老妈言称家里没有空余的房间了，所以要安排唐风和他一起睡，说他俩毕竟都是男女朋友关系了，在自家也没啥不好意思。况且梁老巴不得女儿早点嫁出去，生个大胖娃娃。唐风，嘿嘿。江菲菲，傍晚，房间内，江菲菲老妈很是热情，因为地处山区，晚上会很冷，所以她特意抱了被子前来，替两人铺上。临走前还不停对江菲菲使眼色，这让江菲菲很是无语。你就这么急着女儿嫁出去啊？现在咋办？可。确认江菲菲老妈离去后，唐风眼巴巴问道。小屋的地面不是地砖或者木板，而是泥巴的，所以打地铺是肯定不能了。没事，那就一起睡呀。对此，江菲菲直接回应道。虽说唐风是男孩子，但一个10岁孩子能有什么坏心思？就算有，他也不行。唐风见他如此大方，嘴角也是忍不住抽搐起来。的确是这么个理，他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不想被当成签子。可恶，大鱼抿小鱼。两人这边像度假一般休闲，西方世界却在热议新的话题。一群天文学爱好者在天体联合会上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们发现了一颗新的彗星，将其命名为流浪者2333号。而根据协会的推测，他们预判这颗彗星将会在其轨道上偏离而撞击蓝星。经过粗略计算，若是其撞击蓝星，则威力不亚于10几颗核弹同时爆炸，预计会造成1000万级人口的伤亡。这一报道一出，瞬间震惊全球，无数人开始恐慌起来。一时间，诸多联邦对此高度重视，用卫星等手段进行了查探，最后得出结论是虚惊一场。因为通过调查得知，这颗彗星与蓝星的运转轨迹类似，所以说不会产生碰撞。虽说诸国对外发表声明，这颗彗星不会与星球发生碰撞，但网上对此还是吵得无比火热。毕竟就人类目前来说，自己生存的星球本体都未研究透彻，更别说更为广阔和神秘的宇宙了。此次这颗彗星被发现，虽说没有危险了，但不代表以后就不会发生类似的危机事件。刨除恐龙灭绝一说，最近的一次便是通古斯大爆炸了，其造成的威力巨大无比，而当下主流的观点都认为，那是由一颗直径1000米左右的冰陨石撞击而成。而如今发现的这颗流浪者2333号彗星，更是可怕的铁陨石，其直径更是长达15公里。假设它突然改变轨道，与星球发生大碰撞，那么后果是不可预想的。以目前人类的科技来说，想破坏掉这颗彗星或是拦截其运动都是不可能的。诸多联邦自然也不会忽视这些潜在，时刻都在对这颗彗星进行全方位的密切关注。之后，更是召开了一场全球的紧急会议，就是要商讨这颗彗星的事情。全球紧急会议，诸多联邦国家就此次彗星事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且会议现场最高规模保密，因为他们其实隐瞒了事件的真相。虽说这颗彗星目前的运行轨迹和蓝星一致，但是却在缓慢地偏移其正常轨道，也就是说，不排除它会撞向蓝星的可能。而具体概率是多少，如今联邦正用超级计算机疯狂运算着，预计明天就能得到答案。各位，
我们如果假设这颗彗星会与蓝星发生碰撞，那我们该怎么办？雄鹰国的领导人率先开口道，脸色很是严肃地问道：“这是一场针对整个蓝星，事关全人类命运的毁灭性灾难，没有人会在这种事情上轻视。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发射推进器，将其推回到正常的轨道。”这个提议很快遭到了质疑。你在开玩笑吗，博士？那么大的彗星要用多少推进器才推得动？这个吗？估计几万个就够了。要不用你脑门。很快，那个博士就被请出去了。要不我们动用核弹将其炸毁？阿三联邦的负责人提议道，顿时引来大伙的一阵鄙夷。毕竟那特么可是彗星，而且还属于铁陨石一种，直径更是长达几十公里。你想用核弹去炸毁它，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铁陨石密度极高，外壳坚硬如铁，你若是不能让核弹钻入其腹部引爆，顶多就在它的表面留下一点坑罢了。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商讨了半天，最终却都因为方法无法实现，或是计划的效果低微而被否决了。一时间，所有人都沉默了下来，气氛愈发凝重。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好的办法去解决这次危机。会议室再度沉默。如今唯一能祈祷的就是希望明天计算出的结果能带来好消息了，否则这很可能是人类的末日。龙国联邦龙科院会议室，以杜老为首的院士纷纷汇聚一堂，都在商讨解决这颗彗星的办法。不过暂时还是没有任何好的对策。为什么不去问问唐风那小子？突然，一个地理专家开口道：“毕竟唐风这么牛批，都能预测出澜沧火山和光城大地震，也许对于这颗彗星，他也有好办法呢。”这个提议很快就得到了所有人的附和。杜老闻言皱了皱眉，但是看到这些人希冀的眼神，也只好同意了。此事事关重大，不能泄露丝毫相关的消息，否则会引起整个龙国的恐慌。因此，他准备亲自乘坐专机前往北城。可当杜老来到北城后，他却傻眼了，因为唐风不在家，就连他的父母都不清楚他去了哪里。你们赶紧找人，把整座北城翻遍，都要给我找到他。杜老既焦急又愤怒，不禁怀疑唐风是不是出事了。现在蓝星的情况无比紧急，必须得询问一下他的意见。若是连他都没办法，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可现在连人都找不到，完毛线。与此同时，几百公里外的山城腹地深处，因为此地比较偏僻，通讯设备还没完全搭建好，所以信号极差，唐风压根就接打不了电话，所以他对于外界的事情一概不知。此时，江菲菲和唐风正坐在小溪前，两人正在愉快地摸鱼玩耍。哗啦，这里的风景格外美丽，水源也特别清澈甘甜。唐风跟在江菲菲后面，一脸的满足，因为江菲菲时不时会弯腰，也因此她那完美的身材完全展现了出来，让人心猿意马。啪嗒！就在这时，赤足站在溪水里的江菲菲突然脚下一滑，整个人顿时就朝后方倾倒过去。菲菲姐小心！唐风连忙反应过来，伸着胳膊去接她，不过奈何她年龄太小，身子骨太过瘦削，虽然接住了江菲菲，但两人也直接倒在了溪水中。还好溪水不太深，淹不到人。菲菲姐你怎么样？没摔着吧？唐风一脸担忧看着怀里的江菲菲，不过江菲菲却没有回应。此刻的她很是害羞，因为两人的动作太过亲密，尤其是唐风双手放在了不该放的地方。不过很快江菲菲就对此不太在意了，毕竟唐风只是个10岁孩子，肯定没有那些坏心思，而且对他不顾危险来接自己的举动，让江菲菲感到很暖很安心。若是他再大个几岁，说不定自己就真的想当他的女朋友了。我没事了，小风你的手可以拿开了。唐风正享受着呢，闻言怎么可能乖乖就范？于是，哎呦，我手抽筋了，动不了了。菲菲姐你也别动。江菲菲与唐风此刻的欢乐不同，现在的北城都快炸开了，因为林国栋等人派出了一切可调用的资源，几乎将北城翻了个底朝天，愣是没有唐风的丝毫消息，这让杜老非常焦急。不一会，龙都那边就打来了电话，让他赶紧回去，说是国际上有重要信息传来了。据说雄鹰国和漂亮国的超级计算机得出了结果，据计算机推演，流浪者2333号彗星撞到蓝星的概率达到了80%，而且经过推测，若是没有其他因素干扰，这颗彗星将在6天后对蓝星发生撞击。完了，全完了！刹那间，杜老脸色灰白，一脸绝望，他苍老的身躯一阵颤抖，若不是身边有人及时搀扶住，他绝对要跌倒在地。你们必须尽快找到唐风，这很可能是我们最后机会。杜老脸色严肃对林国栋吩咐道，命令他一旦找到了唐风，就立刻将他带到魔都。林国栋急忙答应下来，表示自己一定会完成任务。魔都龙科院所有的院士全都脸色难看，气氛十分凝重。根据雄鹰国和漂亮国多台不同的超级计算机推算，流浪者2333号将于不到1个星期后撞上蓝星，那可是一颗直径达到几十公里的铁陨石彗星，大气层的高温摩擦根本无法将其磨灭，一旦它坠落在蓝星表面，所产生的能量将摧毁这颗星球，
预估死亡人数接近1万，这简直就是灭世之灾。还没找到唐风吗？他们看向杜老问道。如今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祈祷唐风这位10岁的天才能有解决办法。杜老摇了摇头，他内心也很是急躁。杜老的表态让众人的心瞬间跌落到了谷底。最为关键的时候，竟然找不到唐风。先不要讨论这些有的没的了，我们抓紧时间再想想对策。难不成我们一个龙科院这么多人还要依靠一个孩子才能干事？杜老摆了摆手，坚决的态度让会议室顿时安静下来。杜老，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如今之计也只有赌了。诸多院士苦笑道。现如今可行的办法就是之前阿3联邦建议的轰炸彗星，毕竟使用推进器撞击彗星显然不行。流浪者2333号太过巨大，而且还是铁陨石，没有哪个推进器有如此巨大的推力让它回自己的轨道去，而几万的推进器一起助推就更不可能了。你上哪找几万个助推器去？现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派遣宇航员前往太空，让他们降落到流浪者2333号彗星上，使用钻头将核爆弹放入彗星腹部，尝试将其炸毁。虽然这个计划成功率很低，但是他们也只有这一个办法可行了。与此同时，诸多联邦国家也是再次召开了全球紧急会议。会议室里，经过多国一系列的商讨后，最后敲定了2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派人登彗星动用核爆弹，不过这个方案存在的意外太多，成功概率很低。第二个方案就是战略性放弃流浪者2333号坠落的区域，对这部分地区人口进行大迁徙，放弃那部分土地及地表资源。不，凭什么要这样？我们坚决不同意。第二个方案瞬间引起了诸多联邦国家的抗拒，因为流浪者2333号坠落的区域就是他们的所在地，凭什么牺牲他们的土地和资源？那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倒是告诉我啊！雄鹰国的负责人忍着怒气沉声道：如若有更好的办法，谁会选择这样做？毕竟那是关多少人的性命。你们说的倒是轻巧，还不是因为没有落在你们的联邦土地上。诸多联邦纷纷联合抗议，抱着一种要死大家一起死的态度，绝不当牺牲品。一时间，会议室氛围很是凝重，甚至有联邦威胁道：若是执行第二个方案，他们不介意马上发动战争。够了！就在这时，龙国联邦的领导人开口呵斥道：现在都什么情况了，还在内讧？我们举全球之力对抗流浪者2333号吧！龙国联邦的领导人开口道，随即缓缓起身离开了会议室。牺牲土地外加部分人口的代价，他们也无法接受。况且流浪者2333号一旦坠落，所产生的当量不亚于几10颗核弹，指不定就会造成星球大震动，引起一系列的自然灾害。届时剩下来的人类也不一定就能安然无恙。山城腹地深处，唐风正在和江菲菲游山玩水。经过之前吸水的事情，江菲菲对唐风的态度有些改变。虽然他只是个10岁的小屁孩，但他发现这小子很坏，特别坏的那种，这简直让人震惊。这熊孩子学坏了。江菲菲也忍不住吐槽道，觉得很是荒唐。嗡嗡嗡！就在这时，天空中突然掠过一架直升飞机。唐风，是唐风！看那！机舱内的林国栋一眼就看到了唐风，随即示意直升机低空盘旋，他直接沿着绳索滑了下来。你怎么来了？唐风看到林国栋后，顿时皱了皱眉。情况紧急，你必须马上和我前往魔都。林国栋一脸严肃道，现在没时间解释了，天灾将至，世界末日要来了。唐风刚想拒绝林国栋，毕竟他现在和江菲菲发展的还不错，接下来指不定就能来剥小牛吃嫩草。可听到林国栋后边的这句话后，他瞬间愣住了。林国栋是特殊处理部门的头，不可能说假话，现在来不及解释。我们边走边说。林国栋很是焦急，如今全人类的希望都寄托在唐风身上了，若是他也没办法，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你快去吧，小风。江菲菲也是识大体的人，当下看着唐风道。唐风思考片刻，点点头。随即，唐风直接跟随林国栋上了直升机，然后紧急前往魔都。嗡嗡嗡！你是说有一颗直径达20公里的彗星将要撞击蓝星？机舱内，唐风系好安全带后，顿时惊呼出声：开什么玩笑！若是真的有这码事，那的确是蓝星的末日。奈何林国栋对内情知晓的也比较少，具体情况还是要等到了魔都后，由杜老等人解释。魔都，龙科院，你终于来了！杜老等人早已等候在此，看到唐风后顿时长松一口气，随即将他迎入了会议室内。目前情况就是如此，你可有办法？杜老将当下的情况从头到尾解释了一遍，然后看向唐风问道。苍老的脸上带着期盼和焦急，唐风眉头皱起，一阵沉默。直径20公里的彗星，而且主体构造还是铁陨石，他能有什么办法？这玩意就算动用核爆弹系统都不见得能将其炸毁，除非能赶在彗星撞击星球的时候派遣宇航员过去计算并找出彗星内部的薄弱处，然后在那处钻孔。这样一来，也许还有点希望。与此同时，全球紧急会议那边也做出了最终决定，
诸多联邦达成了协议，将举全球之力，共同应对这颗流浪者2333号彗星。同时，他们也准备将这件事公布出去，隐瞒这件事是没有用的，全人类有权知晓真相。消息一出，一时间全球震动，无数人为之震惊和惶恐，随即更是发生了大乱动。毕竟直径长达20公里的彗星将要撞击地球，其所产生的能量不亚于几十颗核弹爆炸，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恐怕根本无法解决。而且也不知道是哪个节奏精泄露了彗星坠落的区域，以及全球会议上提出的第2号方案，更是导致该区域的人愤怒无比。联邦会议竟然想牺牲他们的土地和部分人口换取其余人的存活。虽说这个方案最后被否决了，但谁知道后续有没有阴谋在？紧接着，西方外网就报道，阿三联邦、爪哇联邦、非联邦等地区接连发生大规模暴乱，数千万人疯狂暴动，皆想逃离该区域。龙国联邦报道，该区域十分混乱，数千万人化为难民，都想逃离到安全区域，请诸联邦紧急派遣部队赶往边境，要阻止这些难民。XXX 联邦报道，联邦境内彻底疯狂了，无数人光天化日抢劫打人，恐怖分子也发生暴动。各路报道的画面中，一群人哀嚎不已，逃跑的人群汇聚成了洪流，公路街道上被数不清的车辆和人挤满，而热像仪显示，大量人都在疯狂地往安全地带逃难，也有人选择了听天由命，并未逃离，而是与家人平静地拥抱在一起，等待着末日的来临。全球联邦会议对此也是愤怒无比，严厉指责该区域的联邦不遵守协议，故意泄露第2号方案以及彗星坠落的区域，其目的就是造成全球大混乱，这是要逼迫全人类共同赴死。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龙国联邦的领导人愤怒无比，事已至此，只能将目标放在1号方案上了。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雄鹰国突然开口道，瞬间引起了轩然震动。诸联邦的负责人全都向他看了过去。我们已经计算出流浪者2333号彗星的表面薄弱处，加上我雄鹰联邦的科技，有大概率能够钻出弹孔，将核爆弹放进去。雄鹰国的领导人回应道，显得胸有成竹。话音刚落，刹那间，整个会议室都沸腾了，无数人激动不已。毕竟这可是事关全球的重大性灾难，若是能平安度过，那真是再好不过了。同时，他们也感慨不已，雄鹰国不愧是目前星球上的超级大国，科技水平领先全球至少几十年。不过我们有一个要求，此次我雄鹰国派人解决这颗彗星，付出的代价是很巨大的，所以事后我们需要各联邦的补偿，具体如何补偿后面我们会给出预算。雄鹰国的领导人再次开口道，这一开口，一时间还在兴奋的诸联邦全都愣住了，随即显得无比愤怒。毕竟此次彗星撞星球是事关全人类的大危机，所有联邦对此都全力以赴，而如今这雄鹰国却想借此大发横财，而且以他们的一贯作风来看，这补偿怕不是天文数字，简直无耻。很快就有联邦对他们进行了指责，但雄鹰国态度很强硬，表示他们的意志不会做出丝毫改变，要么就按照他们的条约，事后弥补他们此次救市所付出的代价，要么就做看流浪者2333号撞击蓝星。你们这简直就是欺人太甚！诸多联邦对此怒不可遏，可最后也毫无办法，毕竟经过超级计算机的计算，流浪者2333号坠落的区域不在雄鹰国联邦内，所以他们才会如此肆无忌惮。时间可不等人。呵呵，雄鹰国的领导人冷笑道，他们联邦的一项作风就是如此。虽说他们的发展历史很短，但凭借这种战争财富，却快速崛起，成为了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这样下来，诸多联邦全都看向了龙国。龙国是目前唯一能与雄鹰国相抗衡的大国，所以他们的话语权也很重要。可此刻，龙国联邦的负责人也是皱眉不已。就当今的科技来说，雄鹰国的确领先全世界10多年，而且唐风那边也没有消息传来，他们也只好暂时同意了雄鹰国的方案。魔都龙科院，你也没办法了。杜老看向唐风问道，苍老的脸上充满无奈。全球紧急会议那边的消息他也知道了，虽然他们很愤怒雄鹰国的行为，但的确无法反驳人家。当下唐风眉头微皱，这一次倒不是他想不想当工具人的问题，而是他纯粹没有解决办法。这彗星特喵太大了，就算雄鹰国计算出了该彗星的腹部薄弱处，想要将核爆弹放入其中将其炸毁，可能性又有多高呢？而且就算成功了，彗星炸毁产生的大量陨石碎块坠落而下，也将成为一场巨大的灾难。就在这时，熟悉的提示音效起，叮，支线任务启动。选择1，前往太空炸毁彗星，获得奖励超人工智脑和中子弹1枚。选择2，拒绝前往太空炸毁彗星，获得奖励现金5个亿。好家伙，看到奖励，唐风都忍不住啧舌。选择1给出的奖励极其丰富，刨除中子弹，那超人工智脑堪称 bug。根据系统介绍，不亚于电影中的贾维斯人工智脑系统，也就是说，
唐峰如果创建超科技公司的话，完全可以凭借智脑产出一系列的超级科技产品。我想到解决的办法了。想到这儿，唐峰直接开口道。这家会议室顿时热闹起来，所有院士都向他望了过去。唐小子，你确定？原本已经绝望的杜老瞬间激动起来，得到唐峰的肯定后，他连忙将此事汇报了上去。全球紧急会议室，呵呵，你们在开什么国际玩笑？你们确定一个10岁的小屁孩可以担当救世主？当龙国联邦的负责人将这件消息说出来后，并没有得到其他联邦的认可，反倒是得到了一堆质疑。熊英国率先发难，脸上带着冷笑。他们可不认为一个10岁的小屁孩能解决流浪者2333号彗星，而且就算他能，他们也不会同意。毕竟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解决彗星的办法，还要借此大发一笔呢，绝对不能让龙国破坏了他们的计划。诸多联邦对此也是沉默了，脸上带着纠结。虽说唐峰的确很出名，曾经火爆西方外网，但此事关乎着无数人的生命安全，他们也不敢冒险。想要前往太空，必须拥有载人航空飞机，这项技术堪称世界难题。想必各位也知道吧？熊英国的领导人再次开口道：以目前科技来看，能拥有载人航空飞船技术的也不过区5个联邦罢了，其中有以他们熊英国最为厉害。对此，同为拥有此项技术的龙国联邦也是深有体会。虽说他们也发明出了载人航空飞船，但技术性并没有熊英国强，而且还从未进行过在太空中悬停的尝试。熊英国在这项技术上的确领先全球，但这么多年来他们也是毫无长进，毕竟研究这项目的成本太高了。目前蓝星上最成熟的载人航空飞船可能只有他们国那一架，那就是拥有几十年历史的太阳神号。这也是熊英国为何敢向朱联邦索要补偿的底气。最后，迫于各方面的顾忌和压力之下，朱联邦只能同意了熊英国的无理要求。所有人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太阳神号上。魔都龙科院，当杜老等人得知这些消息后，愤怒无比。熊英国一向喜欢个人英雄主义，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们去拯救世界吧。对此，唐峰只是笑了笑。这很正常嘛，毕竟我就是个10岁孩子，那些朱联邦不相信他也是自然。只不过希望你们到时候不要哭。全球紧急会议室，朱联邦最后通过了投票，同意了熊英国的无耻要求，会在事后弥补其损失。这让熊英国的领导人脸都要笑烂了。毕竟借助此次机会，他们不但能宣传一番联邦的个人英雄主义，又能大肆发财，还能向世界宣布谁才是科技最强之国，简直就是一石好几个鸟。同时，朱联邦也达成了协议，将会共同处理眼下的人民大动荡。一时间，朱联邦的媒体都在对外报道，言称已经找到了炸毁流浪者2333号的办法，让人民不要恐慌和继续搞事了。同时，各方也是紧急派遣了诸多武装部队对各地进行驻守，严厉打击犯罪行为和不法分子。局势虽说没有得到全部掌控，但也比之前安定了许多。看来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相信熊英国的。熊英国联邦境内，埃斯皮山脉宇航局总部，在全球媒体的注视下，一度接近退役的太阳神号再次亮相。5位优秀的航天员严阵以待，在数十亿人的注视下登上了太阳神号。他们是蓝星希望的种子，10几亿人的救星。他们此次出发，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轰隆隆，片刻后，在推进器的巨大火力助推下，太阳神号缓缓升天，朝着外太空飞跃而去。熊英国为了宣扬联邦的个人英雄主义，也是对此进行了全球报道，疯狂地夸赞自家宇航员的英勇和专业，表示这次危机很快就会度过。自信的态度让观众们雀跃欢呼。宇宙是无比浩瀚而又冰冷漆黑的。卫星转播画面上，只见太阳神号成功地脱离了大气层，渐渐驶入了运载轨道。在其前方，一颗巨大的彗星正在缓缓坠落而下，赫然是流浪者2333号。这也是众人第一次看到流浪者号的全貌，所有人都被它巨大的体积和外观震慑住了。这玩意要是与蓝星来个亲密接触，怕不是不止1000万人的伤亡吧？指不定整个星球的生灵都要被其毁灭，一如恐龙灭绝时代。龙国龙科院巨大的投影仪展现，上面正在实时播放太阳神号的任务过程。杜老等人皆脸色严肃无比。虽说熊英国做法极其可耻，但现在事关全人类的安危，而且那5位宇航员也算是死士了。毕竟谁也不知道意外和明天谁会前来。联邦是可耻的，但宇航员们是值得尊敬的。砰砰，画面中，太阳神号绕着轨道缓缓移动，找到了之前计算出的腹部薄弱处，随即发射了弹射器，准备降落下去。期间，因为流浪者2333号通体由铁陨石构造而成，导致弹射器被崩飞，引得太阳神号也是一阵颤抖，差点就要抛离出去。这一幕让数十亿人都忍不住揪心起来。好在最后几位宇航员还是成功的降落了，这一幕瞬间引起了无数人的欢呼。接着，数位宇航员穿着航天服脱离了机舱，随即动用逃生舱直接弹射下去。哐当，
逃生舱坠落在坚硬冰冷的彗星上，一路朝着远处翻滚砸去。片刻后，3位宇航员成功脱离而出，他们借助引力拖着装载核爆弹和钻头机器的箱子朝前方缓慢移动着，目标区域已到达，准备实施计划。通讯信息传来话语，几位宇航员确定了方向，然后开始组装钻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当钻头深入彗星腹部后，他们成功将核爆弹放了进去。漂亮，英雄，英雄啊！我们成功了！眼前的一幕让所有的观众都为之疯狂，街道上不认识的人都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这场全球灾难将要被终结了。在天灾面前，人们众志成城，不抛弃，不放弃，所以他们成功了。画面一转，那5位成功安放爆弹的宇航员完成了任务，也很是兴奋，刚准备返回太阳神号引爆核爆弹，可就在这时，异变突生。只见流浪者2333号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其内部不知何故产生了波动，一瞬间无数的小型铁陨石滚落，在引力的牵扯下迸射向四方。扑哧，一位宇航员躲闪不及，直接被一块细长的铁陨石洞穿了航天服。在大气压的作用下，他瞬间成为血人，接着就被宇宙的超低温冰冻住。眼见大事不妙，剩下的2人也是在急忙逃窜，因为剧烈的磁信号干扰，他们甚至连方向都找不到。轰隆隆，下一刻，彗星表面的颤动变得更为狂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雄鹰国宇航局总部 NASA 诸多领导人本来高兴的脸上此刻挂满寒霜，现在不清楚，我们猜测应该是彗星内部发生了结构改变，不能排除是钻头打孔导致的。无数科研人员眼睁睁看着屏幕上的景象，感觉十分揪心，但现在他们除了眼巴巴看着事情恶化，什么事都做不成。轰！突然，屏幕中传来了一道巨大的火焰，只见一道火柱腾空而起，在半空中形成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恐怖的冲击波延伸向四面八方，直接将太阳神号吹出了运转轨道。强大的冲力带着陨石碎片瞬间将其碾碎，在宇宙真空中爆炸。这是一场无声的灾难，全球数十亿的观众表情定格在了上一秒，彻底死寂下来。前一秒还欢呼雀跃，之前有多兴奋，现如今就有多恐惧。一股寒意从无数人心底滋生而出。雄鹰国的计划失败了，流浪者2333号并未被炸毁，反而让太阳神号以及5位优秀的宇航员就此覆灭。难道人类还是逃不脱灭亡的命运？屏幕中，流浪者2333号发生了剧烈颤抖，导致被放入进去的核弹提前引爆，恐怖的冲击波席卷四面八方，太阳神号根本来不及反应，瞬间就被摧毁。这一幕如死神降临一般，彻底勾走了人类最后的一丝希望。载人航空飞船技术虽然很早以前就被提出并开始研究，但这么多年过去，成熟的机体也就只有太阳神号一架。随着它的破灭，人类想要继续前往太空炸毁流浪者2333号的希望也是就此破裂。全球一片死寂，无数人都被灭世的恐惧所淹没。全球紧急会议室内，一群联邦的负责人也是双眼圆睁，不少人更是直接瘫倒在椅子上，久久说不出话来。末日要来了，一切全完了。雄鹰国的领导人如今也是脸色铁青，震惊不已。他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种意外，如今还谈什么损失补偿都没用了，他们想生存下去都困难了。而且他们内心也很清楚，如果流浪者2333号与蓝星发生撞击，所产生的冲击波不见得不会波及到雄鹰联邦，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更可怕的是，一旦此次灾害引爆全球气候、地震、海啸等等连锁反应，届时谁都逃不了。宇航局总部 NASA 这里的科研人员面无表情，已经麻木、绝望不已的一些人纷纷落泪，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屏幕上的倒计时，等待着末日的降临。各个联邦好不容易维持好的秩序，也在逐渐崩塌，大乱动再次开始，人类最后的希望都破灭了，末日即将来临，谁还能淡定？所有人都在嘶吼，发泄着最后的疯狂。魔都龙科院会议室内，杜老等人也是一脸绝望，内心非常愤怒。唐风都说了他有办法解决，可雄鹰国却刚愎自用，不听劝告。如今可好，太阳神号都没了，他们就算有计划也没办法执行。听我说，现在马上召集宇航员。就在这时，唐风一脸严肃地开口道，其实对于这个结果他早就预料到了，毕竟流浪者2333号是铁陨石构造而成，就算你找到了其脆弱之处，将核爆弹放进去，也不见得能将其炸毁。太阳神号的宇航员们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其实已经完成了任务，核爆弹也在目标处引爆了，可是人家彗星还是毛事没有，就掉了点渣，否则系统也不会奖励他中子弹一枚了。怎么，唐风你还有后招？唐风话音刚落，原本绝望的会议室众人一呆，你难道还有办法？杜老区猛然一震，浑浊的双眼迸忙盯着唐风问道，显得十分激动。其余人也是齐刷刷的望了过来，太阳神号可都没了，就算现在组装也来不及，我们没时间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一想到重重困难，诸多院士随即丧气道：“不过唐风总会带给他们惊喜。雄鹰国没了太阳神号，不代表我没有啊。”唐风摆了摆手，他之前获得的奖励就有一架载人航空飞船，他本来是想卖出去赚大钱的，想不到刚好用上了。一时间，杜老等人再次懵逼起来。唐风有载人航空飞船，真的假的？要知道这东西的技术难以攻克，就算是雄鹰国也是很多年前便放弃了，根本突破不了太阳神号的巅峰性能。结果唐风竟然说他有一架飞船，对此唐风也来不及解释，因为留给全人类的时间不多了。根据超级计算机的计算，再过30多个小时彗星就要与蓝星发生碰撞。于是杜老亲自出发，带领唐风乘坐专机前往全球紧急会议室。你的飞船是哪来的？当朱联邦的人看到唐风后，直接开口问道。他们知道唐风的大名，这位天才少年小年纪就在科学领域有巨大突破，火爆全网。但因为龙国的刻意封锁，所以西方也不知道他具体的信息，所以导致他们有些不太相信唐风。现在问这些还有什么用？对此，杜老直接回对道。众人闻言一阵沉默。的确如杜老所说，现在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虽说将全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小屁孩身上，看起来很不现实，但目前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我有一个要求。唐风扫视了一眼众人，见他们都没意见后，开口道：这一次拯救世界，他肯定是要拯救，但他可不会当工具人。去趟宇宙炸彗星这种操作危险指数多高，不用多说。而他虚名什么的都不要，要点实际的福利不过分吧？毕竟他解决流浪者2333号后，就能获得超级人工智脑，可以借此研发出各种超级科技。他下一步计划自然是要注册自己的科技公司，然后借此发家致富，成为全球顶级富豪。你有什么要求？联邦负责人们听到唐风的话后，眉头微皱，不过还是开口问道。他们认为唐风这个小屁孩顶多也就要求一些动画片的手办或是限定玩具罢了，不可能如雄鹰国那般狮子大开口。我先告诉你们，这次提供救世资源的人不是我，而是我一个朋友的公司，他让我代为开口，以后若是研发需要什么资源，你们这些联邦必须无偿提供。唐风直接开口道，这便是他的计划。会议室诸联邦的负责人听闻了唐风的要求后，反应不一而同，有的人表示无所谓，有的人表示纠结。他们倒是没纠结所谓的资源无偿提供，而是在沉思唐风这位朋友是什么来头。据他们所知，蓝星上没有任何一家具有生产载人航天飞船能力的公司，可如今这小子却说他朋友的公司里还有一架航天船，莫非是以前淘汰下来的残次品，或者是退役下来的？总之这让他们很迷惑，内心充满了好奇。好吧，我们答应你的要求。1分钟后，这些联邦的负责人经过一番讨论，最后答应了唐风的要求。不过他们也提出了限制条件，那就是当唐风需要稀缺资源的时候，必须由他们规定数量，不能太过狮子大开口。对此，唐风点了点头。稀缺资源很是珍贵，各大联邦都是要珍藏一部分起来留给下一代的，所以若唐风真是要太多，他们肯定也不干。一旁的龙国联邦负责人见此则是沉默不已，他对身为龙国人的唐风很是佩服，但同时也很担忧。就算唐风说还有一架载人航空飞船，但谁也无法说清这次行动能否彻底解决流浪者2333号。万一这次行动再步太阳神号的后尘，那就又是一桩惨剧。呵呵，我们退出了，你们自己玩吧。雄鹰联邦的负责人耍赖开口道，他们可不会答应唐风的要求，无偿提供稀缺资源给一个小屁孩，开什么玩笑？不划算的买卖他们是坚决不会做的。再说了，经过推算，流浪者2333号坠落的区域根本就不在他们联邦境内，他们怕什么？唐风成功了，他们没啥损失，要是他失败了，那大家伙要死一起死。唐风似乎摸透了雄鹰国的心思，淡淡瞥了他们负责人一眼，懒得说什么。龙国联邦宇航局总部，幸亏有系统辅助，所以唐风也并不用担心他获得的载人航空飞船凭空出现的太过诡异。不过唐风拒绝了其余联邦派遣的宇航员过来帮忙的好意，毕竟他这架载人航空飞船可是系统奖励的，其技术比太阳神号先进了不知道多少，自然不能随便让外人窥探。但是这样一来，诸多联邦懵逼了，因为唐风居然要一个人前往宇宙，这意味着从控制飞船到降临到流浪者2333号上安放核弹，外加钻孔等等工作都要由他一个人独立完成。但是核爆弹可不是荷包蛋，即使有引力支持，那玩意也是很重的，他一个10岁孩子如何能拉得动这东西？龙国联邦虽然也很不解唐风的想法，但唐风执意如此，他们也只好支持他。与此同时，全球联邦会议也是蓝星还有希望的公告发布了出去，这下可好，消息一出，顿时在关注着这次天灾危机的数十亿人群中引起了轰动。他们不敢相信如今的救世主竟然是个10岁的孩子，虽说他很出名，很多人认出了唐风是那个 IQ 达到188的绝世天才，但让一个孩子去太空也未免太过草率了吧。
这也让许多人产生了怀疑，你们特喵的是不是瞎编了一个消息来安抚我们的？但是你们就算编故事也编得真实一点啊，拿一个熊孩子出来当救世主，谁信谁就是大傻子。而事实上，甚至联邦会议中的不少人对此次行动没有抱太大希望，不少人暗中皆在做两手准备，他们早已吩咐下去，对联邦进行部分转移，确保在流浪者2333号与蓝星撞上后，把伤亡与损失降到最低。北城老旧小区，风儿，你一定要平安归来啊！夏父夏母接到通知后就立刻赶回了家，此刻他们站在电视机面前，老泪纵横，不停地替唐风祈祷着。夏诗柔好看的眼睛红肿，显然刚哭过，嘴里不住捣鼓着：“我再也不打你屁股了，你小子一定要平安回来，拯救世界，改变人类命运是一件无比伟大的事情。”他们虽然很不舍得让唐风去做这种危险的事情，但他们也知道这是唐风的选择。一旁的林国栋等人看着电视画面也是内心愧疚，谁能想到人类最后的希望还是寄托在了一个10岁的孩子身上。虽说此次行动成功率很低，太阳神号的惨状历历在目，但他们还是打心底希望着唐风能够再创奇迹。新娱媒体公司江菲菲更是强忍泪水，无比担忧地看着实况转播，他知道自己帮不上什么忙，只能通过媒体渠道为唐风打气加油。唐风最喜欢迪迦奥特曼了，我们都要相信他，给他力量，这样他才能变成光守护我们。随着江菲菲的发声，无数人也被这种情绪感染，纷纷拿出手机、手电筒等照明设备射向高空，他们内心祈祷着，希望唐风能变成光，守护全世界。魔都宇航局外，机器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试运转，唐风穿着宇航服站在舱门外看了一眼众人，轻轻笑着挥了挥手，随后迈着坚定的步伐进入到了舱内。嗡嗡嗡，在无数人的注目中，航天飞船的推进器疯狂运转，用推力将飞船缓缓推向高空。这一刻，唐风真的像变成了光。紧张的等待后，载人航空飞船成功突破大气层，这让所有人都长松了一口气。第一步已经成功了，毕竟载人航空飞船技术很难突破，而且最新技术都掌握在雄鹰国联邦手中。随着太阳神号的毁灭，众人对唐风所搭乘的这架飞船都没有太大信心。不过如今看来，一切都是多虑了，一定要成功啊！小英雄，你一定要凯旋归来啊！我愿献祭我同班同学50年，不100年寿命，换小英雄成功归来。大哥，你同学是乌龟吗？随着飞船飞行，全人类也在祈祷着，不停地摇晃手中的灯光。这一刻，黑夜都被这无数光芒照亮。宇航局总部通过卫星可以看到，全球都像是变成了一团光。外太空冰冷而黑暗的宇宙里，四周漂浮着许多铁陨石碎块，这些小陨石被运转轨道所吸引，不过还是有大部分在坠落。好在因为陨石碎片体积太小，在其坠落过程中基本上都会被大气层所磨灭。唐风透过窗口看到了远处的流浪者2333号，忍不住啧舌，这家伙看上去是真的吓人，他的体型实在太巨大了。你还好吗，唐风？有没有不适反应？这时，龙国宇航局总部发来讯息，显得有些担忧。要知道，如今唐风进行的是一个极其复杂和精密的任务，任务过程中容不得出现半点差错，而且他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其他联邦也表现得很紧张，事关全人类，没人会在这时候使坏。我没事。唐风看了看众多联邦提供的核爆弹，摇了摇头，他并不需要多少核爆弹，一颗系统奖励的中子弹足矣，再加上他升级过的超高科技飞船，足以让他一人完成摧毁流浪者2333号的任务。开启自动悬停，唐风挂断通讯，对着机器命令道：行动正式开始。载人航空飞船在智能系统的运转下，立刻接收指令，随即直接代替了驾驶员的工作，开启了自动悬停模式。部署完毕，唐风随即穿上了纳米生化防护服，这东西可比宇航服要厉害得多。接着他乘坐弹射器缓缓朝流浪者2333号下降而去。砰砰，弹射器如一颗炮弹坠落而下，在引力的牵扯下不停在彗星表面来回冲撞。看着唐风熟练而又精准的操作，联邦负责人们差点惊掉了下巴。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个飞船是哪家科技公司生产的？查出来了吗？那架载人航空飞船竟然能自动悬停，这可是连雄鹰国都无法突破的技术啊！而且唐风真的一个人推动着载有大量核爆弹的装备前行，看上去还没有丝毫吃力的迹象，这简直就离谱。在场懵逼的负责人中，唯有龙国联邦的负责人知道一些底细，他们推测唐风应该运用了纳米技术，将自身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否则以他自身根本无法做到这一步。龙国负责人回身一看，只见其余联邦往日高高在上的大佬们全都张着大嘴，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盯着唐风看。这让龙国负责人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这可是他们龙国的未来，新一代最闪耀的那颗星。而且他才10岁啊，他不但接连刷新了人类对于天才的固有认知，还在诸多领域都有巨大突破。而更可怕的是，
他还在不停的进步。可惜当初联邦的一部分高层居然想压榨唐风的价值，搞得人家现在不乐意和你们联邦合作了。哎，可惜现在他们就算后悔也来不及了。同时他们也在考虑，这次唐风若是成功了，回国后一定要为唐风争取最大程度的优待。流浪者2333号上，唐风外表穿着宇航服，借助引力不停的搬运箱子，很快就来到了雄鹰国之前推算出的彗星腹腔处。虽说经过上次的爆弹冲击波，钻孔早已消失，但目标地点却出现了许多大裂缝，铁陨石漆黑而深邃，即使在冰冷黑暗的宇宙中，也泛着让人头皮发麻的光泽。唐风定了定神，打开箱子，然后转过身去，让卫星不能捕捉到他的小动作，随后直接将那颗背包里的中子弹放入到了核爆弹堆中。看到这一幕，数十亿观看的人们都屏住了呼吸。上次太阳神号便成功将核爆弹放入了钻孔，但最后却因为意外失败了。如今这是人类最后的一次机会。全球紧急会议室内，各个联邦的负责人也是齐刷刷地站了起来，脸色凝重无比。哐当哐当当，卫星画面中，唐风将核弹一推，准确地投到了地表大裂缝中，然后开始借助引力不停地跳跃。千万不要出现意外啊！就差一步了啊！迪迦，给唐风小英雄力量吧！我愿用我所有朋友一辈子单身换取小英雄成功。这一刻，全球无数的人纷纷开始用不同的语言祈祷，有的人甚至都不敢睁眼去看接下来的画面。紧张、凝重。片刻后，唐风成功返回了载人航空飞船，并且脱离出了运转轨道，远离了即将产生爆炸冲击波的范围，这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大口气。如今就等待着核爆弹爆炸了。所有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实时转播画面。为此，全球紧急会议室内也是开始着手下一步的计划，那便是做好应对流浪者2333号分裂为无数陨石碎块坠落到蓝星上的准备。看你表演了，中子弹同志！载人航空飞船内，唐风透过巨大的舷窗看向远处，轻轻开口道。伴随着他的话语落下，数颗核爆弹和那颗中子弹瞬间爆炸。轰隆！只见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道道猩红的冲击波从彗星大裂缝中迸射而出，冰冷的太空都像是发生了裂变，在不停的压缩，像要变成一个起点，像是要演变成黑洞一般。这是一场无声的烟火，一场世纪最盛大的魔术。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随着耀眼的光芒消失，巨大的彗星流浪者2333号的身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数细小的陨石碎块。虽然有的碎块的体积还是很大，但通过大气层的摩擦燃烧以及各联邦的地表炮，最后坠落下去的小碎片也都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蓝星内，全人类看着这一幕，先是一阵沉默，随后无数人爆发出了嘶吼、尖叫、狂笑。这一次人类终于成功了，唐风真的变成了光，守护了全世界。他是全世界的英雄，全人类的骄傲。全球会议室里，往日针锋相对的联邦负责人们也是不顾面子，互相拥抱，甚至还有人跳起了骑马舞。就连雄鹰国的负责人看着唐风的表情都十分欣赏，心想要怎么把这小子挖到自己国家里来。天空的余波还未消散，无数陨石碎块朝着蓝星坠落而下，还未靠近大气层，大部分小碎石便被燃烧成了尘埃。这一夜，全球都在看流星雨，但唯独雄鹰联邦以及爪哇联邦对此感到很是愤怒，因为他居然没发现有些体积较大的陨石坠落的方向竟然是他们的联邦境内。可恶，该死！一时间，他们紧急疏散人群，并急忙采用炮弹打击计划，但依旧有少部分陨石坠落而下，造成的冲击摧毁了大片建筑，所幸没有多少人员伤亡。对此，其余联邦的人倒是感到很开心，认为这就是报应不爽。龙国魔都，唐风并未选择返回宇航局降落，因为他不太想将这架载人航空飞船暴露在外。果不其然，这让龙国联邦的负责人有些失望，他们原本还想厚着脸皮看能不能研究一下这台机器，龙科院也是眼巴巴的希望能得到一些技术性的突破，但人家溜了，他们也没那个脸主动开口。片刻后，唐风乘坐专车来到了宇航局总部，这里早已等候了众多联邦的负责人围成一团，对唐风笑脸相迎。毕竟此次唐风成功拯救了全世界，是人类的英雄，他们要为其召开一场巨大的英雄凯旋仪式。不过唐风却拒绝了他们，他早已厌倦了这些花里胡哨的表彰会，现在的他只想回到北城，和自己的亲友报个平安。随即，在龙国联邦领导人的见证下，唐风和各个联邦签订了之前的协议，他们会无偿提供唐风朋友公司所需要的稀缺资源。这下唐风才露出了傻笑。魔都机场，唐小子啊，我想问你，你那个朋友就是你自己吧？杜老突然开口，看向唐风问道，他慈祥的脸上带着一丝捉摸不定的笑意。唐风闻言顿时愣了一下，想不到杜老这就看出来了，姜还是老的辣啊，你这么做是对的。杜老笑了笑，伸手拍了拍唐风的肩膀，他很是欣赏这位只有10岁的孩子，虽说对于他们龙科院来说
失去了唐风这一大助力，他们心里多少有些失望，但这是人家的选择。而且一个人的强大终究比不过一群人的强大。若是唐风如他们一般，将一生无私奉献给联邦，那的确值得尊敬，但却不是好事。唐风太过出众了，当他的光彩掩盖所有人的时候，其他人就会嫉妒，甚至从此不思进取，只知道无止境地向他索取。就拿这次人类危机来说，若是全球的科技都发展到极高的水平，他们又何必需要指望一个10岁的孩子？他们总不能每次遇到事情都将希望寄托在唐风身上吧？而且搞科研是需要花钱的，只有拥有庞大的财力物力支撑，才能有突破。这一点上，龙国联邦还没有做到位。毕竟戏子当道的娱乐时代，君不见一个网红一场直播就能抵得上一个科研人员一辈子的薪酬。这样下去，科学家养家糊口都难，谁还有心思研究呢？他不想唐风步入他们的后尘。感谢杜老的理解。听到杜老的话，唐风感觉很是暖心。杜老这样的科学家才是真正大公无私的人，是值得所有人尊敬的前辈。北城，当唐风返回来后，北城也为他举办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且安排好了宴席和新闻发布会。他们都想借此沾点光，好好宣传一下北城，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为自己的履历战绩添上一笔。但唐风还是拒绝了。老旧小区，爸妈，老姐，我回来了。当唐风赶到小区后，夏父夏母和夏诗柔早已在外等候。孩子，你平安回来就好，走，咱们回家。妈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可乐鸡翅，还有韭菜盒子。夏父夏母喜极而泣，直接冲上去将唐风揽入了怀里，然后带着他朝家里走去。他们并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当什么英雄，只想看着他健健康康长大，平平安安过一辈子。这暖心的一幕也让围观的众人鼻子发酸，所有人都并未去打扰一家人的安宁。半个多月后，唐风拯救世界的热度早已退去，时下讨论的热点又被奇奇怪怪的网红代替，也难怪杜老才会感慨将军坟前无人知，戏子小事传天下，育才小学。唐风倒没有理会这些，而是回归了正常的校园生活。唐风，这一天，林婉难得叫住了唐风，小脸满是羞意。唐风一看，哟，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怎么了，婉儿？于是唐风背着书包走到了林婉身旁，我妈妈让我今晚请你去家里吃饭，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林婉扭捏的开口道，她搞不懂自己妈妈为什么态度转变得这么大，毕竟之前唐风为她吃木瓜，被得知后可是狠狠地教训了自己，让自己离这家伙远点，可现在又急促地催自己喊他吃饭。哦，我肯定愿意啊。唐风闻言点了点头，心头窃喜，去未来老丈人老丈母娘家吃饭怎么能不愿意？阳光小区，林婉的老妈今天很是兴奋，毕竟要邀约唐风过来吃饭。他虽然才10岁，但已经是全人类的英雄了，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盯着他。林母越看唐风越像自家未来的女婿，这么好的女婿他自然不能放过。上次前去老旧小区拜访唐风的父母，他就曾打趣道，说想让唐风和林婉订个娃娃亲，那是真没开玩笑，可惜被夏父拒绝了。哎呀，你说你孩子还这么小，你就开始张罗他的婚姻大事了，这好吗？林婉老爸一脸无语，坐在沙发上看着妻子嘀咕道，他也承认唐风很优秀，自己活了大半辈子都比不过他，但两人才多大点，毛都没长齐呢，谈这些也太早了。死老头子，你懂什么？林婉老妈瞪了林父一眼，孩子小怎么了？这叫感情要从小培养，未来两人就是青梅竹马。嘎吱，就在这时，房门打开，赫然是林婉和唐风回来了。哎呦，小风来了，快坐快坐，老公你还愣着干嘛？赶紧招呼客人，我去厨房做菜。林婉老妈见状，顿时一脸笑意的开口道。唐风乖巧的和林父林母打了招呼，随后就跟着林婉进入了他的闺房。对于他老妈态度的转变，唐风心里很清楚咋回事，毕竟龙国思想就是如此，丈母娘都喜欢抱个金龟婿回来，而他正好符合一切标准，许多指标甚至还超标了。嘿嘿嘿，看来你老妈多半要把你嫁给我了。房间内，唐风看着林婉坏笑道，这可是他钦定的未来女神，而且目前按照他的培养计划进行中，肯定不能把未来媳妇让给别人啊。谁说要嫁给你了？林婉闻言，小脸一红，羞意大增，直接白了他一眼。他还小，根本就不懂什么山盟海誓，结婚对他来说更是天方夜谭。不过他的内心知道，自己倒是蛮喜欢这个家伙的。随即两人玩起了造梦西游 OL， 还有 Q 版泡泡糖，等待着开饭。最后更是玩了一回五子棋。唐风规定他赢了就亲林婉一口，他输了就让林婉亲他一口。林婉果断变成了日相林婉，赏了他一堆白眼。吃饭期间，果如唐风猜测那般，林婉老妈是越看他越满意。若不是联邦规定了法定结婚年龄，他甚至恨不得现在就将林婉嫁给他了。小风啊，以后有空要常来辅导一下我们家婉儿功课，阿姨可就拜托你了。哈哈啊，好。最后，林婉老妈亲自将唐风送出了小区，目视他上车后才离去。
破旧小区，爸妈几天前就出去务工了。此刻夏诗柔正坐在沙发上看着唐风。什么事你这么高兴？夏诗柔脸上带着狐疑，直接开口问道。秘密，嘿嘿嘿。对此，唐风一脸得瑟的回道：我就不说，哎，就是玩。我看你又是欠收拾了。夏诗柔见状，瞬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然后拿起苍蝇拍就追了过去，把唐风吓得一哆嗦，直接站起来就溜。好歹我也是全人类的救世主，联邦的英雄，你就这么对待我？夏诗柔可不会管这些，在他这，唐风就是自己的弟弟，收拾弟弟就要从小做起，不然长大后就打不过了。一时间，两人直接纠缠在了一起，期间难免会有些较为亲密的接触。可，这让夏诗柔瞬间顿住了，随即狠狠地瞪了唐风一眼，然后离开了房间。出了屋子，他的心脏剧烈跳动，俏脸上羞意一片，因为他才想起，臭弟弟已经长大了，不是小时候那般懵懂无知了，尤其是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对此，唐风也是坏笑起来，毕竟他之前可是发现了老姐不可告人的秘密，下次若是再欺负他，绝对要拿出来威逼利诱老姐。接下来的日子都比较平淡。唐风虽说有创建科技公司的想法，不过目前还没有这个精力，因为他不仅仅要应对学校里无数的卷子，还要学习电脑里的学习资料。期间，林国栋也来找过他，旁敲侧击想要打听他那个朋友的公司，说是想学习一下载人航空飞船的技术，不过被唐风以公司机密为由拒绝了。倒不是他不想把这技术拿出来，而是这飞船是系统给的最新款，里面涉及的技术太过先进，就算给联邦研究，没个几十年也研究不透彻。同时唐风也是劝解林国栋，要上边那些科学家脚踏实地为主，不能凡事都想着走捷径。林国栋也知道这个道理，他虽说有些失望，但还是离开了。事后这件事被杜老得知了，他也在龙科院对众人进行了一番批评，因为随着唐风的出现，不少人都产生了一种依赖感，总想着偷懒。目前很多的科研项目甚至进入了停滞状态，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这一天，西方外网突然发表了一篇声明，震惊了全世界。雄鹰国的一位名为凯特琳娜的少女，刚满11岁，她的智商据说达到了152，是光学领域、物理学领域的天才。据报道，她在欧洛德科技公司的帮助下，成功的研发出了第6代隐形战机技术，这让雄鹰国在这一领域再次一决其成。得知这个消息，一时间众联邦震惊不已，很是羡慕和嫉妒。怎么你们的国家总有天才少年、天才少女出现，我们的天才跑哪去了？难道是被名为作业的恐怖生物毁掉了吗？龙科院，杜老根据西方传来的报道也是召开了会议。作为蓝星超级大国之一，龙国自然不能甘于落后，联邦高层也是下达了命令，必须尽快研究出第6代隐形战机技术。众多院士脸色凝重，有的人甚至有些羞愧，谁让他们研究这一领域这么多年，结果却比不过一个11岁的金发少女。这就是我们联邦和国外联邦的不同，他们有超级天才，我们也有，但他们对于特殊人才极度重视，并且秉承着共同研究发展的念头。反观我们呢，有点事就想甩给人家。杜老扫视了一眼众人，不满地开口道：一帮科学家遇到什么事儿，不是先想自己能不能解决，而是先想着找唐风，这很不好。众院士闻言，羞愧地低下了头，脸上火辣辣的疼。你们都是国内乃至国际上出名的光学领域专家，我相信你们可以的。大家拿出当初追自己老婆的劲头出来，一定可以成功。最后，杜老表态要让他们全力以赴投入到科研中，务必争取早点研究出成果。就算无法彻底实现第6代隐形战机的技术，也要最大化缩小和雄鹰国技术上的差距。众人忙点头称是。雄鹰联邦都城欧洛德科技公司一间豪华的办公室内，这就是唐风吗？凯特琳娜看着屏幕上正太的照片，俏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她虽然也才11岁，但因为中西方的差异，所以她显得格外成熟和高挑。对于龙国联邦的这位天才少年，她虽然很是欣赏，但也有些惋惜。她认为他某些方面太过愚蠢了。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差异，比如他拥有非凡的能力，他并未选择加入联邦研究院，而是进入了欧洛德科技公司。在这里，他能获得庞大的资金和资源支持，可以让他自由自在地研究各种超科技。这样做不但能获得声誉，还能获得各种好处。不过若是有机会，他还真想和这个名为唐风的少年比试比试，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天才。而且收服这样一个正太当自己的男仆也不戳呢。与此同时，龙国北城，正在看这条新闻的唐风打了个喷嚏。西方公布这么大的事情，唐风自然也关注到了。这次林国栋没有来找自己，这让他很是欣慰。第6代隐形战机技术虽然自己有，但若是能凭借他们团队的力量研究出来，对龙科院日后的发展益处更大。对于那位天才少女凯特琳，唐风也很是佩服，因为她的身材实在是太好了，加上她极其惊艳的外表，金发俏脸，
完全不符合这个年龄段的身材，很是魅惑人心。唐风很想问他才11岁是怎么做到这么大的手表，可不对，唐风会这么肤浅吗？当然不会，他佩服的是人家的智商，可这话他自己都不信。隐形战机这东西在别人眼里牛得上天，但在唐风看来这东西 so easy， 所以没什么好关注的。而这段时间他每天放学后都会前往林婉家里，一边帮他辅导功课，一边偷偷刷好感。几个月后，龙科院传来了好消息，经过众人不停的钻研和努力，他们虽说没有彻底研究出第6代隐形战机技术，但也无限接近完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至少联邦不用担心会被雄鹰国甩在身后很多年。白熊联邦边境交界处，戈壁滩，轰隆隆，一辆辆重型汽车不停地驶入沙漠深处，每台车身上都印着绝密的字样。遥远的地平线上，隐约有一些建筑物浮现。在上个世纪，这里是一处科研工作站。当时的白熊战斗民族联邦为了争夺地底资源，在此进行了一项绝密计划，代号为蓝星望远镜。他们通过技术钻探，耗时将近20年，挖掘出了一条长达12000米深的隧道。后续他们又继续挖掘了200多米，但却足足耗费了10年。从此，计划就此搁浅，一切信息都被销毁和封存，不对外公布。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毕竟白熊战斗民族联邦在望远镜计划上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但却突然不做了，这是很匪夷所思的事情。有传言称，他们是挖到了极其恐怖的东西，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也有人说是因为地底有岩浆，挖不下去了。不过这些都是猜测，并未得到证明。一直到了现在，这个代号为蓝星望远镜的计划才被重启。它的目的有2个，第一便是继续挖掘可使用的地底资源，第二便是查探当初计划被搁浅的真相。哐哧哐哧，烈日当空，天穹布满了厚重的云层，风沙席卷而下，不停地发出阵阵哀嚎般的声音。数辆重型汽车缓缓停在了早已荒废的科研站，随即一群穿着迷彩服的工兵迅速跳了下来，他们不停地搬运各种巨大的铁箱，箱子上面用密条封存，属于绝对机密物品。与此同时，一群武装人员也开始搜查四周，负责排除不可控的危险因素。紧接着，他们便护卫一队科研人员进入到了一栋建筑内，建筑内灰尘遍布，四周物品杂乱不堪，依稀可以看得出当初那批人撤离的十分仓促。墙角一些角落上甚至还有凝固的血块，看上去十分可怖。我们开始吧。为首的一位科研人员朝武装人员开口道：“重启蓝星望远镜计划，行动开始。”当当当，夜幕降临，沙漠地表的气温极低，数十个探照灯被安置好，瞬间照亮了这片区域。附近的众多工兵正在抓紧时间组装各种精密的仪器，其中最大的一台机器当属钻机。科研站深处，四周都是腐朽的建筑，其中一处空地上有着许多军用布料遮掩的东西。随着布料被掀开，露出了下方的一处矿井。安全，这里没有辐射。一旁的科研人员开口道，他们手中拿着辐射检测仪器，确定了没有辐射以及有毒气体。为首的老者点了点头，随即让人打开矿井盖，伴随着一道沉闷的声响，那条深达12000多米的隧道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下方深不见底，看上去漆黑而冰冷。站在井口边缘，都能感受到有阵阵阴风溢出，而且下方伴随着一股难以描述的撕裂般风声，很是诡异。要知道，当年由于科技落后，这种声音甚至被谣传为来自地狱的叹息。而现在的科研人员推测，这应该是矿洞垂直距离过深，导致气压挤压墙壁发出来的正常声响。为了联邦，为了未来，乌拉！这群主要由白熊战斗民族联邦组成的科研小队祈祷了一番，随即入井开始了重启计划。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绝密地进行着，外界对此丝毫不知。龙国北城，林婉父母一早就过来了，言称这周末有事，所以拜托唐风照顾一下林婉。而老姐夏诗柔因为要备考，所以没有时间，所以最后直接是给了唐风一大把零花钱，让他带着林婉自行安排，希望王国游乐场。婉儿，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唐风看向林婉，突然笑道，只不过这笑容怎么看怎么像要使坏，女孩子都比较胆小，要是带她去鬼屋肯定有趣，这样唐风还能趁机帮小妮子量量身材怎么样了。嗨，我才不要，要去你自己去。当林婉看着面前的鬼屋大冒险后，顿时吓得小脸一白，随即不停地摇头，任由唐风怎么劝说都无用。唐风摇摇头，放弃了这个计划。那迷宫大冒险总行了吧？片刻后，唐风指了指前面的迷宫说道，这玩意就不恐怖，但很考验智商。林婉看了看迷宫，想了想，最后答应下来。迷宫占地不算大，里面都是用的哈哈镜什么的，可以让人看上去一会变大一会变小，很是古怪，一度引得林婉开怀大笑。唐风，你在哪？林婉猛地愣住，因为他突然发现唐风不说话了，而由于四周都是哈哈镜，所以他不能确定他到底在哪，这让他有些害怕起来。你亲我一下，我就告诉你。嘿嘿，唐风坏笑道。
林婉听后摇了摇头，他才不要呢。不过唐风一直不出现也不是个办法，他变得有些着急起来，随后不停地用手去触摸面前的人影，想看看哪个是真的他。哎呀，好笨呀，你去亲一下前面的人影，就知道哪个是真的了。放心，那是镜子。看着林婉都快急哭了，唐风终于开口道：“你不要骗我。”林婉急忙追问，小妮子眼眶都有些红了。只见她朝前走去，想着前面应该也是个镜面投影，亲一口也没啥。可下一秒她懵了，因为她好像亲到了软软的皮肤上，这根本不是镜子，而是真的唐风。你骗我！林婉顿时生气了，当下就要转身离去，可转身又撞到了哈哈镜上，这让她更加委屈了。唐风见状，也知道自己有些过头了，连忙跑过去安慰她：“我害怕，因为妈妈说亲一下会怀宝宝的。”林婉红着眼眶委屈道。看着她的模样，唐风一阵无语：“你妈妈真会教，没事的，不怕，我会负责的。到时候我们生一群宝宝，让他们陪你玩王者、石牌。”此话一出，瞬间让林婉破涕而笑，同时也忍不住白了唐风一眼，就知道欺负自己。可是这样的唐风，林婉却并不反感，甚至感觉心里甜甜的，这让林婉觉得自己好像变坏了。和林婉玩了好几天，二人之间的情感明显得到了质的飞跃。唐风觉得自己的女神养成计划已经完成了一半。这天，林父林母将林婉接走，并和唐风笑眯眯地打招呼再见。林婉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之后，唐风倒是意外地接到了江菲菲的电话：“小风，我有个朋友想认识一下你，你方便出来玩吗？姐姐请你吃好吃的哦。”江菲菲还有朋友，之前去江菲菲家里的那次，江菲菲可是说过她的朋友很少，难不成是新交的男朋友？想到这儿，唐风不知为何突然有些醋意。哦，好吧，我有空，地址在哪发我好了。唐风想了想，还是决定去帮江菲菲把关。这傻妞可别自己把自己卖了。北城星巴克，江菲菲与另一人齐齐地坐在吧台内侧，吸引了无数绅士与 LSP 的视线。唐风为了低调，特意带了林国栋送他的墨镜，看上去很炫。当他推门进到店里，江菲菲热情地迎了过来：“小风，你来了。”江菲菲一边说，一边热情地挽住了唐风的手臂。好闻的香味与柔软的触感让唐风心头一荡。好家伙，菲菲姐又长大了。可别问她是怎么知道的。江菲菲带着唐风走到位置坐下，唐风一愣，因为江菲菲带着的那位，也就是他的朋友，居然也戴着墨镜，而且一看就知道是位颜值巨高的大美女。小姐姐皮肤雪白，长发如缎搭在肩上，身材比之江菲菲只强不弱，穿着水晶凉鞋，露出了白嫩的脚丫，粉色指甲格外漂亮。注意到唐风的视线，徐子晴忍不住一笑：“这小家伙挺有意思的吗？你就是小唐风？”徐子晴墨镜一摘，瞬间露出了倾国倾城的容颜，被墨镜遮住的半张脸美得如祸国妖姬。唐风必须承认，这位是他重生以来见过的最美的1号人物了，气质似乎平易近人，但实则拒人千里之外。再看他身上不凡的首饰，以及桌面上最新款的超薄笔记本，不是个女总裁，就是富家千金。不过唐风倒是没有做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这种梦，很快就平下心思，开始琢磨江菲菲带他认识这位的意思。小风，这就是我闺蜜，她叫徐子晴。徐子晴，好家伙！唐风闻言就是一惊，这妹子的来头不是大，而是很大。她可是北城最大集团许家的千金，未来的集团接班人，拥有这样超然的身份就算了，关键是她本人颜值还巨高，这使得无数二代对她趋之若鹜。可惜没有任何人能摘得这朵蓝色妖姬。嘿嘿嘿，小家伙认识我啊！徐子晴突然伸手摘掉了唐风的墨镜。唐风皱皱眉，男孩子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这妹子虽然很漂亮，但不会对我有什么坏心思吧？唐风心想，徐子晴要是知道唐风心里想的啥，估计会气吐血。你长得蛮可爱的吗？比电视上萌多了。唐风最讨厌别人说他萌，郁闷道：“哼，那叫鹦鹉帅气。”这时，唐风随意瞥了一眼徐子晴的电脑，呆呆地指了指屏幕：“你们要和这家公司合作？”徐子晴倒是没想到唐风视力这么好，大方地把电脑端给他，笑道：“怎么，我们的小天才有何高见？”话里话外对唐风都是打趣的意思，似乎想看他怎么说。唐风白了徐子晴一眼，居然敢小瞧我！你们这个合作计划，我有在网上看到过，我个人认为漏洞很多，这种大型合作计划，网上怎么可能有？不过唐风加密局都黑得进去，更何况这小小的公司，当初唐风玩股票那阵，这些各大公司的机密，他可是翻了个遍。你们这个短视频合作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方向很好，而你们要收购的那家公司，思路也不错，他们团队内部没什么矛盾，这说明他们团队内部团结，起码隐患不大，不至于收购了就分崩离析。但是当唐风说到这儿，徐子晴看唐风的表情已经变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小家伙还真有2把刷子。看到徐子晴惊讶的表情，唐风继续道：“但是他们团队有3个问题。首先，
投资方向不够明确，你们给他们1个亿，用来推广，那么他们要推广哪些视频？什么样的主播值得推荐？他们没有具体标准。说到这儿，徐子晴已经正襟危坐，正视起了唐风。江菲菲看到这一幕，捂嘴偷笑，看着唐风的目光充满喜爱之意，为他感到骄傲。不得不说，唐风说起正事来，气场瞬间就起来了。他好歹也是联邦天才少年的牌面，不是？第二，他们团队内部都是熟人，说明监管效果不会太好。日后他们做假账，你们如何？这我真没想到，你的脑瓜怎么长的？徐子晴摸了摸唐风的头，惊得不行。唐风无语，打开了他的手，继续道：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收益问题。据我计算，他们的收益计算模式明显有缺陷，不完整，而且市场就这么大点，他们想投多少广告，哪来的广告位？一口气说完这些，唐风口渴，于是咕咚咚拿起徐子晴面前的咖啡就喝了下去。徐子晴还在消化唐风说的话，连阻止他喝自己喝一半的咖啡都忘记了。你这小子是什么怪物？他的思路也太清晰了，只是把自己电脑上的文件简单一看，就分析出这么多东西。他们公司的分析师也做不到这么细致透彻。说了这么多，这个项目还是可以投资的。唐风摸着下巴坏笑道：怎么说？徐子晴一脸期待听唐风的后文，把这些问题摆在对方团队面前，用来压价，我估计可以帮你省个3000万。徐子晴：哦，菲菲，你和你小男朋友的事，我同意了。江菲菲对金融一窍不通，但也知道唐风帮了徐子晴大忙，红着脸和徐子晴打闹。两位美女打闹自然是一番美景，但是唐风突然想起来一件事，问道：好吧，所以你们今天找我过来主要是干嘛的？江菲菲呆了片刻，才不好意思道：我们是想请你帮忙看看买什么手机合适，我俩都想换台手机。唐风本来是唐风带着2人买手机，但最后却变成了他们俩拎着唐风到处看衣服。一路上2位美女自然是吸引了无数男同胞的视线，于是唐风痛并快乐着度过了一上午。等回到家，唐风发誓再也不要跟他们去逛街了。结果唐风还未进入小区，就看到了在小区门口守候的林国栋。林国栋神色紧张，急忙小跑过来：唐风，国际紧急事件，杜老说你可一定要来看看。林国栋脸色很是严肃，不到万不得已上层也不会下令让他过来求助唐风。嗡嗡嗡，飞往魔都的路上，唐风也大概知晓了一些关于此次事件消息。大概在半个月前，众联邦的卫星在地面上捕捉到了一些异常，在拉菲联邦与白熊联邦交界处出现了数起不明的大型震动，但根据检测，这震动并不是地震等自然灾害，很有可能是人为引起的，而波动的具体位置则是在白熊联邦戈壁滩。这瞬间引起了各个联邦的注意，随即对其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最后发现居然是有人竟然在重启蓝星望远镜计划。听到这个计划名，唐风直皱眉，这计划的岁数比他都大，是谁这么脑抽要重启这玩意？林国栋对事件所知的并不多，具体细节还是要等到了魔都后才知道。对于蓝星望远镜计划，唐风多少也知道一点，这个计划是上个世纪白熊联邦为了发掘查探地底资源进行的一项科研计划，不过因为某某原因而搁浅了。在当时，有传言说是白熊国经费不够，或是地底出现了诡异现象，导致计划失败。截止到今天都没有具体证据表明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该不会真挖到地核了吧？唐风忍不住推测道，毕竟当今的科技也算是较为发达了，他们也不见得没有机会。魔都龙科院，当唐风过来后，杜老等人早已在会议室等候了，随即由杜老解释此次事件的缘由。原来是白熊联邦重启了蓝星望远镜计划，经过超级钻头在原始计划上又往下挖掘了数千米，途中发现了许多可以使用的稀缺资源，但在计划进行到最后一步时却发生了意外。这一点唐风很清楚，因为根据地底深度不同，里面的物质组成成分也各不相同，并不是说你向地心钻，一钻到底全是泥土，而且加上蓝星为球形，所以星球内部会自动形成闭环，也就是说不可能让你随随便便就挖掘到地核，顶多卡在地幔的中间层罢了。这帮人遇到难题，估计是挖掘过程中地底深处的天然气接触明火导致发生了大爆炸，或者岩浆喷涌覆盖了钻洞。根据拉菲联邦的求助报道中，目前得知有一队科研人员被困了，他们所困的位置在接近地底2000多米的隧道中。杜老继续开口道，语气很是凝重，虽说这种事不关龙国联邦什么事，但这毕竟关乎着一队科研人员的生命安危，而拉菲联邦也向国际会议提出了求助，作为超级大国之一，龙国联邦自然不能袖手旁观。目前雄鹰联邦那边已经答应了下来，说是会立刻派遣海豹救援部队前往。等一下，唐风闻言神情不定，突然打断道，据他了解，蓝星望远镜的计划不过是钻探罢了，既然有机器提取土壤检测，那么那群科研人员是又下去干什么？常言道不作死就不会死。
他们联邦的科研人员在挖掘途中检测到了许多稀有物质，让他们很是兴奋。于是为了更精确的研究，他们就乘坐狭窄型弹射器下去了。但是他们运气也是背，不知道谁带了打火机下去，不小心掉出去摔碎，引起了爆炸，导致钻洞被封。杜老笑着看了一眼唐风，内心对他无比赞赏。这小子虽然才10岁，但却总能发现问题的关键所在。听到解释，这让唐风顿时有些无语。不过他也不能说些什么，毕竟对于一群科研人员来说，有时候科研要比自己的命都还要重要。可是哪个睿智会随身带个打火机？这特么不是内鬼吗？丁，支线任务启动。选择1，参与此次跨国救援行动，获得奖励钢铁机甲技术。选择2，拒绝参与此次救援行动，获得奖励现金1个亿。唐风原本是不打算参与这次救援的，毕竟连雄鹰联邦的海豹突击队都出手了，以他们的水平要解救一群被封困的科研人员应该不难。可现在不同了，对于那钢铁机甲技术，唐风很是重视，况且系统也并未告知他非要救出科研人员才行，所以他只要选择跟团混经验就算完成了任务，基本上毫无危险。此次救援我能随同吗？突然唐风看向杜老问道。唐风的态度让杜老感到有些震惊，毕竟此次找他就是想让他琢磨琢磨有何解决办法，但没想不到他竟然主动提出来要跟队。你能去，那是拉菲联邦和白熊联邦的幸运，也是全国际的幸运。对此杜老笑着感慨道，同时他下达了死命令，此次救援行动要以唐风的安全为第一，其他的管他呢。拉菲联邦和白熊联邦都城临时会议室，因为心里有鬼，所以两联邦并未通知过多的联邦前来救援，因为他们联邦内有着许多秘密，不太想被外人发现。最后他们只是同意了雄鹰联邦以及龙国联邦的支援。会议室内，哟，你就是唐风？雄鹰国代表天才少女凯特琳娜见到唐风后，立刻走了过去。这位与唐风齐名的天才少女，精通7国语言，身材高挑成熟，完全不符合11岁这个年龄段。唐风对她点了点头，同样在打量她。这女孩子很不一般啊，毕竟她是借助系统才发明出了各种黑科技，而人家可是实打实凭借个人能力创造出来的。而且通过杜老的介绍，唐风也知晓了一些秘闻。这女孩居然已经成为了国际科技大牛欧洛德公司的首席 CEO。欧洛德公司乃是全球最大的军火商，专门生产各种超级武器向全球贩卖，拥有许多世界级的专利。前段时间有传闻称欧洛德公司正在计划加入雄鹰联邦的国防部，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这件事情一旦成真，那么欧洛德公司生产的超科技武器就将大规模投入到雄鹰国内部，这对于当下蓝星的格局很不妙。哐当！就在这时，会议室的大门突然被重重推开，杜老和雄鹰联邦的代表一脸愤怒走了进来。该死的拉菲联邦，该死的白熊蠢蛋！他们刚刚和拉菲联邦与白熊联邦的负责人们进行了交谈，希望得够获取此次事件的完全信息，这样才方便进行救援计划。起初拉菲联邦和白熊联邦还支支吾吾，经过一番追问后，雄鹰国代表和杜老才知道，这次的事情远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简单。随即他们召开了紧急会议，墙上方的屏幕上，投影仪开始运转，画面中缓缓出现了一条3D 的隧道，而弹射器便是卡在地底2000米左右的地方。但是这还没完，只见距离地面1万多米深的地方还有一团黑影，这瞬间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一时间会议室议论纷纷，毕竟他们根据获取的资料中并未提及过这团黑影啊，黑了咕咚一大团，还在接近地心的敏感位置，这是个什么东东？于是当下便有人开口询问，如你们所见，在距离地底1万多米深的隧道中，这团黑影是一枚大当量的核爆弹，而现在它卡在了地幔的中间层。杜老一脸严肃地开口回答道：什么？哦，我的上帝，他们疯了，他们一定是疯了。随着此话一出，整个会议室一片轰然，所有人都傻眼了。此次救援不就是解救被封困的科研人员吗？什么时候突然又冒出来一枚核爆弹？一旁的唐风和凯特琳娜闻言也是眉头紧皱，小脸显得有些震惊。地幔的中间层，再往下可就是地核了。如果那颗大当量的核爆弹在这位置发生爆炸，后果难以想象。这拉菲联邦和白熊联邦脑袋有包，他们是找死不成？我的天，不是说好的资源勘探吗？放尼玛核弹下去是什么鬼？西巴，这玩意一旦爆炸，地核肯定要遭受牵连，到时指不定会引起超级大地震啊！一时间，众人议论纷纷，全都表现得无比愤怒。白熊联邦和拉菲联邦，这简直就是不负责的行为，他们完全没有顾虑全世界人类的生命安全啊！哼，我们需要重新制定救援计划。杜老沉声道，他与雄鹰联邦的代表商量了一番，这件事肯定要汇报上高层去的，毕竟此事牵扯的东西太过巨大，尤其是距离地底1万多米深啊！这样看来，此次救援的难度相当之大，丝毫不比炸毁之前的流浪者2333号简单。这件事你怎么看？唐风，
凯特琳娜走了过来，笑着看向唐风问道，在他眼中，那些救援人员都是废物，也就唐风能让他重视一下了。唐风摇了摇头，解救被封困的科研人员都还有希望，毕竟只距离地底2000多米深，但那颗大当量的核爆弹就麻烦了，毕竟随着深入地下距离越大，内部所产生的气压和危险就越大，而且这些人挖掘的中途还引发了许多不知名因素产生的爆炸，这导致地窟内产生了许多孔洞、间隔。以目前人类的科技来说，你就算使用钛合金铸造的弹射器发射下去，那巨大的气压也会将里面的人给挤压成肉泥。你们应该有办法吧？唐风看向凯特琳娜，突然发问道。刨开他的智商来说，就单单这个欧洛德公司可就不简单啊。对此，凯特琳娜只是神秘地笑了笑，并未言语。事关重大，所以这件事情并未被扩散。但龙国联邦、魔都、龙国高层得知细节后，表现得无比愤怒。他们完全想不到一件简单的跨国救援竟然会演变成全球的灾难，这拉菲联邦和白熊联邦脑抽了吗？不过他们生气归生气，救援行动还是要进行，因此龙科院召开了紧急会议，开始商讨下一步的计划。那可是1万多米深的地底啊，救援人员怎么下去？一位院士率先提出问题。随着离地表的距离越来越大，下方的氧气、大气压、岩浆等等因素都要考虑，这就导致想要拆除那颗核爆弹不亚于天方夜谭。其余人闻言也是一阵沉默。根据他们了解，那条挖开的隧道中间产生了许多空隙，如果他们处置不当，使得哪怕一小片碎块掉下去，经过重力的加速度作用，7、8千米的距离带来的冲力不亚于达摩克里斯之箭，也就是上帝之杖那类高空物理打击武器的威力，其所产生的威力稍微接触到核爆弹，估计就会将其引爆。我们如果直接将它封存如何？又有一位院士开口道，他们提出牺牲那对科研人员，直接对矿井进行封闭，毕竟那颗核爆弹现在还是安全的。但这个提议很快就遭到了否定，他们不可能牺牲那么多鲜活的生命不说，随着气压增强，你突然盖上井盖，那颗核爆弹表面的防护装置肯定会因此被挤压，到时候就不好说了。再说，就算封存了核爆弹，随着地壳的运动，某天要是来个小地壳运动，那这玩意就化身为一颗定时炸弹了。最终，高层下达了命令，让科研人员计算核弹爆发后大概造成的破坏力，要提前做好最坏的准备。雄鹰联邦会议室内，我们的要求就是这样。欧洛德集团的创始人看向联邦高层道，此次救援行动他们可以尽全力解决，但价码就是让他们加入国防部，并且授权集团研究出来的武器可以面向全世界。雄鹰国联邦高层闻言一阵不语，对此很是忌惮，毕竟若是他们答应下来，那么雄鹰联邦安危的一部分就掌握在了欧洛德集团的手上。你们无需顾虑，因为我也是雄鹰联邦的爱国人士，我只会将利刃对准外人，而且我欧洛德集团肯定会让全球重新认识到谁才是真正的超级大国。欧洛德集团的创始人继续开口道，显得很有自信。他更是拿上次的流浪者2333号举例，若是当初他们就同意欧洛德集团入主国防部，又岂会让龙国联邦出尽风头？这让那群雄鹰国高层顿时沉默起来。这的确说到他们的痛处上了，就因为上次的事件，直接导致雄鹰联邦在外交上的弱势。此次救援事件，你们若能代替联邦重振雄风，我们会考虑的。最后，诸多高层经过商量后开口道，好，成交，你们不会后悔今天的决定的啊。欧洛德集团的创始人听到了想要的答案，顿时笑得唾沫横飞。哐哧哐哧，戈壁滩沙尘遍地。经过一系列的商讨后，救援小组终于出发赶来。经过人道主义的考虑，当下之际，计划选择还是要先解救出被困在地底2000多米深的科研人员。呼呜呜呜，站在矿井边缘，可以明显感受到从地底灌出来的阴风，伴随着一些莫名的撕裂风声，当之如地狱的哀叹一般。看着黑漆漆的井口，唐风忍不住咂舌，不得不佩服上个世纪的白熊联邦，他们连地表上都没完全研究明白，就开始将注意力放到地底了。一个字，牛。就在这时，拉菲联邦和白熊联邦的代表负责人走了过来，突然一脸歉意地看向杜老道，抱歉，此次救援计划已经由雄鹰联邦全权接手，你们可以走了。杜老听到这句话一呆，随后老脸气得通红，随行的龙国众人也是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怒。好家伙，他们千里迢迢地赶来救援，结果却被你们踢出去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杜老也是追问道，他苍老的身躯气得都在哆嗦。如果说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他们救援，又何必同意他们过来？你们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很简单，此次救援不需要你们龙国联邦。这时，一道带有戏谑的声音传来，赫然是那位天才少女凯特琳娜。她缓缓迈步而来，扫视了所有人一眼道，你说不需要就不需要，你能代表得了谁？她的话语和态度太过嚣张，引得众人很是不爽。难道我说错了？呵呵，凯特琳娜冷笑道，在场唯一能让她忌惮的就是唐风。
其余人包括杜老这位核爆弹之父，他都没放在眼里。就当众人想要继续反驳他的时候，杜老摆了摆手，他深深地看了一眼凯特琳娜，随即带领龙国的救援小队撤了出去。虽说他们很是愤怒，但既然人家发话了，不需要他们的帮助，他们也不会热脸去贴冷屁股蛋子。解救科研人员龙国可以出力，但想要将卡在地底1万多米深的核爆弹搞定，他们目前确实没有办法。杜老，我们不是还有唐风吗？众人感到不解，雄鹰国这么嚣张，还不是因为有凯特琳娜？但他们也有王牌啊。对此，唐风摇了摇头，他现在也想不到好主意。拉菲联邦都城，此刻拉菲的领导人无比愤怒，雄鹰联邦竟然偷偷地将事情公布出去了，这在全球瞬间造成了巨大的轰动。一时间，他们不但要面对外界的谴责，还要面对联邦境内的混乱。对此，雄鹰联邦的负责人根本就不承认，言称根本不是他们泄露的，还把锅甩给了龙国，接着更是倒打一耙。与此同时，雄鹰国背地里还传令下去，让众多媒体记者大肆发布龙国主动推出救援行动的消息。最后，在氛围达到顶峰的时候，他们再站出来，对拉菲联邦、白熊联邦以及全球宣布，此次灾难由他们雄鹰联邦接手，并承诺他们一定会完美解决此次危机。戈壁滩，他们国真是虚伪。杜老等人听闻后，顿时鄙夷道：雄鹰联邦一向如此，借助他人反衬自己，以此来达到美化个人英雄主义和联邦大国的影响力。上次流浪者2333号事件，幸好太阳神号失败了，要不然还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狮子大开口。同时，众人也明白了缘由，难怪此次救援行动他们要将我们踢出来了。雄鹰联邦是想借此翻身，重新塑造他们的影响力啊！果不其然，在欧洛德集团的科技支持下，他们成功解救出了被封困在地底2000多米深的科研人员。一时间，关注此次事件的人们欢呼不已。这样一来，雄鹰国完美处理掉了上次太阳神号事件的不利影响，同时巩固了他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实力。对此，龙国联邦也是保持了沉默，毕竟他们的目的就是解救被困人员。但接下来的一幕让众人很是愤怒，因为雄鹰联邦对外宣称的时候，竟然言称龙国联邦此次派遣的救援部队非但没有起到丝毫作用，反而还各种捣乱。这节奏带的唐风都无语了，而不明真相的海外网友则开始纷纷谴责这种不道德的行为，真是卑鄙啊！龙国众人得知这件事后火冒三丈，很想去找雄鹰联邦的救援小队对峙，不过气愤的成员被杜老阻拦了下来。雄鹰联邦打的就是信息差，他们就算过去理论也没用。总的来说，此次他们的确吃了个暗亏，以后务必要吸取教训。雄鹰联邦会议室怎么样？各位觉得我们这次做的如何？欧洛德集团的创始人笑着看向联邦的几位负责人问道。此次事件完全是他们一手主导，不但挽回了联邦在外的影响力弱势，更是打击了一番龙国联邦，简直就是一石二鸟。各位高层对此也很是满意，不过对于他们入驻国防的要求还是很慎重。雄鹰国总统那边的意思是先稳住欧洛德公司，等事情结束再想个办法拖延。真是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做法和作风都是妥妥的老银币，而当两个老银币碰到一起，谁输谁赢就不知道了。哐哧哐哧，夜幕的戈壁滩，寒风更加狂暴，夹杂着沙尘暴的狂风蔓延在地平线上。临时指挥所内，凯特琳娜接到了集团发来的信息，只要解决完卡在地底深处1万多米的核爆弹，他们的计划就将完成。这让他很是激动，一旦入驻国防部，就到了他大展身手的时候。他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以科技和强硬的手段制霸全球。开始行动，随即他摆了摆手，准备启用欧洛德集团研究出来的最新科技进行地底救援。片刻后，有一架大力神号战机经过了拉菲联邦的许可，直接飞入了境内，朝着戈壁滩而来。轰隆隆，接着一个庞大的集装箱被缓缓放落到地面上，沉重的箱子压得地面都抖了一下，而箱子上面印着几个大字，赫然是欧洛德科技公司。那是什么？巨大的动静自然引起了杜老等人的注意，当下全都跑出去围观。而当众人看到眼前的一幕后，全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随着集装箱被打开，里面露出了一台漆黑无比的发射器，其材质属于一种极其坚硬的稀有金属，比之钛合金金刚石都还要坚硬。这种稀有金属在各大联邦境内都有，但却难以开发。想不到这欧洛德集团竟然做到了将其开发，甚至还把它打造成了产品，简直恐怖。难怪他们有如此巨大的底气，说可以深入地底1万多米进行救援。唐风见此也是忍不住啧舌，这欧洛德公司还是有2把刷子的。丁，支线任务启动，选择1，深入地底1万多米，解决核爆弹危机，获得奖励方舟反应炉。选择2，继续围观，当一个合格的混分巨兽，获得奖励现金5个亿。又一个支线任务，唐风这也是第一次遇到套娃的情况，支线任务中居然还要支线任务，而任务一出，那也就是说明唐风不出手的话，
雄鹰国的救援行动会失败，这让他陷入了沉思。矿井旁，雄鹰联邦的人正在搭建发射器，准备深入地底1万米，将那颗核爆弹带出来。欧洛德集团的确可怕，不愧是拥有着诸多世界级科技专利的公司，他们早已领先全球，率先使用了稀有金属。这种稀有金属打造的发射器，可以有效抵御强大的气压和高温，最大化的保护里面的人类安全。远处，凯特琳娜看向唐风，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那是胜利者的笑容。这让龙国联邦的救援小队很是不爽，当下就想替唐风出头，不过还是被杜老拦住了。他们肯定不会成功的。这时，一直沉默的唐风开口道：“系统都来任务了，懂的都懂。”唐风只是想看看他们会怎么量。唐风此言一出，杜老等人全都愣住了，随即纷纷看向了唐风。在他们看来，欧洛德集团准备的很充足，毕竟都能使用稀有金属了，成功机会很大。难不成唐风气坏了？对此，唐风并未给他们解释，只说让他们看着就行。准备完毕，可以出发。经过半个小时的安置，发射器已经装备完毕。欧洛德集团的一位工作人员深呼吸了一口气，然后平躺进了发射器。为了彰显欧洛德集团的实力，以及重新塑造雄鹰联邦的影响力，此次计划也是对外进行了实时报道。啪嗒，发射器在绳索的牵引下，不断地向隧道深处坠落着。这台发射器不愧是由稀有金属打造而成，无论是防御还是稳定性都足够优秀。里面的救援人员经过好几次剧烈碰撞都毫发无损。这一幕一经转播，无数科研人员眼睛瞪得圆溜溜，他们看出了欧洛德集团使用技术的先进，与其相比，他们的科技简直落后太多。杜老见此，也为龙国联邦感到压力。雄鹰国负责人见此，很是兴奋。目前看来，欧洛德集团的表现确实不错，不仅帮联邦重新找回了影响力，还打了老对头龙国的脸。也许真的可以考虑让他们进入到雄鹰的安防体系内。戈壁滩矿井，根据仪器显示，发射器已经快要接近地幔的中间层了。镜头显示，甚至能隐约看到下方不远处的核爆弹。杰克，你感觉如何？凯特琳娜通过通讯系统对那位名为贾斯汀·杰克的工作人员问道，同时让人在全方位监测着他的身体情况。目前看来，稀有金属打造的防护罩的确有效。我还不错。过了一会，传来了杰克的回应，他准备脱离发射器，然后手动将那颗核爆弹固定住。到了关键时刻，所有人都凝重起来，包括凯特琳娜也是如此。虽然他们对防护服也使用了稀有金属，但那也是第一阶段的使用罢了。他们也不太确定防护服的韧性能否抵抗住1万米地下巨大的气压，尤其是靠近地幔中间层，这部分地区的温度更是极其恐怖。外界的众人不约而同屏住了呼吸，不敢看向显示屏。一旦计划失败，不小心引爆那颗核爆弹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咔嗒，1万多米的隧道深处，发射器缓缓打开。杰克进行了一番和上帝的祷告后，准备走出发射器。他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身体，强忍着心中的恐惧。终于，他成功地从发射器走了出来，缓缓地对着镜头比了个耶的手势。第一步成功了。镜头前实时转播的记者见此，立刻拍起了雄鹰国的马屁。雄鹰国负责人与欧洛德创始人也是握手称快，双方都很兴奋。但矿井外的临时指挥室内，滴滴滴滴，监测数值的仪器突然不停地鸣叫起来。凯特琳娜见此眉头紧皱，虽说杰克成功出去了，但他体表的防护服却承受了巨大的压强和高温。虽说防护服没有破裂，但那股力量却在缓缓渗透。最能体现出来的就是杰克的身体机能正在出现问题，还不赶紧让他上来。远处见此，唐风立刻反应过来，当下大吼道：“很显然，计划失败了。防护罩是稀有金属做的，虽然没事，但里面的人体根本承受不了这种压力。若是再逗留下去，那杰克必死无疑。”杰克的人体生命体征检测仪响个不停，如同催命符一般。所有人都为下方矿井里的这个小伙子捏了一把汗，一旁的人也是看向了凯特琳娜，等待他的决定。但身为主指挥官的凯特琳娜却沉默不语。他想到了出发前欧洛德公司的创始人告诉他的话，这次计划只准成功，不许失败。一旦计划失败，丢的不仅仅是欧洛德公司的名声，还有雄鹰国的里子和面子。尤其是像雄鹰国这样在乎面子的联邦，若是打了他的脸，后果可想而知。将来欧洛德公司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想到这儿，凯特琳娜瞬间下了决断。拉菲联邦与白熊联邦的希望在你身上，蓝星的希望也在你身上，你必须坚持完成任务。他无视了周围人吃惊的目光，沉声命令道，拒绝了把杰克从下面捞出来的提议。这样一来，一下把众人搞得十分恼怒。你是想让他死？唐风冷冷地看了凯特琳娜一眼，内心压抑不住的愤怒。虽说那个工作人员属于雄鹰联邦，但那终究是一条鲜活的生命，而且你们又不是救不了他，在能救援的情况下选择让他继续冒着生命危险工作，这太残忍了。凯特琳娜无视了众人的怒火，背身过去。唐风见此大怒，
跑到机器面前就想把它捞回来，但这时候已经晚了。体征测试仪上，只见杰克的身体机能彻底变成了红色，心电图上心率更是快超过了250。画面中，只见他身穿的稀有金属的防护服正在发生变形，杰克只来得及痛呼一声，里面的人瞬间被挤压成了一团肉泥。轰隆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杰克的防护服被挤压变形后，从石壁掉了下去，不知道砸到了什么，那层地幔突然发生了异变，一股股岩浆突然从地底四周溢出，很快就要覆盖地心处的那颗核爆弹。在巨大的高温灼烧下，核爆弹外表的保护层根本坚持不了多久。根据杜老的估算，怕是再过半个小时，那颗核爆弹就将爆炸，届时这里可能会瞬间变成一片火海。吃了！随着岩浆的喷涌，隧道深处的摄像头瞬间熄灭，核爆弹被高温覆盖，情况愈发危机。你这个蠢女人干的好事，真是 X 大无脑！唐风骂了凯特琳娜一句，后者小脸一白，一时间整座科研站都死寂一片，众人脸上带着恐惧。看到矿井下方的情况，哪怕是受到过严格训练的士兵，此刻也是双腿发软。快走，这不能待了，我们要上诉。这个指挥官就是伊托谢特。人群中有尖叫声传出，顿时引起了巨大的混乱。杜老，我们得抓紧离开这。龙国联邦的救援小组也是焦急无比。杜老只是缓缓摇了摇头。核爆弹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何其迅猛，你现在就算开飞机逃跑都来不及了，更别说其还会在方圆几里产生辐射。而且那颗核弹还是在地幔中间层，一旦爆炸，所产生的连锁恐怕会引爆地心岩浆，届时整个拉菲联邦与白熊联邦都要被波及到，他们又往哪逃？怎么逃？此刻杜老无比后悔，他不是担忧自己的安全，而是忧心唐风。他才10岁就已经是各个领域的天才，可以想象未来他绝对是龙国的栋梁之才。若是他陨落在这里，杜老可能会后悔终生。矿井处，唯独唐风和凯特琳娜较为淡定。看到凯特琳娜的表情，唐风忽然想到了什么，原来你是故意的。凯特琳娜一直淡定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吃惊的表情。不错嘛，我这不是给你创造拯救世界的机会吗？凯特琳娜笑了笑，她的确是故意的，这是事先她和欧洛德创始人就算计好了的。因为欧洛德创始人知道，就算这次他成功解决了核爆弹危机，联邦高层也不会同意他的无理要求。你就这么确定我能办得到？唐风虽说不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但肯定没好事。你会办到的，毕竟你会变成光吗？凯特琳娜笑着摇了摇头，随即她直接离开了矿井。后路她早就准备好了，此刻雷神号战机正在往此处赶来。不过她并不打算马上撤离，因为她是真的想看看唐风将如何应对眼下的危机。与此同时，外界早已炸开锅了，所有电视广播前的人一片骂声，其中骂得最狠的就是拉菲联邦。他们认为这是雄鹰国一早就策划好了的，称其故意让计划失败，好引爆那颗核爆弹，借此打击拉菲联邦。于是网上的言论瞬间大变，那个疯狂放彩虹屁夸奖雄鹰国的记者也从之前的狂舔状态变为了骂骂咧咧。而雄鹰联邦这是怎么回事？我需要一个解释。雄鹰国的高层本来都要开香槟庆祝了，谁想到突然来这么一手，把他们搞得猝不及防。这和贵公司承诺的好像不太一样吧？负责人对此十分愤怒，直接质问欧洛德集团的创始人。欧洛德集团的创始人倒是脸色镇定，一脸无辜的开口道：发生意外情况谁能预料到？随即他言称，现在这样子不是很好吗？核爆弹一旦爆炸，直接就解决了联邦未来的一大隐患拉菲国，要是能顺便带走唐风，那简直就是再好不过了。毕竟唐风太过妖孽，他才10岁就表现得如此耀眼，一旦让其顺利成长下去，龙国未来怕是要称霸蓝星。你在说什么胡话？欧洛德创始人的这番话让雄鹰国高层震怒了，他们压根就不在乎什么唐风不唐风，他们在乎的联邦对外的影响力。若是没了影响力，他们的总统还怎么拉手风琴？还怎么在国际上巩固他们超级大国的地位？龙国、魔都、龙国联邦负责人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无论是唐风还是杜老，都是联邦的镇国之宝，绝不能允许他们有任何闪失。他们早就对拉菲和白熊联邦施压，让他们立刻派遣直升机赶去救援，但就是不知道赶不赶得上啊。矿井附近还有半个小时不到了，凯特琳娜缓缓地走了过来，看向唐风，笑着道。唐风眉头狂皱，让他很不爽的是被算计了一道。看来这金发妞果真不一般，头一次让他感到了棘手，借你们的发射器一用。随即唐风开口道，此次是关拉菲联邦数亿人的安危，他不可能坐视不管，况且也选择了救援任务，任务奖励他可不想错过。唐风，你这是做什么？唐风的动作让一旁的杜老等人吓个半死，急忙围住他劝说起来。毕竟隧道深处现在岩浆喷涌，而且连稀有金属打造的防护服都没用，他能有什么办法？难道唐小子你……下一秒杜老像是想到了什么，当下震惊开口道，
唐风点了点头，如杜老猜测一般，他是准备使用纳米生化防护服，可否借我一套防护服？随即，唐风走向了凯特琳娜。纳米技术他不想暴露出去，凯特琳娜也没有拒绝，直接命人送来了一套。不过他小脸上显得很是诧异，毕竟稀有金属打造的防护服已经证明了没有效果，他穿着下去也没用啊，这不是摆明了去送死？随即他看了一眼远处的杜老，发现他竟然无动于衷，这让他更加惊愕了。不过不等他追问，唐风已经穿着防护服进入了发射器。出发前，唐风随手将自己的手机扔给了杜老，让他抽空把里面的一个录音放出去。凯特琳娜倒是好奇地看了看那个手机，也没太在意，系紧安全带，唐风利落地坐进了舱内。唐小子，有问题千万别逞强，杜老严肃地吩咐道。唐风知道杜老这是担心他，笑着摆了摆手，嗖，发射器发射。凯特琳娜看着唐风就这样下去了，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这家伙这么聪明，不可能是去送死的。哐当哐当，防护罩不停地砸在矿井的岩壁之上。唐风面无表情，一路下降了数千米，这简直就是一次免费的蹦极。只不过这蹦极的高度着实有些恐怖，防护服的性能还不错。唐风掐着时间，计算着落地的角度，因为地心处不时有岩浆冒出，所以他已经没有了落脚点。上方的人们比唐风本人还紧张，时刻注视着下方的情况。离地心还有1000米、500米、300米、50米。分离。唐风在距离岩浆50米处立刻脱离了发射器的舱壳，借着缠在腰上的防护绳索，攀附在了岩壁上。此时，由于地下岩浆的影响，四周的温度已经开始巨变，而那颗核爆弹表面的防护层也开始融化。唐风手中拿着长杆的专用钳，再度下降了30米，终于靠近了那颗核爆弹，就差一步了。唐小子加油，加油啊，小英雄！拉菲人民事成之后，会请你喝82年的拉菲。此刻，拉菲联邦的众多记者都屏住了呼吸，紧张地看着唐风的一举一动。只见唐风麻利地伸出工具钳，张开前端，夹住核爆弹，动作一气呵成。哦，我的上帝，他就是上帝派来的天使！雄鹰联邦比起龙国差远了，人家一个10岁的孩子都有这样的勇气，而他们雄鹰国却只知道看戏。可恶的雄鹰国之前居然还造谣说龙国不配合救援，怎么可能？一时间，舆论瞬间反转。凯特琳娜听到这些刺耳的言论，倒是没什么感觉，但是她好奇的是，唐风是怎么做到深入井下却毫发无损的？要知道，杰克可是联邦训练出的高级技术人员，身体素质比唐风一个孩子不知道强了多少倍，但就是那样，他都挺不住这种环境的压力。而唐风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下方夹子虽然夹住了核爆弹，但是唐风却感到一丝不妙，这里温度太高了，夹子与核爆弹接触的部分正在飞快的融化。上方的人们也发现了不对劲，因为唐风突然不动了。杜老急忙拿来平板，放大了看向下方的情形，脸色瞬间变化。唐小子，快上来离开那里！核爆弹的表层已经被融化了，你再待下去会被炸得粉身碎骨的。凯特琳娜闻言也是一愣，下方的温度已经达到这种地步了吗？他们打造的金属钳可是极其耐热的，如今也在跟着融化，情况不妙。与此同时，跟着融化的还有唐风身上的防护外罩，金属外表面一部分已经变成了液体金属，滴答的落在了下方的岩浆里。唐风冷静地看着不断融化的钳子，心头一动，吃！就在这时，下方的岩浆发生异变，一股巨大的岩液如同喷泉水柱般喷涌而上，唐风和核爆弹瞬间被其淹没。不！杜老和龙国联邦的救援人员目眦欲裂，这一刻，他们愤怒无比，都怪雄鹰联邦刚愎自用，不听劝告，导致情况恶化到现在这个模样。要不是如此，唐风也不会冒着危险深入地下万米。可惜了。凯特琳娜惋惜地看了矿井下方一眼，略微失神，随即立刻大步地离开，对着身边之人命令道：“让雷神战机立刻降落，我们马上撤离。”是。杜老看凯特琳娜要跑路，气得老脸通红，身份都顾不上了，就要上前给这女娃娃个教训。但一个龙国救援人员却突然拉住了杜老，激动地喊道：“杜老，杜老，快看下边，唐风没死！”什么？杜老闻言急忙回身，向矿井下方望去。这回就连凯特琳娜都停下了脚步，皱起眉头。下方的岩浆都爆发了，唐风怎么可能活得下来？然而当他回身一望，整个人呆住了。矿井下方，只见唐风的防护罩已经破损不堪，但在他的脚下，不知何时居然生成了一个巨大的冰壳。这层冰壳如同防护罩一般，将唐风与核爆弹团团裹起，阻隔了外界的岩浆。而那些岩浆附着在冰壳上，居然变成了冰岩，一冰一火同时出现在一起，给众人带来了巨大的视觉冲击，使得身在其中的唐风如同天神降临，就像大自然的元素似。快，还愣着干什么？快把唐风带上来！杜老第一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大吼道。于是
一帮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地操纵机器，把唐风拉了上来。看到唐风安然无恙，一群人欢呼着迎了上来，就连拉菲联邦负责人都是手舞足蹈，上前和唐风握了下手。孩子，做得好啊，你是我们龙国的骄傲。杜老激动地帮唐风解下绳子，其他人则是急忙上前把荷包蛋和钳子拿走。可是我还是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唐小子。唐风闻言一笑，随手拿出一个水晶球。杜老看到这熟悉的东西，惊讶道：“唐小子，你这水晶球升级了。”唐风点点头。刚刚在地心，唐风早就察觉到了温度的变化，所以提前将灭火用的水晶球拿出，顺便用黑科技手指进行了一次升级。如此一来，水晶球就在岩浆爆发时瞬间形成冻气，变成冰壳，阻隔了岩浆的爆发，卸去烧得破损不堪的防护罩。唐风表面的纳米防护服也是随之露了出来。凯特琳娜一眼就发现了纳米防护服的不凡之处，追问道：“你这身上穿的是什么？还有，你这手里的又是什么东西？”唐风瞥了凯特琳娜一眼，无视了这妞。对了，杜老，我给你的录音，你发给媒体了吗？杜老闻言摸了一下头，哎呦，老糊涂了，我给忘记了。不过唐小子，这录音是干什么的？唐风没有解释，只是示意杜老播放他刚录制不久的音频。杜老照做，听过录音后，整个人瞬间怒了。不仅仅是杜老怒了，周围的所有人，包括拉菲联邦的负责人都怒了，因为这个录音赫然是刚刚唐风和凯特琳娜的对话。凯特琳娜也没想到，自己承认故意搞砸这次事件的话，会被唐风录音。凯特琳娜虽然还想追问唐风的纳米防护服，但是看到众人要吃了他的目光，也知道现在时机不对，急忙灰溜溜的上飞机跑了。拉菲联邦本来十分愤怒，但一看到唐风就瞬间换上了讨好的表情。小英雄，你可一定要接受我们的谢礼。对此，唐风欣然一笑，接受了他的好意。如此一来，蓝星望远镜计划彻底被搁置，矿井被封存。同时，国际上对龙国此次行动一致赞美，对雄鹰国尤其是欧洛德公司无耻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虽然事后欧洛德公司出来解释，说那是开玩笑，又说录音是伪造的，但是却没几个人信。如此一来，欧洛德公司的名声一落千丈。龙国北城，唐风早已回归了正常生活。不过离开前，他曾告诉杜老，让其密切注视一下欧洛德集团，因为当初捷克一事，他觉得这里面应该隐藏了一个大秘密。你的猜测是正确的。这天，杜老突然打来了电话，并且让唐风看国际新闻。唐风闻言后，连忙打开电视一看，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新闻中欧洛德集团召开了发布会，对外宣称从今天起，他们将入主国防部，负责雄鹰联邦的国防安危，同时更是推出了最新研究出的一系列武器，一时间引起了全球轰动。这就是一场局啊！唐风震惊道，完全搞不懂雄鹰联邦的做法，你们居然让一家军火商入主国防部，就不怕玩火吗？总之这天要变了。杜老感慨道，言称高层已经在召开会议，商讨应对策略。最后他安慰道，无论将来格局如何变动，联邦都会保证人民的安全，这一点是很肯定的。唐风，你收拾好没？就在这时，房间内的夏诗柔大喊道。唐风挂断电话后，连忙回应了一声，小脸上满是笑意，因为今天是小长假，他们和林婉父母约定好，将要一起去海边度假。观光地点选择的是南海，这里有联邦最为悠长的海岸线，金色的沙滩连绵，气候常年温热。唐风他们一行人为了一路舒适，直接租了一艘游艇就出发了。哗啦，海水碧波荡漾，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艳影。此时，游艇停靠在了一座观光小岛附近，林婉的爸妈正在忙碌着午饭，唐风、林婉三人则是在浅水区嬉戏。这里的风景真是独美啊！唐风坐在游艇的边缘感慨道。前方夏诗柔正在教导林婉游泳，两个人都穿着性感的比基尼，很是养眼。尤其是林婉，最近小妮子吃得好，心情好，发育得更好，和夏诗柔比起来都是差不多了。你小子别偷懒，过来教一下婉儿，我要去晒日光浴了。夏诗柔瞪了一眼游艇上晒太阳的唐风，然后缓缓朝沙滩走去。啊，诗柔姐。林婉见状，当下嘟起了嘴，他才不要这个坏家伙教呢。扑通，可惜为时已晚。唐风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岂能错过？他一个猛子跳进了水中，溅起了无数水花。嘿嘿，婉儿我来喽！唐风坏笑道，直接游过去环住了林婉，并将他偷偷带到了另一边，刚好游艇能挡住夏诗柔等人的视线。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发展，林婉对他也没有以前那么抗拒了。蓝天白云，碧波荡漾，两人仰躺在气垫上，眯着眼看向天空。长大以后你会娶我吗？这时林婉突然开口问道。他虽然还小，但也知道好东西会被很多人抢，就好比现在学校里就有很多女孩围着唐风转，这让他心里很不舒服。那是肯定的了。唐风直接翻了个身，就这么挨着林婉道，这可是他千挑万选出来的未来女神，肯定不能肥水流外人田啊。阳光下，
林婉的小脸白皙可爱，稚嫩中带着些许女王范，四目相对下，两人心意相通。林婉有些害羞，终于忍不住别过头去。唐风见此，温柔一笑，缓缓地靠了过来。夜幕，海风吹拂，气温有些低，一行人围聚在篝火旁，吃着林婉爸妈烧烤的各种海鲜，很是惬意。期间，林婉不时看向唐风，眼眸中带着幽怨，因为这坏家伙又欺负自己了。这时，不远处传来了脚步声，咔嗒。就在这时，前方的海面上突然亮起了灯光，随后一艘游艇缓缓地朝海岛开了过来。您就是唐风吧？片刻后，一位穿着黑色风衣的极品美女走了过来，看向唐风，恭敬地问道：“你是？”一旁的林爸见到美女，眼睛瞪得溜圆，被林妈掐了一下肚皮，才想起来开口问道。风衣美女笑了笑，道了声歉，随即缓缓开口自我介绍。原来她是附近海域一家科研机构的员工，正好打听到唐风在附近度假，所以前来拜访一下。唐风虽然只有10岁，但在科研领域他的名号可是比一些院士还要响亮，再加上他不受任何组织的约束，属于自由人，所以很多科研公司都很希望能请他作为幕内之宾。此次李冉的目的就是想邀约唐风前往他们的科研机构参观一下，若是唐风能给他们提出一些意见，那就最好不过了。唐风听后本想拒绝，不过林婉和夏诗柔听到那里有许多海豚、海豹等海洋生物，顿时来了兴趣。唐风被两女磨得没办法，想了想，答应了李冉的邀约。嘟，游艇朝着公海方向缓缓前行。甲板上，通过聊天，唐风得知这位极品美女名叫李冉，是一位留学归来的海洋生物学家。他们的科研机构建筑在一座废弃的深海石油矿田上。据他所说，他们是一家专门从事研究海洋生物的机构，而他们最为有名的技术就是提取能治疗海默尔茨综合症的各种生物大脑垂体激素。这听得唐风一愣，海默尔茨综合症，那不就是老年痴呆症吗？我们到了。临近海滩，李冉笑着道。游艇已经缓缓靠岸，这家科研机构果真是建立在深海矿井之上，四周荒无人烟，极少有船只通过。这种古怪的环境让唐风有些疑惑，这家机构要做什么实验，需要选在如此偏僻之地？不过此次是被人家邀约前来参观的，唐风心里疑窦丛生，但没有追问。众人边走边观赏着四周，李冉也是充当了导游的角色。这处深海矿井明显被改造过，其上方修建了许多高层建筑，而四周是围起来的生物活动区域。一行人踩在铁网编制的走道上，这里面养的是什么动物呀？夏诗柔有些好奇，指了指旁边的区域问道。你很快就知道了。李冉转身笑了笑，显得很是神秘。哗啦啦，就在这时，水面突然剧烈的颤抖起来，接着一道黑漆漆的鳍背刺穿了水面。啊，鲨鱼！夏诗柔等人哪里这么近见过鲨鱼，直接吓傻了，小脸上露出了恐惧的表情。林父林母也是连忙护住了林婉，同样很是害怕。更让人惊讶的是，水底竟然还有一位潜水员，只见他居然不惧鲨鱼的可怕，直接跨骑在了他的背上，竟然是在操控他。你们不要担心，这是小白。李冉笑着安慰道，这只鲨鱼就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之一，而且它已经被驯服的十分温顺了，不会发生意外。同时他也很佩服这里面所有人，唯独唐风最为淡定，不愧是小英雄。你们好啊。鲨鱼停下后，驯养员骑着鲨鱼朝众人挥了挥手，虽说知道了鲨鱼是被驯服的，但夏诗柔等人还是很怕，当下催促唐风赶紧离开这片区域。进入机构建筑后，一行人乘坐电梯深入了海底，这里面采用了高强度的玻璃，可以有效抵抗海水大气压。而此处一共划分了9大区域，每个区域都圈养了许多不同的海洋生物，小到节肢动物、微生物，大到蓝鲸、尼斯湖水怪。听到李冉的介绍，唐风很是佩服，看来这家机构的幕后老板很有钱啊。当众人下行到第8层的时候，李冉突然顿住了脚步，笑着解释成最后一层，也就是第9层不对外开放，让他们谅解一下。唐风透过玻璃看了一眼那里，第9层一片漆黑，神秘而又令人生畏。视力很好的唐风隐约能看到那里有一直延伸下去的钢铁玻璃走道，这让他充满了好奇。唐风小英雄，我能和你聊聊吗？这时李冉缓缓迈步过来，对唐风伸了伸手，他们你放心，我会让人好好招待你的朋友们的。李冉看出了唐风的心思，当下继续开口道。于是唐风点了点头。一间研究室内，到处摆满了瓶瓶罐罐，有着许多科研人员正在做自己的研究。而当众人看到唐风后，都不淡定了。唐风是你吗？偶像，小英雄，你可以给我签个名不？面对众人的热情，唐风苦笑连连。还好有李冉这个主管在，那些工作人员才收敛了一些。饶是如此，他们还是不停地偷看唐风，宛如大型追星现场。哐当，走着走着，地面前方的空地突然裂开，随即涌上来许多海水。众人倒是见怪不怪，只见之前的那位驯养员的身影缓缓地浮现而出，他身后跟着的就是之前那条叫小白的大白鲨。
四周的科研人员见此连忙行动起来，上前直接将那条大白鲨固定住，然后为它注射了类似于的东西。你们这是在干嘛？唐风很是好奇，当下转身看向李冉问道。经过研究，我们发现大白鲨的脑垂体可以分泌出一种激素，这种激素能有效治疗海默尔茨综合症，一旦实验成功，这将是全人类的福音。李冉也是收起了笑容，一脸严肃地回应道。随即他继续解释称，目前他们的研究处于一个瓶颈状态，但最后一步就是迟迟突破不了，所以还不敢进行人体试验。于是他就想拜托唐风帮忙。唐风闻言后对他们从事的事业很是佩服，但唐风留了个心眼，没有直接答应，因为他发现这李冉似乎对他隐瞒了一些东西。这样啊，李冉听到唐风的回答后表现得很是遗憾，只好将唐风送了出去，同时告诉他希望他不要将今天的事情说出去。对此唐风也知道这是人家的商业机密，于是痛快地答应了。临走前，唐风使用了黑科技手指，随意推演了一下此处的情况，脸色瞬变，